一盏茶后，陈凡拄着手杖，缓缓来到周末尸体旁，身后悬空着10艘非洲，这是他从商阁调来的老班底成员，准备抓捕这个村落的所有人员。为防内部被渗透，他等了3日，调动了老班底。他静静地望向血泊里的周末，和前3日见的不太一样。上次见周末的时候，周末还和个小孩子一样，哭哭唧唧地抱着他的大腿，诉说着自己的委屈。这次再遇见，就躺在这里了，浑身骨裂，如破布般，并未合眼，怒目圆睁。狱主身后瘸猴快速上前，声音压低急促道：“遵你令，樊玉已进入最高戒备，所有能离开永业大陆的渠道已被彻底封锁，所有传送阵、高铁全都限制使用，商阁、战阁、后勤阁已紧急调动，在方圆100里开始地毯式搜索。”陈凡没有讲话，只是蹲下身子，将翡翠手杖放在一旁，静静地盯着周末这副有些陌生的脸庞，总感觉和3日前的样貌无法重合在一起。他掀开周末的内衬，无数异宝碎片散落下来，那是他给周末准备的护身异宝，悉数碎裂，其中夹杂着碎裂的身份令牌和一个碎裂的木板。他望向这个木板，不由笑了起来。他记得这个木板，周末一直珍藏着，他们以前在雨季里用来记录雨季倒计时的木板。他没想过周末这家伙会将这个东西随身携带，好歹也放在哪里存起来也是。他缓缓直起身，重新拾起翡翠手杖，远眺天边，轻声道：“让后勤阁来人，将周末尸体收好，等此事结束，运往崎岖岛。永业大陆37个区域全部封锁，挨家挨户去查，找到他们。”是。狱主瘸猴领命，快速退下。站在非洲上的王麻子面色复杂地看着周末的尸体，他负责此次抓捕行动。然而在来时路上便收到了周末命牌碎裂的消息，这是樊玉老班底成员中第一个死亡的，都是从雨季里闯出来的。周末可是20级武者，在不动用建筑的情况下，他不知道何种手段才可一击杀死一个拥有数个护身异宝的20级武者。这次的敌人显然非同寻常，永业大陆内部竟然一直隐藏的这种敌人。夜深人静，已经连夜逃到玄武城的中年男人，正躲在城池里的一座民房后院里，胸膛不断起伏，眼里满是愤怒。原本跟他一路逃离有数十号人，此时除他之外只有3个人了。该死，该死！他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愤怒快要充满他的胸膛。再给他一点时间，说不定就有更好的转机。结果那家伙非要动手。更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个男人并不是寻常樊玉成员，而是樊玉战阁阁主周末，跟随陈凡从雨季闯出来的老班底。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陈凡不可能让这件事草草落幕。此时民房外，原本应该夜深人静的街道上满是嘈杂声，樊玉成员正在地毯式的清查这座城池。他隐隐听见屋外的声音，那是樊玉成员询问的声音，嘴唇为何干裂？回老爷，今日忙碌忘了喝水，忙到忘记喝水，带回审查。樊玉成员冷声道。下一刻，民房被推开，老大身后一个村民将左手的刀换至右手，腰板渐渐挺直。我去吧。不用。中年男人拦下这个村民，深吸了一口气，淡淡黑雾从右臂飘出，面色肉眼可见的虚弱了一丝，将几人笼罩了起来。很快，樊玉成员走进后院，挨个角落细致探测，但却诡异的根本没发现近在咫尺的几人。搜查无果后，便转身离去。黑雾散去，男人微松了一口气，但院门突然又被推开，刚才转身离去的那几个樊玉成员又折返回来，一眼便看见了他们，顿时面色巨变，高吼道：“他们在这里，这回该你去了。”中年男人转身朝身后墙壁直直走去，身子如墨般迅速消失进墙壁，其余2个村民紧跟其后。刚才那个说我去的村民被留在了最后。这个村民看了眼离去的老大，右臂持刀，大步上前。他们不是左撇子，只是右臂里封印着的力量无法掌控。轰！这个村民双膝重重砸在地上，双手将大刀举过头顶。我投降！永业大陆玄武城。伴随着城内多日未被启动的传送阵久违的散发出一阵白光后，陈凡在瘸猴的陪同下凭空浮现，旁边守着大批樊玉成员以及一个跪在地面上脸上带着丝丝惶恐的村民。陈凡缓缓走至一旁的座椅上，眼帘微垂，对着一名成员缓缓道：“说吧，大搜查已经进行了1天，抓到不少，但无一例外，没有人开口。无论上再多的酷刑也不开口。他们叫企业人。”这个村民根本不敢有丝毫耽误，虽然眼里带着惶恐，但还是急促开口道：“他们是人类，但是极其特殊的人类，从上古时期活下来的，只要不是意外死亡，可一直转世，相当于永生。但转世后，记忆暂时不会恢复，需随着时间慢慢恢复。这个时间节点不固定，有的3、5岁，有的是7、8、9岁才恢复。所有人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天生的左撇子，右臂里封印着无法掌控的力量，那是他们企业的奖励。在很久很久之前，没有这么多大陆，只有一片大陆，名为原始大陆。当时没有永夜，没有黑暗，没有鬼物，也没有建筑、修行者等，就是一个极其普通且正常的大陆。有一日，一伙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尝试去看看天到底有多高。这伙人都是这个大陆上的顶尖人物，他们调动了大量人力和物资，修建了一座高塔，直通天穹。那座高塔足足有2万公里高，耗时600余年，数代人的精力和财物投入其中。终于高塔完工了，他们极其兴奋地冲上高塔顶端，触碰到了天的上限。他们发现天的上限就是2万公里，有层结界在天上。他们尝试刺破这层结界，但无论使出任何手段都无法刺破。这个时候，位于高塔上的人都受到了蛊惑，只要将右臂贴在结界上，便可拥有强大的力量，从而打破结界。
当时所有人都迅速离开了这座高塔，因为事情已经朝诡异的方向发展了。所有人都知道情况有些不对了，但当日夜里，有一帮人暗中前往高塔顶端，右臂紧贴结界吸收了力量，用右臂里蕴含的力量打碎了结界，结界后的无穷黑暗如潮水般不受控制的通过碎裂处涌来。此后，黑暗纪元降临。陈凡耐心地听着这个村民的讲述，此时却忍不住笑了起来，眼里闪烁着寒意，缓缓道：“你是告诉我，有一帮人不靠任何建筑蓝图手搓了一座高2万公里的高塔是吗？他可以100%确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哪怕是他前世那个工业化发达的世界，都绝对不可能完成这个建筑。这听起来更像是个故事。假如真是这样，那一开始起这个计划的这群人，肯定已经早就受到了蛊惑，并且在建筑高塔的过程中利用了黑暗力量，否则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工程。我也是听说。”这个村民有些害怕的缩了缩脖子，眼里满是恐惧，声音甚至有些发颤。我也是听他们这么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陈凡笑着轻声询问道：“你想说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吗？”绝对不是。村民急忙疯狂摇头，他们之所以叫企业人，是因为漫长如此之久的永夜便是因他们而开启的。每个企业人右臂都会蕴含着强大的黑暗力量，那是最纯粹永夜降临初期的黑暗力量。当然，每次转生都被稀释一部分，而所有人企业人在记忆未觉醒或者已觉醒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朝这片大陆上黑暗能量最纯粹的人聚集而去，从而形成一个小村落。我不是企业人，我是真的左撇子。当时无意路过这个村庄，便被他们收留。当我渐渐明白自己的处境后，已经无法逃了。他们对周边的渗透度是很高的。我有一次尝试靠近梵域成员，想要将这里的消息汇报上去，但是那个梵域成员见到后，神情尊敬地称呼我为伟大的企业人。我害怕，就再没尝试联系梵域成员了，生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引来杀身之祸。喂！瘸猴面色冰冷的一字一句道：“你的意思是，企业人没有探测同类的手段吗？”当然有。村民生怕几人不信一样，急忙开口解释道：“主要探测手段有2种，第一种是看对方是不是左撇子，这个是很难伪装的，我已好试。第二种是他们有一种特殊手段，可以看对方是否淋过金色大雨。企业人是被总天道所极其厌恶的存在，一旦发现，立刻斩杀。所以所有企业人，无论是否觉醒记忆，都会下意识极其抗拒淋金色大雨。而在1年前那场永夜大陆的金色大雨，我恰好没淋。我当时太久没吃饭，饿昏在茅草屋了。当时是梵域成员发现的我，给了我水和干粮。我醒来的时候，永夜大陆已经收复了，金色大雨也已经结束。也就是这2点，才让他们相信我是他们的同类。只不过暂时未觉醒记忆。还有一种绝对准确的探测方法，但他们轻易不会动用，那就是所有企业人右臂受伤后流出来的血液都是黑色的，那是被黑暗能量所侵蚀的颜色。你们可以看到我的绝对是红色的。说罢，不等几人开口说话，这个村民一口咬向自己的胳膊，入骨的牙印浮现出来，猩红的鲜血顺着被咬碎的皮肤表面渗透出来。瘸猴见状，默默将刚抽出来的匕首又塞进怀里。陈凡安静地望向眼前这个好似极其真诚的村民，良久才轻声道：“所以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去天外天。”村民深吸了一口气，也顾不上隐隐作痛的右臂，快速解释道：“不知是不是黑暗能量侵蚀的缘故，他们像是邪教信徒一样，极其偏执。相信你们肯定抓到一些企业人，但无论如何审讯，他们都绝对不会开口。被洗脑至深。当时天穹被刺破后，天穹外的黑暗疯狂涌入这方天地，导致永夜降临，所有黑暗都来到了这方天地。天穹外的黑暗已经没有了，他们计划在天潜大陆上重启巴比伦塔，前往天外天，然后在天外天建立一个属于企业人的国度，他们将其称之为天赐之地。听明白了？”陈凡轻点了下头，继续道：“为何要对梵域出手？”村民喉间微微滚动。如今留在永夜大陆的企业人有2个头，2个人的黑暗能量都很纯粹，不分上下。其中一个人的黑暗能量是暴力向的，叫浩爷，他倾向于削弱梵域力量，这样当保护期结束之后，其他海域的企业人势力来此，可快速占领永夜大陆。关于梵域不利的谣言是他做主传播的。另外一个人的黑暗能量是偏功能向的，叫九爷，是个看起来有儒雅的中年男人，他倾向于躲起来，什么动作都不要做，以免被梵域发现。2个人的想法有些冲突。上次传播谣言的人就是浩爷派人去做的，而杀死周阁主的也是浩爷的人。当时九爷尝试收买周阁主，开出了1000万枚鬼石的价码。正在谈的时候，浩爷就派人来了。陈凡没有讲话，只是坐在椅子上安静坐了许久后，才起身望向跪在地上的村民，轻声道：“带他下去，好生安顿。还有。”村民有些急迫地再次开口道：“那些体内黑暗能量较弱的人，被洗脑的程度很深，审不出什么的。要是能抓到浩爷和九爷，他们的嘴肯定能撬开。浩爷的单体实力极强，他还有一个傀儡，是这些年杀了不少企业人，将他们体内的黑暗能量收集起来，再辅以尸体打造出来的，叫屠夫。周阁主就是死在屠夫手下的。当时那个叫我伟大的企业人的梵域成员，我记住了他的成员编号是17区94280。不久后，整个永夜大陆已被彻底封锁，陷入死境。而2个领头人之一，最先暴露的是浩爷，被围在永夜大陆北部的无人荒漠上，被数十艘非洲包围在中间，浑身伤痕累累的浩爷，满眼不甘且绝望地抬头望向将他围在中间的那一艘非洲。他的手下死的死，被抓的被抓，
只有屠夫还跟在身后，冲出去！他绝望地给屠夫再次下达了冲锋命令。然而，这个3米高的怪物刚刚跃在空中，举起手中的狼牙棒，准备砸向最近的一艘非洲。轰轰轰！数十艘非洲上的式神炮一同咆哮，猩红光芒将屠夫重重轰向地面。本已受创多次，终未再抗住这一次，彻底散架，落在地面。屠夫的力量在梵玉顶尖满配的非洲面前不值一提。活捉！站在甲板上的王麻子望向垂死挣扎的浩爷，面无表情地下令道。顿时，无数铁网布下，将浩爷紧紧束缚在其中。很快，一个个企业人接二连三落网。搜捕行动足足进行了7天，越来越多的企业人落网，但那个九爷却迟迟不见踪影。浩爷已经招了九爷的能力，是可进入暗空间，这也是为何当日屠夫光明正大出现在矿场，却无一人察觉的缘故。搜捕依旧在进行，江北荒原樊城，九爷正躲在下水道里，饿得已经头昏眼花。事情怎么就发展到这一步了？他明明和浩爷说过很多次了，不要打草惊蛇，不要让樊玉注意到他们，非要去散播那什么谣言。他还在和周末谈判的时候，浩爷就派屠夫来了，根本不容他谈判的机会。就在这时，原本头顶上嘈杂的街道，嘈杂的声音正在快速逝去，直至变得极其寂静，声落可闻。这样吗？九爷突然惨笑起来，他起身推开头顶井盖，动作有些狼狈地从下水道里爬出来，站在街道上。数十个樊玉成员正手持袖珍火炮，面色冰冷且警惕地瞄准他。空中2艘非洲的式神炮也已经对准了他。不远处能看见大量樊玉成员正在快速驱散附近的人群。他知道自己完了。无名山后山，九爷被带到陈凡面前，陈凡正坐在一张木椅上，而在前方空地上，足足数千人被铁链束缚，跪在地面上。少爷，瘸吼小声道，所有企业人均已落网。而在左边，一具由后秦阁打造的金丝木棺材正摆放在地面，棺里躺着的是化妆后的周末，脸颊苍白，双眼紧闭，身体被撕碎的区域已被重新缝合了起来。久闻陈玉主大名，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被人带来的九爷看见这一幕后，此时也有些释然了，笑着道：“当为人杰。”陈凡眼帘低垂的耐心等待着。又过了一炷香后，瘸猴再次上前小声道：“少爷，时辰到了。”陈凡放下茶杯，从瘸猴手上接过袖珍手炮，走至第一个跪在地上的企业人身后，将枪口对准其后脑，面色没有太多波澜的缓缓扣动扳机。砰！枪声响起，尸体重重砸在地面上。他继续朝下一个人走去。砰砰砰！枪声有节奏地响在无名山后山。所有樊玉高层和大量樊玉成员聚在此处，默默注视着这一幕。在偌大的空地上，只有陈凡独自一人行走在其中。每一道枪声响起，便是一个企业人的落幕。陈凡平静得像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人一般。就这样，一个个处决跪在地上的企业人，没让任何樊玉成员动手，而是亲力亲为。但在还剩最后一个企业人的时候，陈凡双眼通红，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情绪，从一旁瘸猴怀里抽出一柄大刀，面色狰狞，撕心裂肺高吼着，不断朝这个企业人劈砍而去。鲜血四溅，寂静无声的空地上，只有陈凡一人撕心裂肺的愤怒高吼声。站在一旁的九爷此时看着眼前这一幕，双腿忍不住发颤，眼底深处浮现出一丝恐惧。听好了！浑身染血的陈凡走至九爷面前，揪起其衣领，眼睛通红的一字一句沙哑道：“从今日起，樊玉会不惜一切代价杀死这方天地的所有企业人。记住，是所有，你们是第一批，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批。所有企业人，我都会亲手处决。我。”九爷深吸了一口气，挤出一个有些艰难的笑容。我有一些上古隐秘，如果你……嘘！陈凡伸出手指放在嘴边，摇了摇头，眼眶通红的咧嘴笑了起来。别说，千万别说，我不想知道你们有什么目的的。我只知道一件事，你们企业人的末日来了，准备迎接属于你们企业人的专属永夜。我会让樊玉这2个字成为你们企业人记忆深处最恐惧的噩梦。我一定会将你们杀干净的。他从瘸猴手里接过袖珍火炮，顶在九爷的额头上。砰！场地再次恢复寂静，只有倒在血泊中的几千具尸体。不远处，3座转生塔正在缓缓散发着光芒。在所有樊玉成员的注视下，陈凡有些失魂落魄，跌跌撞撞地走在摆放在旁边的那座棺材旁，盯着躺在棺材内的那具尸体，恍惚了许久后，才从怀里掏出用丝绸包裹着的一块块碎裂木板，放在尸体旁边，又将一枚天运捏碎，放入其口中。天运无法提升其躯岛复活的几率，但他实在难以接受周末就这样离他而去。随后，他又从怀里掏出一枚留影石，挤出一丝笑容，放在其身旁。你啊，这是你上次哭哭唧唧的留影，本来还打算下次喝酒的时候笑话笑话你的，你倒是精明，都不给人嘲笑你的机会。一旁樊玉成员上前盖棺，叮叮，棺上附旗，旗上是樊玉徽章。瘸猴深吸了一口气后，高吼道：“起棺！今日是阴天，无阳。”从无名山后山到樊玉港口的这一段路程，汇聚了不少百姓。战阁成员列队眼眶通红的怒吼着：“宋阁主！”百姓不哭不喊，只是做一件事：点灯。每人一盏纸灯，灯上写上死者的名字，意思是替你活着，替你守着，替你看着天亮。灯从无名山后山一路点至樊玉港口，数里路，灯如长河。周末在民间很受恩戴，正是周末所一手操办的战阁，保证了民间的安全，让犯罪率极低，近乎可以做到家家夜不闭户。直至来到樊玉港口的传送阵，通过传送阵来到崎岖岛入土。陈凡站在崎岖岛，安静地望向下葬的全过程。关以
已入土。陈凡上前从怀里掏出一捧土撒在墓前，记得江北的味道，早点回家。我相信你肯定能醒来，在你醒来之前，我会清扫干净这方天地的企业人。兄弟，你放心。背靠大海的陈凡迎着海风声如蚊蝇，近乎不可闻的低声道：“我会做到的。”这一夜，永业大路上点亮了无数盏白灯，无数人在为周末的死亡默哀。夜深人静了，瘸猴站在城墙上，望向陈凡独自一人站在江北防线上的背影。他担心这件事情对狱主打击有点大，狱主现在的状态很不对。王麻子、小邱几人不知何时也聚在了这里，他们都是从雨季里闯出来的。此时突然折了一个人，令他们都有些难以接受。就在这时，陈凡从城墙上走了下来，看见王麻子等人聚在一起，咧嘴笑了起来。都聚在这里干嘛呢？好了，不要用这种表情看我，周末又不是彻底死了，我有预感，他说不定明天就在崎岖岛复活了。都回去吧，明天还有事要忙呢。第二日，整个永业大陆上的所有人口开始浩浩荡荡的准备通过海底隧道前往独眼大陆，在淋一次金色大雨延寿的同时，用金色大雨再彻底筛选一遍企业人，这是最保险的手段。工作量极大，但在大策略的情况下，依旧坚定不移地被推动。在梵域，只有一个最高政策，那就是陈凡的旨意。魏魏还在沉睡进化，并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快！急促的奔跑声在无名山响起，几个后勤阁成员扛着昏死过去的扣扣，从传送阵里出来，快速冲进天坑里，高吼道：“扣扣昏死，我们的圣水用完了。”话音落下，一炷香后，陈凡大步来到此处，眉头紧皱，望向昏死过去的扣扣。旁边的药王谷成员正在快速用祭坛里的圣水浇灌着扣扣，并在快速检查伤情。狱主小邱快速汇报道：“后勤阁成员在独眼大陆铺设鬼火的时候，发现了背着一座腐蚀雕塑昏死过去的扣扣，雕塑一直压在扣扣身上。清扫独眼大陆战场的后勤阁成员早已撤离了，扣扣当时并未跟随一起撤离。”陈凡眉头紧皱，他想起来了，魏魏呢？魏魏连自己妹妹都能忘了。狱主，魏魏还在沉睡进化呢，还好。药王谷谷主长呼了一口气后，走到陈凡身前汇报道：“扣扣并无大碍，休养几日就行。只是我们检查了扣扣的身体，好似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还没确定是哪方面的变化，但应该不是坏事。因为后勤阁发现扣扣的地点位于独眼大陆最南部海边，正常来讲，一个幼崽吞天鳄扛着腐蚀雕塑爬行的极限距离应该在10公里左右，极限一点可以来到30公里。而扣扣在没有任何后勤补给的情况下，扛着腐蚀雕塑从独眼大陆最北部出发，耗时15日，爬行了足足7000公里，横跨了整座大陆。在抵达大陆最南部后，才觉得自己完成任务，从而放松下来，昏厥而去。无论是速度还是毅力、体能，都已经远超正常幼年吞天鳄了，这明显不正常。陈凡望向瘫在地面上的扣扣，醒了第一时间通知我。是永业大陆大量人口在梵域的调动下，准备前往独眼大陆。与此同时，瘸猴带来了审讯室新鬼得来的信息，他本名贪心，来自3级鬼族荒族所在的荒族正在战争泥潭里征战。永业大陆当时雷雨海域解封的消息，在外界有天地异象，很多势力都收到了。雷雨海域是数千年前出现的，很多年前，外界就在谣传永业大陆有因太强被总天道强制封印的至尊异宝，故而在雷雨海域碎裂后，不少势力都派出人前往我们海域，企图登陆永业大陆试试水。贪心便是其中一个。陈凡面色平静的没有讲话。目前他得知的消息，总天道之所以用雷雨海域封印永业大陆的，很有可能是这里便是巴比伦塔的原址。只是既然苍穹已经碎裂，苍穹外再无黑暗，那就算巴比伦塔重建，又有何影响？这是封印的真正理由吗？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着，双手拄着翡翠手杖，望向远处海里无数翻腾的鬼潮，是雷雨海域里所囚禁的鬼物，一直守在永业大陆外，也在等梵域的保护期结束。他在等，所有人也在等。他很想说一句，永业大陆并没有什么至尊异宝，除了以前有个巴比伦塔遗址之外，什么都没有。而如今随着时间迁移，那遗址早就没了，反正他是没见过。所有势力都虎视眈眈地盯着这片大陆。如今看来，2年后的保护期结束之后，好像就是梵域的死期。另外一边，绝望大陆再次热闹了起来。鬼皇95带领着自己的鬼巢，以遵梵域令登陆并占领这座大陆。3日后，绝望大陆的异兽动物搬运工作已经全部完成。站在绝望大陆海边的鬼皇95脑海里隐隐接收到了一条信息：养老一族已经完成晋升至3级种族的所有条件，成功晋升至3级种族。下一刻，他只感觉一股热浪从腹部凭空升起，流向四肢，突破了。在养老一族晋升至3级鬼族的这一刻，他突破到了20级，成为养老一族第一个鬼尊。孩儿们，回家！鬼皇95深吸了一口气，才和准备接替后续工作的梵域成员挨个笑呵呵告别后，跳进海里，准备游回去。接下来应该就没他什么事儿了。正常来讲，3级鬼族是要前往战争泥潭了，但他肯定不去。开什么玩笑？他脑子没病，就不可能前往战争泥潭，除非梵域要去，他可以跟着去，自己一个人打死不去。他此时此刻只想躺在那个特大号摇椅上，翻看着梵域史书，好好满足地欣赏下史书上自己的名字和事迹。玉荒族初建功，历久五阁。半月后，永业大陆所有人口已全部迁移到独眼大陆。直到此刻，所有人才得知梵域迁移他们是为了什么。为了检测他们当中是否还有漏网之鱼的同时，让所有人再淋一次金色大雨。陈凡站在独眼大陆边缘，望向一览无余的平原，确保没有躲雨的地方后，开始吧。他轻声下令。
下一刻，安放在独眼大陆的所有鬼火被近乎齐齐瞬间点亮，如之前一样，只是每座鬼火都爆发出一道金黄光柱，光柱持续不断上升，越来越高，在视线尽头汇聚成了一道金黄光柱般直冲9天。紧接着，金黄色光柱猛地炸开，彻底碎裂，一场金黄色的大雨，1万颗雨滴从9天之上均匀地洒向整个新大陆，洒在人身上。大雨结束后，梵域后秦阁继续安排人口通过海底隧道的高铁回到永业大陆，并未发现有残留企业人。时间一点一点流逝，日子又回归了平静。直至永业新历03年3月7日，陈凡正在无名山1号洞穴里忙活着。今天是周末的忌日，他要去崎岖岛看看周末。狱主身旁，王奎如往常一样汇报着，在过去的1年内，梵域共清除了不少2级鬼族，又收服了15座大陆。现在的梵域共拥有了22座大陆。经过去年1年的努力，梵域的鬼尸储备也达到了1万亿枚。知道了。陈凡听完汇报后，没让任何人陪同，独自一人前往传送阵。白光闪过，陈凡已出现在崎岖岛。狱主守在这里的梵域成员顿时精神一振，身子挺得笔直，高声道：“陈凡点了点头，直直走向周末所在的那座墓前。开棺。”是。很快，开幕起棺。陈凡望向面色苍白、安静躺在棺材内的周末，和张太平的尸体一样，身体上漂浮着金黄色的光点，这是死后服用天运的效果。天运不会增加崎岖岛的复活概率，但却会让尸体上漂浮起金黄色光点。具体有什么效果，不知道。问天灵也没有给出答案，但总归应该是好事才对。只是周末看起来依旧没有任何复活的迹象。陈凡对此也没有失落，从最开始的1天来一次，到最后1周来一次，直至距离他上次前来已经是3月前了。他不是忘记了周末，固然齐越担任新的战阁阁主后做的也很不错，尽职尽能，但他还是记得周末，想周末。只是他也渐渐释然了，崎岖岛复活一个人的概率太低了。梵域已经拥有崎岖岛1年了，至今为止，埋在崎岖岛上的人并未有1人复活。他想，崎岖岛的真正作用或许不是复活，而是给人一个念想。有的时候，他甚至怀疑崎岖岛其实根本无法复活死去的人。陈凡面色平静地望向躺在墓坑里的周末，也没烧纸，只是将纸钱放在墓碑旁，才转身离去，重新回到江北。早已经等候在传送阵旁边的万岁快步上前，跟着陈凡身后大步朝樊城走去。狱主，目前护翼大陆的玄天推进器已经全部安置完毕，均是20级，今天下午便是试投用时间。按照计划，狱主你需要前往现场。陈凡轻点了下头，他已经忘记了是清除哪个鬼族的时候获得了玄天推进器的建筑蓝图，但有了这个东西，大陆就可以移动了。先安置在护翼大陆上看看效果。之所以选护翼大陆，主要因为护翼大陆面积较小，比较省钱。说是大陆，其实也就是一座比较大的岛而已。就在这时，不远处，一条1米多长的鳄鱼正快速朝他奔跑而来，最后停在他脚边。扣扣，陈凡笑了起来，蹲下身子轻抚着扣扣脑袋。微微的沉睡时间比他想的要更久，自从服用了那颗异兽之心后，便陷入了沉睡。如今已经过去1年之久了。更离奇的是，微微的父母本在待产，但不知为何也纷纷陷入了沉睡。以前微微父母待产的时候可是没陷入沉睡的，原本应该出生的新的小崽也在微微母亲腹部里陷入了沉睡。一家5口，4个沉睡，只有扣扣。扣扣这1年来无聊了，总会来找他。扣扣不会说话，也不干什么，只是跟在他身旁，趴在地上看着。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但扣扣好像不觉得无趣。至于扣扣身上的变化，药王谷最后那边给出了一个结论，不清楚有什么具体变化。反正苏醒之后的扣扣比以前体力和耐力好了不少，比微微都要强很多。当然，没有微微那种可以破戒的能力，他也不在意。他对此本来也就没太多期待，在他心里，扣扣还是一个孩子。樊玉还没落魄到指望一个孩子来对樊玉做出多大贡献。你哥哥不是留下了很多玩具吗？扣扣摇了摇头，眼里流露出一丝无趣。虽然不会说话，但陈凡看懂了，都玩腻了。你哥哥那么多玩具，你都玩腻了。陈凡有些诧异。扣扣又摇了摇头，随后又自得地张开大嘴，吐出一棵极其美艳的桃树。你意思是，你哥哥的玩具都不好玩，你收集了你自己的玩具？扣扣自得地点了点头。不错。陈凡面色微微古怪地望向地上那棵桃树，这又是从哪弄来的？扣扣这些日子一直在跟随后勤阁清理战场的人员，前往各个大陆，虽然也帮不上什么太多的忙，只是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扣扣也找到了不少喜欢的玩具。在得到了陈凡的鼓励后，扣扣像是找到同好一般，张开大嘴，吐出一个一个自己珍藏的玩具。陈凡笑盈盈地望向眼前这一幕，吞天鳄肚子里都有一个储物空间，和魏代分开的，能装不少东西。万岁也没再汇报，也笑盈盈地站在陈凡身后望向眼前这一幕。只是一炷香后，陈凡的面色渐渐茫然起来，他望向周围堆满了的玩具和面前那根通天柱，终于忍不住抬手打住，声音有些微微发颤。等等，扣扣，这根通天柱是……我知道，导弹储备基地那边上次和我说了，说你经常趴在他们基地外面盯着通天柱看，我就让他们给了你一根1级通天柱，当做给你的玩具。我是说，你为什么能将一根通天柱装进肚子里？陈凡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望向四周。通天柱在未启动之前，足足有数百米的高度。吞天鳄腹部是有储物空间没错，但根本不可能他妈装的下一根通天柱啊！而且扣扣吐出来的东西已经远超正常吞天鳄腹部可容纳空间了，魏魏肚子里可装不下这么多东西。扣扣偏着脑袋望向陈凡，瞳孔里有些疑惑，像是不知道陈凡在疑惑什么。等等，陈凡突然反应过来了什么，带着扣扣大步走上一旁的樊玉高铁。扣扣，你跟我来一趟。樊玉无名山后方的导弹储备基地。扣扣，
你试着多吞一些通天柱，装进你肚子里的储物空间里，装到塞不下为止。扣扣虽然有些不明白，但还是重重点头。下一刻，扣扣冲到一根通天柱面前，张开嘴，嘴张得并不大，甚至带着一丝大家闺秀的矜持，但面前的这根通天柱却开始快速变小，并消失在扣扣嘴里，速度很快，一根一根接一根。一个时辰后，万岁望向手里本子上的标记，眼里满是骇然的声音发颤道：“玉主，扣扣共容纳了17209根通天柱。”此时他看向扣扣的眼神里充斥着狂热和激动，这意味着什么？以后传输物资不需要频繁的通过传送阵，仅扣扣一恶便可承担一场大型战役的建筑运输。这个能力不是纸面上的能力，但应用在大型战役中却是降维打击。万岁望向扣扣的眼神愈发狂热起来。对于参谋阁来讲，如今的扣扣那就是核武器。陈凡呆呆的望向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扣扣，忍不住笑了起来，干得漂亮，扣扣，哈哈哈哈！陈凡神情满意，大笑着转身朝一旁高铁走去。这应该就是扣扣上次异变后的能力了，很不错。恶意大陆鬼皇95带着向阳一众手下，翘首以盼的等候在传送阵旁。今日是测试玄天推进器的日子。下一刻，白光闪过，陈凡带着瘸猴等人出现在恶意大陆。开始吧！随着一声令下，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恶意大陆海下一个巨大的玄天推进器尾端喷口开始喷射出猩红火焰。恶意大陆上共安置了1700座玄天推进器，此时启动了100座，强大的推力让恶意缓缓开始移动。与此同时，碎裂的声音传来，那是海底隧道碎裂的声音。这道原本连同新大陆和恶意大陆的隧道，伴随着恶意大陆的移动，缓缓塌陷。他们提前切断了这条隧道，他们用雷雨海域最深处的那种极其坚固的泥土堵塞住海底隧道，确保归位后还能重新连在一起。大陆开始缓缓在海面上移动。继续，伴随着王奎一声令下，同一侧的额外200个玄天推进器被再次启动，大陆的前进速度再次快了一点。今日主要是测试，多次实验后，王奎来到陈凡身边汇报道：“玉主，玄天推进器安置的越多，大陆速度都会越快，但并不是倍数增长。按照目前的数据，永业大陆共计需要8000座玄天推进器，方可达到最优性价比。当然，如果玄天推进器能突破等级上限，也会提升速度。”陈凡轻点了下头。就在这时，一则消息传来，玉主收到消息的瘸猴第一时间急促地冲了过来。活了，活了！张太平活了！陈凡站在原地微微一愣，一时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一年来，他原本都对崎岖岛失望了，他甚至怀疑崎岖岛是否真的有复活效果。此时在听到张太平复活的第一时间，他的反应是茫然，直至在瘸猴再次开口后，陈凡才嘴唇微微发颤，传令回樊玉，让樊玉备好庆功宴，将张太平的遗孀接到崎岖岛，我们去接张太平回家。另外一个边，崎岖岛上，张太平从墓里爬出来，望向周围陌生的一切，他是第一个发现这座岛屿的。那个时候，这座岛屿只有中间有丛林，周围都是鹅卵石的沙滩，如今却变得陌生了许多，大片大片的墓地。活了！昔日的记忆在脑海里快速浮现，只是他并没有狂喜，反而隐隐有些绝望。他不知道距离自己死去过去了多久。他看见了旁边一座墓的墓碑，周末之墓，一股难以想象的绝望和茫然在他心头涌起。周阁主死了，或许已经过去了100年，他的妻子孩子都已不在世，甚至连陈玉竹也。还有人记得他吗？还有人知道张太平这3个字吗？张组长身旁传来一道声音中夹着激动的声音，只见一个身穿樊玉服饰的成员不知何时站在身边。樊玉后勤阁守墓一组成员王飞见过张组长，玉主已收到消息，在赶来的路上马上就到。玉主还活着，自然。我死多久了？1年出头多一点。1年吗？张太平神情恍惚着，内心的那种无助稍微消散了一点，但很快又指向身旁的墓。周阁主事，死战牺牲，死于企业人手里。张太平沉默着没有讲话，他甚至都不知道企业人是哪方势力。这1年内，樊玉经历了多少危机，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樊玉这1年肯定不轻松，连周阁主都战死了。下一刻，崎岖岛上的传送阵闪过阵阵白光，陈凡等人已赶来。太平，陈凡站在远处并未靠近，跟在他们身后的一个女人则是在看见张太平的一瞬间，眼红瞬间通红，快步跑进张太平怀里，瞬间泪如雨崩。爹爹！而在女人身后，一个穿着开裆裤的肥嘟嘟男婴跌跌撞撞爬过来，最后才拽紧张太平的裤脚，抬头望向那张满是沧桑的脸颊，艰难地挤出2个字：爹爹亲。原本还在准备安慰妻子的张太平，听到这声奶声奶气的爹爹后，瞬间忍不住的眼眶通红，蹲下身子，将女人和男婴一同抱在怀里。陈凡和瘸猴等人没有靠近，只是默默站在远处望向这一幕，将时间留给几人。片刻后，张太平小跑到陈凡面前，右拳重重砸至左胸，深吸了一口气后高吼道：“樊玉商阁探索组17组州长张太平成功归来，见过玉主。”陈凡站在原地安静地望向张太平，对他来讲这张面容有些陌生，他从未单独和张太平见过面。在他得知张太平立功的时候，张太平已经死了，但对方做的事他却极其熟悉，就是这么一个对他来讲近乎陌生的人，为了他的愿景甘愿赴死。
陈凡，仅代表樊玉欢迎张太平正式归家。他拍了拍张太平的肩膀，上次遗漏的庆功宴，这次必须补上。走，回去开启。樊玉、无名山久违的庆功宴终于再次开启。樊玉日报头条几乎第一时间登报了这则消息。樊玉商阁17组州长张太平死而复生，凯旋归来。这场庆功宴迟到了1年，但好饭不怕晚，赶上了就好。众人已经许久没喝酒了，今日开心，一坛坛酒端了上来，直至夜深。席散了，陈凡以醉意袭来，率先离席，回到1号洞穴自己的石屋内入睡。而王奎则是不知何时偷偷离去，独自一人来到江北防线上，在浓郁黑暗下轻抚着身旁的石砖，低声呢喃着：“周末，周末。”他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或许也可以像张太平那样，将周末早点换回来。防线上不仅他一人，他看见了前方不远处站在城墙上发呆的小邱。狱主喝醉了，在王奎靠近后，小邱才轻声道：“王奎点了点头，站在小邱身旁，双手撑在城墙边缘上，望向远处漆黑的海洋。这还是我第一次见狱主喝醉，以前喝酒的时候，狱主基本上都是点到为止。狱主会不会在想，如果复活的是周末就好了？”小邱低声道：“可能，但不要随意揣测狱主，就算这样想，也是人之常情。只是被你说出来，就显得狱主有些过于冷漠了。”小邱没有回话，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时间流逝，永夜新历03年4月18日，魏魏醒了，但陈凡是最后知道魏魏醒过来的。当他知道的时候，魏魏干了一件大事，陨落天穹被魏魏击碎了，大量浓郁的气体正从窟窿散下来，落在永夜大陆上，形成一座座鬼矿。而魏魏正满脸得意地趴在平台上，脑袋昂得极高，尾巴如以前样兴奋地不断拍动，只是眼底深处却夹杂着深深的疲惫。少爷，绝侯低下头，不敢直视陈凡的视线，眼神飘忽的小声道：“我这辈子没瞒过你任何事，这是第一次。主要是我也觉得这样或许会好点。生日快乐，少爷！”魏魏于4月1日便已苏醒，只是苏醒后并未告诉陈凡，而是独自一人东躲西藏的一路从江北跑到了玄武平原，准备独自一人前往玄武天柱破开陨落天穹，在4月18日将此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陈凡。但樊玉对玄武天柱的看守极其严格，魏魏抵达的第一时间便被发现，然后消息层层上报，来到了瘸侯手里。瘸侯得知魏魏的意图后，挣扎许久后，还是瞒下了这件事。就这样，魏魏趴在玄武天柱上，不眠不休，不吃不喝，坐定了18日。于4月18日睁眼挥掌，天穹应声而碎，无穷无尽的灵气从9天之上洒向永夜大陆，好像在世人宣告，今日是魏魏老大陈凡的生日。陈凡站在原地沉默许久后，才望向魏魏。他对自己的生日从未有期待，如果从小到大每年生日都有亲朋好友送上祝福和礼物，他自然会期待。但穿越到这个世界之前，他是孤儿，无亲无友，从未过过生日，对生日自然也没有任何期待。就像去年的生日，也就那样过去了，他甚至都不记得。只是谢谢。陈凡笑了起来，但随后才望向瘸侯笑骂道：“以后不准瞒着我了。樊玉里如果有太多瞒着我的事情，我会害怕。走，一起去看看企业人心心念念的天外天究竟长什么样子。”他抬头望向头顶那近在咫尺的窟窿，瘸侯咧嘴笑着从一旁角落里搬出了梯子。很快，陈凡、瘸侯等一行人顺着梯子爬上了天外天。陈凡站在原地，望向四周，寂静，没有一丝声音，周围什么都没有，头顶没有云，没有太阳，但却有光线，不知光线何处而来。脚下的结界是透明的，像是站在一个透明的玻璃上。这里就是天外天，陨落天穹，企业人想要建立国度的地方。但企业人肯定没来过天外天，否则他们应该就会知道这里不适合人类生活。陈凡抬头望向头顶，他在想头顶会有什么，但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浮现出的一道提示声打断了他：已前往特殊区域陨落天穹，获得特殊配件天眼之眼。陈凡望向这个面板，建筑名称天眼之眼，建筑品级白色，建筑等级1级，建筑模块不可升级，建筑效果仅可安置在陨落天穹内部，并可监视正下方区域，打造一个天眼之眼，所需10万枚鬼石。陈凡走至一旁角落，很快伴随着大量白色线条在空中浮现并凝实，一个足足有10米宽的正方体落在地面上，并缓缓嵌入地面结界，和地面结界融为一体。随后，正方体建筑被启动，外壳脱落，化成一颗7、8米宽巨大的眼睛，如天道在俯瞰人间般。他望向灵魂深处天眼之眼所传来的信息，范围极其大。陈凡呆在原地，意识沉浸在灵魂深处。这个视角真的很像是天道的世界，而且能不断放大。他不断放大，最后甚至清晰地看见了无名山后山趴在树上的一个知了。这个建筑可接入天眼镇大屏中控台，也就是说，如果他打造足够多的天眼之眼，他可以彻底监控永夜大陆这片海域，乃至整个战争泥潭。战争信息有多重要，毋庸置疑。有了天眼之眼，他可以很轻松地对鬼族实行斩首计划，对其他大陆的重要建筑进行精准性打击，并且一眼便能看见那里是最薄弱的地方。良久后，他笑了起来，从怀里掏出一枚天道石，放在天眼之眼身旁，并选择了天道赐福效果。
苍天有眼，天眼之眼可在云层书写信息布告天下，类似大陆晋升的天道通告意象。他微微思索了一会儿后，才在天眼之眼输入了指令。下一刻，整个永夜大陆的所有人都看见头顶的云层在快速搅动，最后形成了一行字：陈凡，今天开心。所有人休假，先是茫然，但随后便是兴奋。一是兴奋樊玉竟有这种通天手段，二是放假。自古以来，放假总是令人心情愉悦的。陈凡看得更加清楚，他看见天眼之眼射出了一根细小的猩红光柱，搅动云层，然后才在云层形成了这2行字。这个手段不错，日后樊玉再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公告，便可用这手段，不但触及的速度更快，最主要是逼格高，这可是天道才拥有的手段。陈凡笑得很开心，望向身后瘸猴等人，大手一挥，干活！瘸猴微微一愣，下意识道：不是说今天放假吗？他倒是不抗拒干活，但主要是少爷的命令有些冲突，他得问一嘴。有理。陈凡突然想起这件事，日后每年4月18都是休息日，所有人当天休假，明天再让后勤阁的人来干活。临走前，他打造了数百个天眼之眼留在这里。次日，后勤阁大批人员赶来，开始在陨落天穹的地面结界上铺设天眼之眼。陈凡将其命名为监天工程。1个月后，时间来到永夜新历5月18日，监天工程已经小有成就，目前天眼之眼已经遍布近乎大半个海域，而樊玉无名山。陈凡正坐在石屋书桌前，意识沉入灵魂深处，连接到护翼大陆上空的那个天眼之眼上，不断放大之下，精准找到了正躺在巨大摇椅上读报的鬼皇95，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他听不见。天眼之眼只传画面不传音，看起来挺乖。下一个，他像是一个巡逻在自己领地的雄狮一般，暗个巡视这片海域其他大陆的具体状况。别说，这种感觉还挺神奇，不出门半步却能知道天下事。护翼大陆躺在摇椅上的鬼皇95打了一个重重的喷嚏，揉了揉鼻子，嘀咕道：是不是有人想我了？平淡的日子并不常见，至少陈凡很珍惜这段日子。时间已经来到了永夜新历12月23日，距离保护期结束还剩7天。这一日，陈凡什么都没做，只是独自一人站在江北防线上走着，没让任何人陪同。玄武推进器已在永夜大陆铺设完毕，天眼之眼也在继续铺设，已经铺设到战争泥潭了。他从是星轨里知道了战争泥潭的方位，顺着这个方向一直铺设天眼之眼，自然便可以铺设到战争泥潭。确实很乱，他看见战争泥潭里有很多座大陆在对轰，有的大陆防御全开，只求在战争泥潭的角落里蹭一蹭，有的大陆则是火力全开，彼此对轰，鬼潮漫天，将海水染黑。而令人不太愉快的是，他看见一座在3日前退出了战争泥潭，在战争泥潭附近的海域里原地休整，并且已经调转方向，朝樊玉所在的海域赶来。通过天眼之眼，他看见了这座大陆上飘荡的旗帜，荒族是星鬼贪心所在的那个3级鬼族，目标极其明确，速度如果保持不变的话，预计20日后抵达永夜大陆附近，也就是在保护期结束后的第13天。陈凡独自一人安静地走在江北防线上，而在樊玉大批樊玉成员则是已经将战略储备仓库全部打开，将大批的鬼石搬出来。这一战对他来讲至关重要，存了3年的战略储备仓库到了开启的这一日，远在数万里之外，一座大陆正在缓缓移动。而在大陆核心区域，一个高10米的鬼物正坐在宫殿内的王座上，望向手里的地图，身旁下属汇报道：王，我们已按计划暂时退出战争泥潭，预计还有20日便可抵达永夜大陆。这尊鬼物没有讲话，只是淡然地望向手里的地图。按理来讲，一座2级大陆还不值得荒族全体出动，只是贪心既然死在了那片海域，这让他内心升起了一丝警惕，毕竟是天谴之地，不容小觑，否则他不会全军出动的。樊玉正在铺设城墙的陈凡突然笑了起来。参谋阁那边传来消息，天眼之眼探测到在战争泥潭方位有另外一座大陆向他们这里正在移动，这座大陆人数较少，很多都是左撇子，初步判断为企业人的势力，是一座3级大陆。他偏头望向远处渐渐暗下来的天空，确实颇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一个3级鬼族，一座3级大陆一起来了，这就是樊玉保护期结束之后所需面对的吗？挺好，也是，如果是他的话，他也会掐点来。这个时候的樊玉确实最脆弱，天眼之眼堪称变态般的监视能力。陈凡一边铺设城墙，一边望向天眼之眼所传回的画面，有些建筑他并未见过，而那些建筑看起来就不一般，尤其是陈凡眼睛微微眯起，从怀里掏出问天铃，描述着有一个建筑应该是炮塔，安置在城墙上，炮管极长，约莫100米左右，表面有猩红纹路，炮塔基座较大，且刻有天眼2字，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建筑。有一个3级大陆，但只有2座这种炮塔。你知道这是什么建筑吗？很快，问天铃微微晃动，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该建筑名为天眼轨道炮，是红色品级的大陆级战略武器。陈凡面色平静地望向这座正在缓缓移动大陆上的这个炮塔。天眼轨道炮，他不知道威力如何，但他不太想让永夜大陆作为靶子来试试。这座大陆比荒族路程远一点，荒族大概率在20日后抵达，这座大陆在22日后抵达，不是同一时间抵达，他还有机会。当他的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后，他也会有天眼轨道炮。护翼大陆，鬼皇95正身穿95格格主服饰，
事，面色严肃地站在一批鬼皇身前。7日后，永业大陆保护期正式结束，并于当日晋升至3级大陆。而在20日后，3级鬼族荒族将会抵达永业大陆，并对梵域发起突击，并且在22日后，还有企业人所在的3级大陆会抵达永业大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梵域灭亡，我们养老一族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大敌袭来，接谕主令，需派出一个鬼皇，带领一批鬼巢，在荒族路线中途等候，想办法加入荒族，从而在关键时刻里应外合，一锤定音。谁去？鬼皇95说是在询问，但视线却落在了向阳身上。他的老部下鬼皇固然忠心耿耿，但灵智方面却差了点。向阳是他见过开智程度比较高的鬼皇，他的军师也不错，但他的军师不是鬼皇，对荒族来讲没有吸引力。向阳就不错，脑子灵活，也有实力。6日后，距离永业大陆保护期尚有最后1日，陈凡已经停下了手中的所有工作，在瘸猴的陪同下，站在江北防线望向海平面的落日。城墙已经打造完毕，在城墙异化的军事分支下，建造城墙的消耗降低了很多。如今永业大陆只有一道防线，那便是永业防线，数万公里的10级城墙将整个永业大陆都围了起来。而在梵域，各个部门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情，进行着最后的收尾工作。商阁的对外探索非洲已全部召回，一切正常启动。崎岖岛上已经是商阁探索组副组长的张太平，在检查完所有安置在这座岛屿上的旋天推进器后，才高声下令。下一刻，伴随着旋天推进器的启动，阵阵碎裂的声音传来，崎岖岛开始缓缓移动，目标护翼大陆。大战将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他的任务就是将梵域所拥有的5个稀有岛屿全都运到护翼大陆附近。这些稀有岛屿也都是梵域的重要资产，必须保护起来。尤其是崎岖岛，这不仅仅是一座稀有岛屿，更是一个念想。这个岛屿对梵域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护翼大陆，鬼皇向阳望向不远处渐渐消散的虚幻玄武，在出门之前，虚幻玄武需要解除。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不需要晨跑了。在集合部分鬼巢的间隙，他在养老一族的城池里转了许久。他从未想过鬼物也会有自己的城池，在这里生活的2年时间，是他此前从未经历过，也从未想象过的，可以说是他鬼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老大从不叫他七皇，而是向阳。七皇是他以前最大的荣耀，而如今他最大的荣耀是向阳。如果非要加个前缀的话，也可以说是梵域95格鬼皇向阳。他对梵域没有抵触，但如果老大离开梵域了，他也不会对梵域有太多留念。走了，准备的差不多了。向阳带着一批鬼巢，站在护翼大陆的岸边，望向自己的老大鬼皇95，笑着道：“凯旋归来。”95比向阳高很多，右手重重地拍在向阳肩膀上。好，向阳笑了笑，最后看了眼护翼大陆，转身离去，没再回头，只是摆了摆手，带着一众鬼巢入了海，朝远处游去。他会归来的，他会迎着太阳盛大归来，等待他的将会是老大那赞许的眼神和满是好酒好菜的庆功宴。他对梵域没老大那么深的感情，但既然老大希望，他愿意去做，只因老大是第一个将他当做一个活生生的鬼去看待的鬼。在老大眼里，自己真的是他兄弟，而不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在遇见危险的时候会说你一看就没什么战斗力，躲在我身后的老大。这样的老大他以前没遇过，他想世间可能也难有第二个。参谋阁内，参谋阁阁主万岁正望向天眼镇大屏，快速查看梵域一座座建筑的情况，主要看是否通过铜管接入鬼火，以及重要地段的铜管是否已经虚幻化。他面色颇为严肃，嘴唇泛白，状态很不好。他对梵域的了解比很多阁主都要多，他知道这场战役对于梵域来讲意味着什么。或许是梵域的胜利太多了，所有梵域成员乃至永业大陆上的百姓对这一战都很乐观，坚信梵域永不败。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如果真正熟读梵域史书，便会知道梵域并不是永不败，甚至还在江北雨季的时候，便因为肉虫鬼巢的冲击，将营地前移到了无名山，那是第一败。他对梵域史书近乎了如指掌，尤其是在上面有了自己的名字后，更是时常把玩欣赏。万岁正在查看天眼大屏上一个个建筑的信息，距离保护期结束只有1日了，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他突然想到了什么，面色瞬间煞白。梵域数年以来的拼搏努力，将在一朝万劫不复。无名山1号洞穴石屋内，陈凡正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桌前发呆。该做的他已经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命运了。接下来的这一战，或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战。输了，一无所有；赢了，新的开篇。就在这时，门被撞开，万岁踉踉跄跄、面色煞白地冲了进来。陈凡见状，轻叹了一口气，他不愿看见万岁这副模样，这往往意味着不是什么好消息。狱主，万岁站在书桌前，面色难看的沙哑道：“我们将天眼之眼扑到了战争泥潭的方向，从而监测到了皇族和企业人所操控的一座3级大陆在向我们袭来。但我刚才突然反应过来，有更多方向是我们天眼之眼还没有铺设过去的。我担心我们接下来所面对的敌人可能不仅这2个，还有更多，只是不在我们的监视范围。可能有更多敌人。如今的梵域，同时面对荒族和企业人所在的3级大陆是极其吃力的，战败几率很大，但还是有一些生机。可如果还有其他势力袭来，那梵域也不再有一丝生机。逃吧！万岁甚至感觉自己声音有些发颤，他从未想过自己会说出逃这个字眼，这不是他的风格。但此时此刻，他只感觉敌人如山崩般压着他喘不过气来，只要活下去，就总有机会的。陈凡
凡面色平静地望向万岁，沉默了许久后，才起身走向一旁的鬼皮地图，轻声道：“你说的这一点我知道，没告诉你，不想让你有太大心理压力。这一战不能逃，荒族是梵域唯一的解药，我们必须拿下荒族，掠夺对方在战争泥潭里的生存时间，才能有真正活下去的可能。否则今日玉威逃了，那明日呢？后日呢？总有一日无法逃，需要径直面对，按照原计划执行。假若上天并不眷顾我们，我也安排后勤阁人员这些日子种植了大量呼吸藤蔓，并准备了大量泥土、粮食等基础生活设备，正源源不断运往天外天。一旦战败，所有人迁移至天外天，度过余生，忘记梵域，忘记过往。”陈凡安静地望向挂在墙上的鬼皮地图，轻声道：“或许事情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糕。倘若真到了那一刻，我就不走了。那先生以前跟我吹了很久，说永业大陆很硬，可以随便和其他大陆撞。到时我想试试究竟有多硬。好了。”良久之后，陈凡从鬼皮地图上收回视线，望向万岁，轻声道：“继续按原计划进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有意外，那是你我的命。得任新大陆。”好猫带着撒哈拉大陆之主乘坐非洲来到新大陆，商阁副阁主张大毛负责亲自接待。在海面上海悬浮着数百艘非洲。张阁主，好猫面色严肃且认真的一字一句道：“我不知道梵域是怎么看待我们好猫大陆的，但如果我们真要被一个3级大陆统治，我更希望那个3级大陆是梵域，而不是其他势力。梵域愈威，这是我们尽自己所能资助的一些资源，不求回报，但求梵域成功度过此劫。这是1000亿枚鬼石。”好猫深吸了一口气，沙哑道：“这是好猫大陆和撒哈拉大陆带来的所有鬼石，各占500亿枚。它只是一个2级大陆，还在2年前给梵域了一批鬼石。这500亿鬼石，说句有些狼狈的话，那是他砸锅卖铁凑出来的。这批鬼石给出去，好猫大陆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底蕴了。”张大毛默默地望向眼前两人和两人身后悬浮在海面上的大批非洲。梵域有保密条款，他无法告诉两人梵域的敌人是谁，只能在沉默许久后将右拳缓缓砸在左胸上。狱主要是缠身，无法亲自接待，让我转告二位，倘若梵域能度过这次危机，以后撒哈拉大陆和好猫大陆将在梵域拥有最高的礼宾待遇。两位的敌人便是梵域的敌人。这1000亿枚鬼石，我代梵域收下了。你客气，待我向陈狱主传话，就说我好猫信他，这次肯定也没问题的。1日后，阵阵碎裂的声音在永业大陆上空响起，时长3年的保护期正式碎裂，浓郁的天地灵气从9天之上洒向永业大陆，准予升格。如上次一样，数亿万道极细且成淡金的丝线从高空垂了下来，随后在永业大陆上空形成了4个金光闪闪并极其巨大的字。这意味着永业大陆从此沾上了世界级的舞台，真正可以在这方天地间拥有自己的声音。这4个大字在空中足足持续了1炷香的时间之后，这4个字才化作雨水，再次洒向大陆。陈凡在瘸猴的陪同下，站在江北防线上，感受着这场清凉且久违的雨水。永业新历04年1月1日，梵域晋升突破至3级大陆。他轻笑着望向远处，保护期结束了，围绕着雷雨海域的大批鬼潮开始发狂了一般，朝永业大陆发起了冲锋。只是数万公里的10级城墙将永业大陆保护在其中，只待进入射程，一门门20级的式神炮开始疯狂咆哮。当一枚枚猩红光弹落入鬼潮中，一边倒的屠杀开始了。这批曾经覆灭了新大陆的那批鬼潮，在面对永业大陆时显得极其无力。少爷，都在这儿了。瘸猴上前轻声道。陈凡转身望去，身后摆放着后勤阁成员搬来的99座天道炮。他轻点下头，将手放在一座天道炮上。下一刻，这99座天道炮开始融化，并化作猩红液体，开始快速定型。凝固，眨眼间便凝实成一座巨大的炮塔，炮管有猩红纹路，而那极大的炮塔上还刻有天眼2字，这便是3级大陆的几乎最强城防建筑，红色品级大陆级战略武器天眼轨道炮。他望向其面板，天眼轨道炮开一次火的代价为1000亿枚鬼石，堪称是天文数字。一座2级大陆的底蕴全部挖空，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字，一炮下去就能打空一座2级大陆的所有家底。好在继承了天道炮的消耗减半等效果，再加上噬魂雕塑、黑暗科技弹药消耗等，天眼轨道炮开一次火，对梵域来讲只需消耗135亿枚鬼石，虽然依旧代价较大，但已经是梵域一个比较可以承受的消耗范围了。1座不够，按照计划需要10座。只是就在他准备动身之日，那先生突然浮现在身旁。陈凡，永业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那先生的望向陈凡，轻声道：“还记得我说这3年一直在吞噬你上次获得的那个原始大陆碎片吗？如今已经彻底吸收完毕，永业大陆变得更加坚固的同时，拥有了一定的正统性，并且我将大阵融入你的永业防线中。你的永业防线变得更加坚固的同时，也有了原本大阵的作用，对鬼物有很强的克制效果。”陈凡望向海岸边，大量山脉在海岸边凭空升起，又快速融化，融进他的永业防线里。他对那先生点了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后，才起身走向一旁的传送阵，准备去在永业大陆各个角落快速部署好剩余的9座天眼轨道炮。就在陈凡刚刚将天眼轨道炮部署完毕，便收到了参谋阁的紧急传信。参谋阁内，陈凡站在天眼大屏前，望向巨大屏幕上，一个猩红光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朝永业大陆激射而来，以这速度，最多还
还有300息便会抵达新大陆。这道猩红光束旁边还有一个小条框，检测为战略级通天柱，内含20级天道炮的全力一击，预计抵达时间上剩余300息、299息、298息。陈凡面色平静地望向这根天眼大屏上的猩红光束，企业人所在的那座3级大陆发射的。看来对方好像很清楚永业大陆保护期具体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大陆尚在数万里远，但攻击已袭来，而这次被打击的目标是樊玉。与此同时，企业人大陆地下会议室内，所有高层人物正举在一间屋子内，望向大屏上的永业大陆。只是大屏上只有永业大陆的模糊板块，看不见任何信息。他们能通过这个来确认永业大陆没有启动玄天推进器逃跑。大人，身旁一个心腹低头沉声道：“我们已试探性的发射了2发战略级通天柱，通过引爆地点来看，第一发在海域上爆炸，应该是被成功拦截；第2发在大陆岸边爆炸，也被拦截，只是拦截较晚。根据推测，永业大陆有一定的防空系统，但并不全面。一旦发射的通天柱数量较多，对方可能就防不过来了。很好。”站在大屏最前方的一个老者，单手背负在身后，眼里满是狂热。企业人终将重返天外天，那是我们的应许之地。外人已经占据太久了，是时候将他们彻底清除了。一次性发射47根战略级通天柱，彻底摧毁永业大陆布置在大陆边缘的玄天推进器，不能让他们跑了。狱主江北防线上，参谋阁阁主万岁正面色古怪地望向前方刚被战略级通天柱轰出的一个巨坑。企业人大陆一次性发射了47根战略级通天柱，但并没有越过城墙，轰炸目标好像是我们的玄天推进器。想法是好的，只是永业大陆在经过原始大陆碎片大陆核心以及黑暗科技的3重增幅后，早已经变得极其坚硬。也就是说，企业人大陆这波看似极其狂傲的通天柱洗地，对樊玉近乎没有造成一丝损失。虽然确实摧毁了不少玄天推进器，但玄天推进器的造价成本并不贵，等会儿再打造一批就是了。我望向眼前这一幕笑了起来。47根战略级通天柱，至少造价也得250亿枚鬼石。对手的250亿枚鬼石就这么轻飘飘的砸水里，而我只需要付出一批玄天推进器被毁的代价，这笔买卖简直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对方这种大代价，只为了摧毁我们的玄天推进器，明显是生怕我们跑了。用这么大代价只是为了阻止我们逃跑，说明对方有些过于高估他们的实力，也有些过于低估我们的实力了。不过樊玉如今的整体势力虽然确实不如对方，但也没差那么多。如果对方这样玩的话，那很容易就给自己玩死了。现在还有多少门玄天推进器？6382座。万岁耸了耸肩，近乎不影响永业大陆的前进。启动下试试。我挑眉。好嘞。下一刻，其中1000座玄天推进器缓缓启动，永业大陆开始缓缓移动，移动速度极慢，但就是这么慢的移动速度，仿佛触碰了某人的神经一般。狱主万岁望向手里的天眼副屏，面色古怪道：“那边好像有点急了。”一次性发射了77枚战略级通天柱，轰向我们的西部沿海大陆。他们刚才启动的西部的玄天推进器，这座大陆的打击目标也是他们西部的沿海玄天推进器。急了，这是真急了。我笑了起来。我知道3级大陆肯定底蕴深，但你再深的底蕴，够你这样玩几次？1次、2次，还是7、8次？每一次可就是几百亿枚鬼石扔水里啊！而此时，企业人大陆地底会议室内寂静无声，所有人都眼观鼻鼻关心，事情有点棘手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永业大陆又不知道他们。只要别一开始发射那2根通天柱打草惊蛇，屁事没有。等他们都靠近了，就算永业大陆有玄天推进器，也没有任何意义。手到擒来，十拿9稳。大人，烂摊子已经既然有了，那还得想办法收拾。身后一个幕僚沉声道：“目前通过我们发射过去的战略级通天柱防线方向，对方选择了向东方反方向逃跑。以永业大陆的面积，至少需要4000座玄天推进器才能满足移动需求。我们不需要摧毁永业大陆东部的玄天推进器，启动那边的推进器只会距离我们更近。我们需要尽快摧毁永业大陆其他3个方位的玄天推进器。只要摧毁了这一批，10天内永业大陆肯定无法重建玄天推进器的。然后我们需要将本大陆的玄天推进器催动到极限状态，这样原本预计还有15天的路程，可极限缩短到13天。吩咐下去。”站在地图前方的老者声音沙哑的缓缓道：“按这个计划执行。”不久后，企业人大陆展开了新一轮轰炸，近乎发狂一般，一次性轰出了300余根战略级通天柱，分别轰向永业大陆北南西3个方向。仅仅这一波轰炸就消耗了企业人大陆1500亿枚鬼石，但对于樊玉来讲，损失几乎为0。不过在参谋阁内，万岁有些面色不是很好看到。狱主，企业人大陆加速了，按照现在的速度，还有15日便会抵达永业大陆，和荒族近乎同一时间抵达。我没有讲话，只是望向鬼皮地图。我终于知道俘获相依是什么意思了。我就斗了斗企业人大陆，给自己的时间差都没了。荒族那边有反应吗？没有。我轻点了下头。这至少说明荒族没有什么远距离监视手段，完全不知道永业大陆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永业大陆正在遭受疯狂轰炸。随后，我大步走出参谋阁，来到江北防线上，望向灵魂深处的永业领主面板。在永业大陆成功晋升至3级大陆后，黑暗科技术后续分支终于显现出来。这几年，我共积攒了17个黑暗科技原点，经济民生一个没点，全留在这里。我相信肯定很少有3级大陆点亮这个层次的军事黑暗科技。黑暗科技名称：信号塔异化。黑暗科技品级：无。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可操控信号塔范围内任意势力发射的火力打击，并为其设置新的打击目标，1日只能操控1根。倘若对方势力也拥有该黑暗科技，则无法生效，使用次数不返还。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
10点，我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闭上双眼。有了这个黑暗科技，就意味着我可以将企业人大陆发射的一根战略级通天柱强行拿走其操控权限，将打击目标设置为荒族。这样一来，这两个势力可能会先打起来，而我只需要坐享渔翁之利即可。即便无法当渔翁，也可以先将水搅浑，点亮这10点黑暗科技原点物超所值。7日后，距离荒族和企业人大陆抵达还剩8日时间，永业大陆近乎做好了所有准备。新的一批玄天推进器早已打造完毕了，但并未投入使用，而是装作迟迟没打造好一样，直至今日才再次启动。果不其然，启动的一瞬间，天眼大屏上再次出现了近100道猩红光束，又是来自企业人大陆的轰炸。又急，总是这么沉不下心来。我站在参谋阁内，望向天眼大屏上笑了起来。我轻抚着手杖，位于无名山后方的一座20级信号塔散发出阵阵绿色光芒，如石子落入湖里溅起的涟漪一般，快速朝四周散去。很快便捕捉到了这数百道猩红光束的其中一道。下一刻，这道猩红光束近乎90度的调转方向，径直轰向荒族所在的大陆。广袤无边的海洋上，一批鬼巢正在远征。37，向阳有些气喘吁吁地望向身旁卖力游泳的伟人鬼。你爹为什么要给你起个37这名字？有什么寓意吗？有。伟人鬼小声道父亲说，37等于21。然后呢？没然后了。向阳面空表情的偏头望向身旁这个伟人鬼，他尝试去理解老大的想法，但思考了许久，他还是没想明白老大取这个名字时候的逻辑。他其实很想说一句，既然如此，为何不直接叫21？但他没问，他预感到不会得到一个正常的回答。我一路上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没有？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尽量不暴露自己。伟人鬼点头数下，表示自己记得很清楚。向阳盯着鬼皮地图，最后看了眼方位，估算了下路程后，将手里的鬼皮地图丢进海里，希望一切顺利。轰！荒族大陆一根通天柱在海域上空爆炸，披着猩红披风的荒悬浮站在半空中，面色阴沉地望向远处海域上的爆炸。于百息前，有一根战略级通天柱没有任何征兆地轰向他所在的大陆。鬼巢中的荆棘鬼第一时间发射了荆棘，在海域上拦截了这根通天柱，并将其引爆，没有对他们造成什么损失。荆棘鬼3级鬼族的独有鬼物，可发射巨型荆棘当作远程攻击手段，通常用来攻城以及拦截地方的火力袭击，但每日只可发射一根巨型荆棘，一次之后便需1日的休养，才能在体内再次诞生出巨型荆棘。他们荒族共储备了678个荆棘鬼，单日最大可拦截火力袭击数量为678，除非荆棘鬼进化到了鬼圣，否则是无法拦截天眼鬼道炮的。目前为止，荒族只有一个鬼圣，而这个鬼圣恰好就是荆棘鬼。这个27级的荆棘鬼圣便是他。荒是他的名字，荒族是他一手创建的势力。在鬼族里，最悲催的鬼物一向是肉虫鬼、荆棘鬼这种功能性的鬼物。这种鬼物往往很难有进化空间，建功立业的什么他们，但瓜分果子的时候往往没他什么事儿。没人知道他一个荆棘鬼一路走到鬼圣付出了多少，但他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这根通天柱是哪方势力轰来的？他已秘密离开战争泥潭，按理来讲没人知道他的去向才对。这根通天柱袭来的方向是北方，不是永业大陆轰来的，那会是谁？荒面色冰冷的大手一挥，下一刻，身后鬼巢中飞出数十个巨大的蝗虫鬼物，前往爆炸位置，来回转了几圈，随后才朝北方疾驰而去。这是黄鬼，可记住气息，哪怕是敌方大陆通天柱的气息也可记住，然后原路返回，找到目标。他要知道是谁对他动的手，目标为何？天黑后，他得到了2个消息。第一个消息，黄鬼找到了发射通天柱的大陆，正在朝东方疾驰而去，路径看起来正是永业大陆，一座人类所占据的3级大陆。第二个消息，在附近海域里发现了一大批鬼巢，像是在赶路般，个个精疲力尽。在遇见他们后，这些鬼巢开始疯狂往反方向逃窜。坐在宫殿王座上的鬼物面色毫无波澜的，食指在椅子扶手上轻巧着。看来永业大陆上有至宝的消息，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也想要啊。一座3级大陆，这就有些棘手了。他起身走出宫殿外，大战将至，能多一批鬼巢固然是好的。跑，快跑！海域上，向阳一边用余光不经意地望向身后紧跟着他们的荒族鬼物，一边故意高吼道：“快跑！主动加入，目的性太明确了。”而这种被迫加入就显得合理多了。然而下一刻，只见一道猩红流光从天边袭来，缓缓停在向阳头顶，仅仅只是所散发出来的气势，就压着一众鬼巢无法动弹。向阳首当其冲，更是面色涨红，牙关紧咬，一句话说不出来，身子甚至不受控制的开始膨胀。他从这尊鬼物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那是比昔日是天族全盛时期的王要更恐怖的气息。一瞬间，他甚至有些绝望，这样的对手，樊玉真的能应付得了吗？肉虫鬼原本面色冰冷的荒，注意到向阳因压力骤增而不受控制的身体膨胀区域，眼里闪过一丝动容。鬼皇，肉虫鬼，哪怕他这一辈子在战争泥潭里征战无数，也却从未见过鬼皇级别的肉虫鬼。肉虫鬼这种鬼物，在鬼物里是最卑贱存在，且寿命也几乎只有几个月左右，不知道哪天被风吹到哪里，自己就炸了。别说鬼皇了，他连一只鬼王级别的肉虫鬼都没见过。然而如今却见到了一只鬼皇级别的肉虫鬼，堪称奇迹。荒脸上的冰冷褪去了几分，俯瞰着海里的向阳，嘴角微微上扬。肉虫鬼的鬼皇倒是少见，本座明荒，乃3级鬼族荒族的王，报上你的来历，本座与你加入荒族。看见这只鬼皇级别肉虫鬼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从荆棘鬼一路爬到鬼圣，成为3级鬼族的王，一路上经历了什么，只有他知道。但现在或许这只肉虫鬼也知道，对方身上有他的影子，像他们这种鬼物，要付出比其他鬼物更多的代价，才能站在这里。他不服命，也不认命，他要告诉
诉这个世界，哪怕是荆棘鬼，也可成为3级鬼族的王。气势削弱，压力骤减，原本身体开始不受膨胀的向阳，身体又快速平息下去。他恍惚了一下后，才低下头低声道：“是天族七皇，是天族覆灭于樊玉之手。我等被樊玉追杀，四处逃窜，只求找一座无人大陆或小岛休养数年。是天族。”荒瞳孔微缩，像是想起了什么。可是那个在战争泥潭里被打落至2级鬼族，然后慌乱逃走的那个是天族。正是，原来跑到这里了。想报仇吗？想加入荒族，我带你去报仇。好，向阳答应的干脆利落。荒挥了挥手，海里的向阳便悬浮在空中，站在他身后，朝荒族大陆飞去。我从没见过鬼王级别以上的肉虫鬼爆炸是何种动静，想必鬼皇级别的肉虫鬼爆炸动静应该不会弱。荒偏头望向向阳，轻笑着。向阳低下头，我也没见过。荒轻笑了一声，远眺向不远处的荒族大陆。肉虫鬼的使命就是自爆，你们是天族战败了，是天族的王已经战死了，你却带着部分鬼巢逃了出来，说明你是逃兵，背弃了你的王，你知道吗？我生平最憎恶的就是逃兵。向阳面色微变，他把这一茬忘了。是天族残兵确实是个不错的身份，但确实无法解释他为何还活着的这个事情。按理来讲，是天族要真到了生死关头，第一个死的就应该是他这个肉虫鬼。不等向阳有何回答，荒便口风一转，轻飘飘道：“但对你例外，你我是一种鬼，我本体是荆棘鬼，你应该知道荆棘鬼在鬼屋里的地位如何，毫无地位的工具人。可我偏不认这个邪。如今的我是鬼圣，荒族的王，像我们这种鬼，为了活下去，无论付出什么样的手段都是可以被原谅的。这个世界对我们本就不公平，我相信你也是这样想的。就像凭什么肉虫鬼的使命就是要自爆一样，无论日后荒族遇到何种危机，哪怕荒族亡了，我都不会启动你的。我真的很想看看一个肉虫鬼到底能走到怎样的高度，能不能日后也成为一个3级鬼族的王。接下来安心待在荒族，我会向你见证，身为一个荆棘鬼最远能走到多远。如果我倒下了，你要继承我的意志，去向整个世界证明，哪怕是一个肉虫鬼，也可以走得很远。荒的声音顺着海风飘进向阳耳里，站在荒身后的向阳有些怔怔地望向荒的背影。是天族的王告诉他，他在是天族的唯一使命，便是自爆。自爆就是肉虫鬼最大的光荣。他一直这样觉得，他觉得肉虫鬼就该这样，直至他遇见了95告诉他，一看你就没什么战斗力，躲在我身后。而荒告诉他，不会启动他，哪怕荒族亡了，也会送他逃走，只为想看看他身为一个肉虫鬼能走到多远。向阳默默地望向荒的背影，如果他在离开是天族后，第一个遇见的是荒，或许他会死心塌地的为荒卖命，但他第一个遇见的95给了不一样的感觉。95让他知道，肉虫鬼是可以不用自爆来实现自己价值的，但荒是敌人，95才是他的老大。说不定荒只是嘴里说的好听，真遇见危机的时候，保不准第一个就是将他丢出去。这一夜，荒没有去管那座大陆，而是破天荒的拉着向阳在自己宫殿里喝了一顿酒。荒喝得很醉，身躯迷迷糊糊的靠在王座上呢喃着：“七皇，你一定要记住，肉虫鬼不该被风裹挟，该有自己的路。”天亮了，荒的醉意褪去，又恢复到了往日冷漠的样子，坐在宫殿王座上，轻揉着太阳穴，思索着昨日对他们发射通天柱的那座大陆。观对方大陆的前进路线也是永夜大陆，和他的目标冲突，而且对方只发射了一根通天柱，不像偷袭，更像是挑衅或者宣战。沉默许久后，荒才缓缓道：“既然对方已经明牌了，那对方的目标应该跟我们一致，是永夜大陆上的那个至宝。传令下去，全速前进，我们要更快抵达永夜大陆。”企业人大陆地下会议室内，一众幕僚面色难看的站在原地，直至一道声音从身旁传音符传来：“禀大人，那批黄鬼撤退了，附近并未有鬼物袭来的迹象。”话音落下，在场人顿时松了一口气。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不想出什么岔子，更不想和一座3级鬼族为敌。但现在需要处理另一件事，他们发射向永夜大陆的通天柱，有一根通天柱突然不受控制，调转方向轰向其他海域。这是他们第一次遇见这种通天柱不可控的情况。有人想要借刀杀人，能站在这个屋子里的人，几乎瞬间便看破了这一切。不过还好，结局没有向坏的方向去发生。但通天柱为何会突然不受操控？永夜大陆不可能有这手段，这种手段从未听闻。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人向渔翁得利，看来盯上永夜大陆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其他势力。这个3级鬼族目标很有可能也是永夜大陆，至少有3家势力，有家势力想要挑起我们和这个3级鬼族的纷争，从而坐山观虎斗。大人，身后心腹有些迟疑的开口发问道：“3级鬼族为何会大张旗鼓的前往永夜大陆？还记得那个流言吗？”老者面色淡然道：“这片海域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永夜大陆之所以被雷雨海域封锁，是因为有一个能让任何势力快速崛起的顶级至宝。但你我等人都清楚，根本没有什么顶级至宝。永夜大陆之所以被雷雨海域封锁，单纯是因为这座大陆上有巴比伦塔的遗址，天道不愿看见我们企业人重建巴比伦塔。这个3级鬼族想必也是冲着这个顶级异宝来的。至于另外一个想要坐收渔翁之利的势力，所图为何就不清楚了。”身后心腹也不知道听懂还是没听懂，只是再次发问道：“大人，那我们现在该如何处置？降低速度？”等老者缓缓道：“鬼族去天外天没有意义，他们就是从天外天进来的，他们的目标是顶级至宝，和我们的目标不冲突，让他们先抵达永夜大陆。其他势力肯定不会看着永夜大陆就这样被一个3级鬼族轻松占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静观虎斗，等
等决出胜利者后，全胜出击。永业大陆参谋阁内，天眼大屏前，参谋阁阁主万岁正在汇报着最新进展。预主，按照正常情况，此时荒族和企业人大陆应该都有5日便会抵达永业大陆。一开始企业人抵达的时间要较晚一点，但后来他们加速了，就赶上了这批时间差。而现在企业人大陆突然降速了，预计抵达时间从5日后增加到7日后，而荒族突然加速了，预计抵达时间从5日后变成了4日后。那就来吧，我低声呢喃着，我能准备的已经都准备好了，接下来就该看看天眼轨道炮的威力了。另外一边，95悬立在大陆的岸边，等待着樊玉命令。倘若樊玉的危机较大，便立刻返回这片海域，将他们所获得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送给樊玉，从而让樊玉度过危机。95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距离战争泥潭还有3日路程，马上就快到了，希望此行一切顺利。半日后，95顺利抵达战争泥潭，但他有些呆呆地望向远方那一幕，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见到战争泥潭。只见远处海平面上能清晰见到有类似于雷雨海域的风暴圈，只要穿过这个风暴圈，就算是正式进入战争泥潭了。而后，在足足前进了1个时辰的功夫后，他总算是正式进入了战争泥潭。从此刻开始，将正式计算生存时间，每活1日，养老一族便可拥有1日的生存时间。只是，或许是他们命不好，才刚进入战争泥潭，便看见3、4公里远有一座大陆。完了，95内心突然咯噔一下，面色顺便下令快速掉头。那座大陆也有了反应，旋天推进器被快速启动，无数火焰在海底喷射出来，朝远处逃窜而去。2座大陆都在以极快的速度朝对方的相反方向逃窜而去。95有些懵逼，不是说战争泥潭里大陆会疯狂乱轰，彼此厮杀吗？怎么看起来对方比他还怕？等等，他突然反应过来了什么？正常势力进入战争泥潭都是获得生存时间，而不是想着掠夺他人。这种时刻自然是避战最好。不仅仅他是这样想的，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就好了。95一边嘟囔着，一边操控着护翼大陆紧靠风暴区，在战争泥潭最外围溜达着，速度不紧不慢。战争泥潭本身没有危险，如果大家都不对轰，每个人都能获得生存时间，待个10年8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紧接着，接下来的3个时辰内，95控制着护翼大陆紧贴风暴区边缘，在海面上溜达。从某种角度来讲，这里是战争泥潭最安全的一片区域，能在这片区域的势力都没几日生存时间，那些食物链顶端的势力也不会来此，费死费活的打下一座大陆，结果到手几日生存时间，亏完了。真正混乱的区域在战争泥潭的核心，那里才是互相掠夺的猎场。而此时，距离荒族抵达还有3日，距离企业人大陆抵达还有6日，时间一点点逼近，2座大陆也在不断靠近，从同一方向的不同角度朝永业大陆逼近。参谋阁内，我看着天眼大屏上的2座大陆，还差一点，再近一点就可以动手了。可就在这时，我手里的传音符突然传来声音：狱主，天眼之眼又发现了5座3级大陆，正从东南西北靠近永业大陆，均是企业人所占据的大陆势力。我轻叹了一口气，看来命运并没有眷顾我，7个3级势力以1敌7，既然如此，计划需要变一变了。下一刻，我拿起手里的传音符，轻声道：导弹储备基地听令，发射1枚战略级通天柱，目标荒族大陆。紧接着，一根矗立在地面上的战略级通天柱从无名山后山缓缓升空，在高空中以极快速度径直朝荒族大陆轰去。不久后，来得好，站在荒族大陆岸边的荒望向从天边疾驰而来的一道携带着恐怖威力的炽热光柱，冷哼一声。守护在岸边的一头荆棘鬼也做出了反应，他张开血盆大嘴，一道漆黑无比的巨型荆棘从腹部喷射而出，直直撞上那根从天边袭来的炽热光柱。轰！巨大的爆炸声在海域上空传来，拦截成功。而这头荆棘鬼在发射完这根巨型荆棘后，腹部快速扁平下来。这个方向是永业大陆的方向，看来樊宇已经发现我们了，加速前进，以最快速度拿下永业大陆。但就在这时，又是一根通天柱袭来。不过这道通天柱看起来就是最普通的通天柱，不用拦截。荒下了命令，对方明显是想要用普通通天柱来消耗他的拦截力量，他又岂会上这种当？这种程度普通通天柱根本无法造成太多伤害。就这样，这根通天柱在没有任何拦截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地轰在了荒族大陆的一处矿区。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剧烈响起，大陆隐隐颤抖，3座黑渊瞬间消失。荒呼吸瞬间停滞，面色愤怒地望向身后不远处的蘑菇云。这个威力明显就是战略级通天柱的威力。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3道普通通天柱从天边袭来。这次荒不敢怠慢，虽然愤怒，但他还是快速平复情绪，下令荆棘鬼开始拦截。但下一刻，他的面色不受控制地阴沉了下来。那3根普通通天柱在海面上被拦截引爆后，威力极小，是真的普通通天柱，白白消耗了他3个荆棘鬼手下的拦截次数。这是什么手段？他没见过，在战争泥潭里也没见过。樊玉可以将战略级通天柱伪装成普通通天柱，但没给他太多思考时间，又是100根通天柱划破天空，呼啸着朝荒族大陆冲来。拦截！荒咬牙下令，与此同时快速消耗掉剩下几座黑渊储备的黑暗之源，快速生产出荆棘鬼。来吧，就算是普通通天柱，他也会全部拦截。距离抵达永业大陆只有3日了，他倒要看看樊玉单日能发射多少枚通天柱。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虽然这100根通天柱被全部拦截在海域上，但都是普通通天柱的威力，还没等荒来得及有多余反应，第2批通天柱又来了，如此密集。
间隔时间几乎不足百息。这一次是2575根。刚被生产出来的一个个荆棘鬼趴在地面上，耐心等待着王的命令，精确到了个位数。在他第一时间确认了这批通天柱的数量后，他突然笑了起来。不知为何，他冥冥中感觉自己可能要败了。荒族剩余拦截次数还有2675根，而樊玉的通天柱也恰好也是2675根。樊玉似乎对他们近乎了如指掌，不仅仅知晓他们的黑渊坐落在哪个区域，甚至连他以前有多少荆棘鬼都极其清楚。荒抬头望向天空，他知道樊玉在用某种手段监视他。他笑了起来，轻声吐字道：“我赌你这2675根通天柱都是普通通天柱，放弃拦截。”事实上，也正如荒所猜测的那样。参谋阁内，我看着天眼大屏上荒的特写，双手拄着翡翠手杖，轻声道：“很可惜，你赌错了。”下一刻，剧烈的爆炸近乎布满了整个荒族大陆边缘。这批普通天柱里夹杂了30根战略级通天柱，而这些战略级通天柱的轰炸目标正是那批荆棘鬼。这波轰炸之下，荒族的荆棘鬼近乎彻底全部灭绝。樊玉无法和向阳建立直接联系，但这些日子，向阳根据95的嘱咐，会偶尔像是发呆一样，40-50度望向天空，无声呢喃着什么。信息由此传回樊玉。随后，当这一批通天柱落下，并精准消灭了荒族近乎全部荆棘鬼后，又是2000根通天柱袭来。这次，荒族已经完全没有了拦截手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批通天柱落在荒族大地上，将所有鬼物精准轰杀。而荒和身边亲信的身影，连同向阳一同消失在了天眼大屏上。荒族这个3级鬼族，多半鬼物，尚未抵达永夜大陆，便被永夜大陆的近万根通天柱屠杀干净。但参谋阁内并没有太多欢呼声，不仅仅是因为荒族的王下落不明，更多的是在天眼大屏上，5座新的企业人大陆已经出现在了大屏，并从不同方向朝永夜大陆疾驰而来。与此同时，荒带着7-8个心腹和向阳出现在一片汪洋大海上。在紧急关头，他激活了一滴心血，随即传送到附近海域的一片区域。他相信此时应该已经脱离了樊玉的监视。我们现在需要去找一批鬼巢，重新收一批手下。身旁心腹无人讲话，向阳也没讲话。或许是感受到军心有些不稳，都振作起来。荒低吼一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让你们这副样子，如此弱懦，如何能成大业？王身旁一个心腹终于忍不住，声音中夹杂着哭腔，颤声道：“这是一点小的挫折吗？荒族亡了，荒族甚至连永夜大陆的全貌都没见到，就亡了，我们还有命。”荒不满地低吼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在几人交谈之际，一座大陆却在缓缓靠近，并且一根战略级通天柱已经升空。感受到身后动静，荒下意识望向身后，随后深吸一口气，手心召唤出一个巨型荆棘，猛地抛出撞向那根通天柱，使其在距离他们数公里远便被引爆。他冷哼一声，他可是鬼圣级别的荆棘鬼，所喷射的巨型荆棘是可以拦截天眼轨道炮的，拦截战略级通天柱实在是浪费了。然而下一刻，5根战略级通天柱再次从这座大陆升空。算了算了，荒摇了摇头，有点肉痛的从指尖再次挤出一滴心血，带着一众心腹再次随机传送离开这片区域。运气有点没，怎么刚好传送到一座大陆附近了？通天柱落空，但这座大陆并未停下，保持速度继续向前驶去，方向正是永夜大陆。这是新发现的5座企业人大陆之一，这回应该安全了。荒凭空出现在一片海面上，这次有了前车之鉴，第一时间环顾四周，没有看见附近有什么大陆，才长松了一口气。我们得想办法先找一批鬼巢，如果运气好的话，能找到一座无主大陆就更好了。只是他突然沉默了下来，他脑海里有声音告诉他，荒族所拥有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都被樊玉掠夺，且降至2级种族。他原本是27级鬼圣，在这道声音响起的一瞬间，跌落到24级鬼尊。没事儿，他很快摇了摇头。我们先……他还未说完计划，便看见不远处海里有大批鬼巢在移动，顿时大喜。走，我们去收服这批鬼巢，然后从头再来。他就知道天无绝人之路。荒带着自己心腹快速迎着这批鬼巢赶去，渐渐靠近后，荒有些略微惊讶地望向这批鬼巢，实力都不错啊。七皇比你带着的那批鬼巢实力强多了，这片海域的随便一批鬼巢都这么强吗？下一刻，鬼巢突然散开，一个鬼物颤颤巍巍地在海面上快速奔跑着，并跪在鬼巢前方，声音中满是恐惧地颤声道：“荒帝，你怎么在这里？”但这个鬼物像是发现了什么，眼里的恐惧渐渐散去，原本跪在地上的双膝也慢慢起来。我如果没看错的话，荒帝现在好像从鬼圣落到鬼尊了。刺耳且兴奋的笑声从这只鬼物嘴里响起，歇斯底里的狂笑了许久后，才满眼憎恶地盯着荒一字一句道：“还记得我吗？3年前在战争泥潭里，你摧毁了我的大陆，让我的鬼族跌落至2级种族。怎么，昔日的荒帝怎么也能落到如此境界呢？”这个鬼尊修为的鬼物，此时眼里满是大仇将报的快感，步步逼前，对我动手。你确定吗？站在原地的荒面色毫无波澜地轻吐了一句话，但就是这一句话便将这个鬼物吓退在原地。他缓缓从四周围上来的鬼物每个人脸上扫过，每扫过一个，对方都会下意识后退几步。在战争泥潭里，荒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太大了。下一刻，跑！荒没有丝毫犹豫，瞬间转身拽着身旁向阳朝后跑去，而跟在身旁的心腹也第一时间转身逃去。妈的！被吓退的鬼物面色瞬间愈发难看了起来，漆黑如滴墨般，怒吼道：“追上去，杀了他们！”2个时辰后，一张木板上，荒望向自己身上的伤势，疼得有些龇牙咧嘴，不时倒吸了口凉气，没跑掉。这群兔崽子跑得还挺快。
虽然干掉了那群鬼物，但他也身受重伤，也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荒有些自言自语的嘟囔着：“这要是放在昨天，我掐死他们和掐死蚂蚁一样简单。”就在这时，向阳低下头小声道：“荒，为什么救我？”在双方大战时，荒数次帮他挡下了致命一击，如果不是荒时不时照拂他，自己根本不会受那么多伤。他不知道荒为什么要护他。诺，荒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点药草，仔细地覆盖在自己伤口上，随意道：“我不是说了吗？要让你见证我能走到哪一步。你死了，还怎么见证？世人日后怎么知道我的辉煌？我跟你说，别看我们现在有些落魄，但其实越落魄越好。当我日后成为这个世界王的时候，这些落魄都是我的勋章。再说了，我答应要保护好你的。”荒，向阳身上也有伤势，不过已经包扎完毕了。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到九五身边，樊玉还能不能找到他。他只是有些不理解，你为什么对世界的王那么执念？荒一边包扎，一边像是自言自语着：“像我们这种鬼，生来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有成为世界的王，才不会有人欺负我们。接下来不要放弃，千万不能气馁。我们要找到一批鬼巢，然后收服他们。如果运气好的话，能找到一座无主大陆就更好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不久后永夜就会袭来，但人倒霉的时候好像会一直倒霉。身下海水突然开始狂涌，下一刻，一个巨大的鬼物从海底缓缓浮在海面，巨大的瞳孔紧紧盯着向阳和荒。真的是荒长叹了一口气，天道鬼为什么会浮出海面？老老实实待在海底不就好了吗？喂，认错人了，这里没有大陆，回去睡觉去吧。乖，天道鬼并不乖，发起了冲击。荒默默地摇了摇头，身子开始变化，化作一个巨大的海参。这是荆棘鬼的本体，伴随着尖端蠕动，一根巨大的巨型黑色荆棘喷射而出，瞬秒，别小瞧了我啊！有些力竭，重新化作人形的荒，重新躺在木板上，望向头顶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和不远处那头渐渐沉入海底的天道鬼尸体，嘟囔道：“好歹我也曾经也是鬼圣，还是最擅长攻击的荆棘鬼，秒你个天道鬼不是轻轻松松，不识好歹的家伙。”荒呆呆地望向头顶快速袭来的永夜，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在快速流逝，本就身受重伤，又强行发射一根巨型荆棘杀死天道鬼，或许他可能熬不过今夜了。你后悔攻打樊玉了吗？坐在一旁木板上的向阳突然开口道：“不后悔。”荒坚定地摇了摇头，虽然我是因为攻打樊玉才沦落到如今境界，但不攻打樊玉也会攻打其他势力，只要在征战的路上，就总有一日可能会是这个结局。当我踏上这条路的时候，我就预料到了这个结局，只是多少还是有些不甘的。我本来还想让这个世界看看，哪怕是一个卑贱丑陋的荆棘鬼，也能成为世界的王。永夜降临了，黑暗袭来，与此同时，在浓郁的黑暗海面上浮现出一只只鬼物，渐渐形成鬼巢。平时这些鬼物都不敢靠近他们，此时却都虎视眈眈，眼眶通红，且贪婪着盯着他们。所有鬼物都意识到，吞掉这两个重伤的鬼尊对他们有很大好处。荒有些艰难爬起来，站在木板上。我这兄弟可是鬼皇肉虫鬼啊！你们确定要上前？这5个鬼皇面色冰冷，但在听见这句话时候，面色闪过一丝动容，下意识望向站在荒身旁的向阳，并稍微后退了几步。鬼皇级别的肉虫鬼，一旦自爆，他们这5个鬼皇没一个能活得下来。你看，荒在原地打了个趔趄，伸手搂着向阳的肩膀笑了起来。他们其实很怕你的，你只要启动，他们都得死在这里。向阳感受到了荒掌心所传递来的力气，牢牢抓住他的肩膀，令他无法动弹。只是他并未反抗，不知在想什么，只是默默地站在原地。七皇，记住了，我们这种鬼必须得成为王，才能体面地活下去。我输了，但只要不断这条路上前赴后继，总有人会赢。继承我的意志，活下去。下一刻，荒突然怒吼了一声，用出身体剩余全部力量，不等向阳反应过来，便拽着向阳的胳膊，原地转了一圈，径直将向阳甩至远方高空，同时大笑道：“喂，希望你还记得如何在空中飞，飞起来吧，兄弟！告诉这个世界，哪怕是一个肉虫鬼，也能成为王。你不启动它。”那5个刚刚退后了几步的鬼皇，此时纷纷围上前。其中一个鬼皇声音冰冷地望向荒：“是在找死吗？找死！”荒笑了起来，甩了甩有些发酸的手臂。5个连大陆都没有的孤魂野鬼，你们知道你们在面对谁吗？我可是荒，3级鬼族的王。然而下一刻，一道锋利的尖爪已刺穿他的后心，一只鬼皇不知何时已经摸到他后方，发起了偷袭。荒愣在原地，低下头，呆呆地望向胸口那沾满血液的尖爪，眼神渐渐涣散地笑了起来，低声喃喃着：“5打1，还偷袭！这片海域的鬼物真的很没有礼貌啊！但想就这样杀死我的话，可远远不够哦。”永夜退去，天亮了，那块不知从哪来的巨大木板已变得有些破碎，木板上撒着些许碎肉和刻入木板里的碎肉。向阳回来了，离开前，荒将所有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心血全都送至他体内，并将他扔到了很远很远的位置，直至天亮，他才回来了。但他看到的是已经结束的战场，一片狼藉，再无荒。向阳呆呆地站在木板上，环顾四周，空无一日。突然感觉一阵极致的孤独感将他包围，整个世界好像只有他一人般。他明明才刚认识荒，他不知道荒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他和95和樊玉都失去了联系，隐约间他听见了阵阵声音，那是顺着海风传来的，数十公里之外的声音。运气真不错，白捡了一个鬼尊和5个鬼皇的尸体。这鬼尊还是个荆棘鬼，荆棘鬼修行到鬼尊修为的，还是第一个见，别弄坏了。圣上专门说了，要将这个鬼尊荆棘鬼体内做成
标本收集起来的。等去了天外天，建立了企业人国度后，这都是我们曾经的功勋。向阳听着耳边断断续续的交谈声，怔怔地望向远处，隐约能看见一座大陆的灰蒙蒙轮廓。许久之后，他从怀里掏出一根笔和一本无字书，缓缓书写着。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书信，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交代，留给荒和向阳的交代。我是七皇，也叫向阳，荒叫我七皇，95叫我向阳。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荒生前是那么一个自傲的人，荒肯定不愿意让自己的尸体变成标本，那对荒来讲是极致的羞辱，比死都要更痛苦的事情。95待他如手足，樊玉又是95最大的依靠和情绪支柱。他想，95肯定也不愿看见樊玉灭亡。他不清楚樊玉是否知晓，这片海域还有其他企业人大陆在来的路上。95给了他名字向阳，让他向阳；荒叫他七皇，让他成王。可他只是一个肉虫鬼，一个变成风筝侥幸活下来的肉虫鬼。他这一生从未真正战斗过。肉虫鬼和守夜人一样，一生只能战斗一次。他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他无法完全向阳，他很难对樊玉有95那么深厚的感情，他也成不了王。肉虫鬼怎么可能成王？他没有成王的命。两人对他的期待，他都做不到。他就像是个废物一样，靠着运气一路走到现在，遇到的人对他都很好，而他却完全无法给出什么回报。他能做到的就是给出自己能给的回报。良久之后，笔锋落纸，书信已成。他将这封书信平平整整地放在木板上，抬头望向天空。他不知道樊玉有没有找到他的位置，也不知道这封书信会不会被人发现，但就这样了吧。他一辈子浑浑噩噩，侥幸混了个七皇的名号，有了向阳这个像样的名字，也算值了。老大，你可能不知道，肉虫鬼是不能复活的，和守夜人一样，我们是被上天所厌恶的存在。向阳动身了，一步踏天，二步升空，一步一步朝数十公里远的那座大陆逼近而去。他这辈子都不清楚鬼皇肉虫鬼的启动威力如何。如今他是鬼尊，他其实不喜欢别人对他好，会让他有压力。他不知道该怎么才能给出回报。越来越近了，他看见在沿海陆地上，不少企业人正围着荒的本体不断嬉笑着，像是在炫耀战利品一样，不断用留影视合影。毕竟鬼尊修为的荆棘鬼真的很少见，更少见的来了，可曾见过鬼尊修为的肉虫鬼？下一刻，警笛大响。岸边的人看见了他们，近乎与此同时，一根战略级通天柱便升空，朝他轰来。向阳不必，只是站在原地，低头望向自己那开始缓缓膨胀的身体，眨眼功夫便恢复本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肉球。这就是他的本体，肉虫鬼。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自己的本体了。那根战略级通天柱转瞬而至，精准命中，不大不小的爆炸声响起。向阳因疼痛忍不住闷哼一声，但嘴角却有些得意的扬起。没想到吧？他也没想到，鬼尊级别的肉虫鬼可以吸收敌方火力的伤害，并将其储存起来，增加启动威力。越来越多通天柱袭来，他依旧未必，肉球越来越大，皮肤表面的一张人脸。俯瞰望向海岸边那个已经被遗弃的荆棘鬼尸体，那可是荒啊！昨日还说自己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王，今日便如死狗一样被丢在这里。荒说的没错，这个世界充满变数，但不知道有没有人料到了他这个变数呢？渐渐的，他从下方那些企业人眼里看见了恐惧，他笑得更开心了。荒说的没错，这些人果然害怕他。95，老大，这次我不用站在你身后了。虽然我对樊玉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但既然老大你喜欢，我愿意帮你，就当做上次你将我护在身后，这2年一直照顾我的回报吧。樊玉，我们之间也清了，我不欠任何人的了。直至下方不断奔跑的企业人眼里恐惧越来越多，一道近乎点亮清晨天空的炽热光柱直直轰来。他从未见过这种武器所散发出的威势，堪比天地变动。他只感觉好疼，好疼，真的好疼。身体完全吸收了这根光柱的伤害，但他感觉身体好像已经在崩溃边缘了。他开始再次朝前踏了一步，2步，3步，速度渐渐加快，直至自己尽可能的冲进大陆深处，才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身躯。最后远远看了眼大陆岸边的荆棘鬼尸体，他想再看一眼护翼大陆的方向，却早已经迷失了方向，不知护翼大陆在哪个方向。老大，我突然有点害怕。向阳最后抬头看了眼空中刚升起不久的朝日，缓缓闭上双眼，低声喃喃着：“我是七皇，也叫向阳，我当不了王，也向不了阳。”下一刻，刺眼的光芒从向阳体内绽放开来，以极快的速度笼罩了整个大地，无穷无尽的绿色光雾将整个世界染成绿色。如果肉虫鬼有颜色，那应该就是绿色。向阳最后抬头看了眼空中刚升起不久的朝日，缓缓闭上双眼，低声喃喃着：“我是七皇，也叫向阳，我当不了王，也向不了阳。”下一刻，更加刺眼的光芒近乎从向阳体内绽放开来，以极快的速度近乎笼罩了整个大地，无穷无尽的绿色光雾将整个世界染成绿色。如果肉虫鬼有颜色，那应该就是绿色。巨大的威力几乎打沉了半个大陆，无人知道这方天地有无肉虫鬼修道鬼尊。肉虫鬼只是一级鬼族里最卑贱的鬼物，无人问津。但这或许是这片海域第一个启动的鬼尊肉虫鬼。近乎与此同时，无穷无尽的通天柱近乎布满了天空，从远处疾驰而来，那是樊玉的通天柱。大量战略级通天柱开始无差别轰炸剩余大陆板块。樊玉参谋阁内，无数人站在天眼大屏前望向屏幕上的那一幕。自从昨夜荒族的王连同向阳失踪后，他们便派出人手快速查看天眼之眼所监视的所有区域。永夜降临后，天眼之眼是无法正常使用的，直至天亮，他们才终于找到向阳的身影。只是当他们找到后，向阳已晋升至鬼尊修为，站在一座企业人大陆边缘处，处于已启动状态。这座企业人大陆便是他们新发现的5座企业人大陆之一。所有人默默注视的这一切，目送着向阳的赴死。
事情的发展和他们计划有些差错，他们能做的便是尽可能的发射通天柱，好让向阳这次启动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事实上，向阳做到了。一个吸收了天眼轨道炮和大量战略级通天柱的鬼尊肉虫鬼，在大陆上空自我启动后，几乎瞬间击沉了大半个大陆。这个3级大陆却被一个鬼尊肉虫鬼近乎单人灭掉。身后大批繁育成员正在微调着那批通天柱的落点方向，使其轰向剩余大陆板块位置。狱主向阳留下了一封信，伴随着天眼之屏上的画面渐渐放大，一个飘荡在海面上的木板，有一封孤零零被海水染湿的书信正摆在那里。信封表面无字，他又望向这座大陆的画面，这座3级大陆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近乎覆灭，没有净空，向阳又无视火力袭击，根本无法阻止向阳进入大陆深处。一座企业人大陆就这样正式覆灭，让后勤可以最快速度前往这座大陆，将能带回来的资源全都带回来，以及这封信也带回来。他们看见了向阳的唇语，知道了肉虫鬼和守夜人一样不能复活，但具体能不能复活，得等95回来了，让95亲自试一试。陈凡面色沉默地望向这座残破的大陆，从战略角度考虑，新发现的5座企业人大陆瞬间覆灭1座，樊玉压力骤降。但向阳谢了，他没想过向阳和荒会产生感情，这完全在他计划之外，甚至完全和计划偏移。他不是神仙，他做不到谋无一策。他知道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变数，比如那突然出现的5座企业人大陆，只是他会在脑海里推演很多遍来应对这些变数。而向阳这个变数，他从未预料过，这不是他的计划，但对樊玉来讲却是最好的结果。本次战役，樊玉阵亡的第一个成员出现了，95个2级成员向阳近乎以一人之力灭1座3级大陆，这份功劳比天大。陈凡独自一人走出参谋阁，来到江北防线上，站在城墙上远眺海边，神情恍惚地沉默着。荒族一战大胜，得益于陈九天所发的内敛阵法，在荒族对空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以超远距离打击加天眼之眼的信息碾压，一举拿下，掠夺了对方443天在战争泥潭的生存时间。这么多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可不好弄，如果是短兵交接，可能他也会头疼。这座企业人大陆覆灭，也给他带来了178天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如今樊玉共计拥有了621天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这是他接下来的底气，至少让他能喘一口气，没有那么难了。许久之后，他摇了摇头，将脑海里的情绪甩了出去。危机尚未度过，他需要冷静下来，尽可能的去处理好之后的战役。转身走下城墙，重新回到参谋阁，望向守在这里的瘸猴，让95回来吧。我们如今已经有足够多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了，不差他的那么几天了。明白。战争泥潭，95正站在护翼大陆边缘，有些不安地望向四周。他已经1天没睡觉了，不敢睡。战争泥潭的危险比他想象的要更复杂，不仅仅是其他大陆的敌对。就在这时，他怀里的传音符收到了来自樊玉的传音，狱主有令，已掠夺621天战争泥潭生存时间，95阁主可以回家了。真的？95先是一喜，随后顿时咧嘴笑了起来，偏头望向自己的军师，你看，我就说樊玉没问题吧，走，回家了。当即操控护翼大陆朝一旁的风暴区驶去。他本就在战争泥潭边缘，想要退出战争泥潭，就是一会儿的功夫。然而他脑海里隐隐接收到了一则信息，第一次进入战争泥潭，需方生存30日才可退出。95面色瞬间难看起来。回不去了，30日，他才在战争泥潭待了1日，还有29日，接下来的29天可够难熬的。95先是给樊玉那边传信，说自己29日后才能回去，随后才又坐在地面上，长叹一口气，望向军师，还得再坚持29天。你觉得我们撑得住吗？可以。军师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他们可以撑得住，但樊玉可能撑不住了，有更多势力朝樊玉袭击而去。而另外一边，清理企业人大陆这个工作原本是个极其复杂的事情，需要派出大量非洲，但有了扣扣后，只需10几艘非洲带着后勤阁成员负责协同就可以了。时间过得很快。当天色渐渐暗下来时，这批后勤阁成员已将这座企业人大陆上能带回来的资源全部带回来。江北防线上，陈凡拄着手杖望向远处渐渐暗下来的海面，身后王奎将一封被海水打湿的书信递了上来。狱主，这是向阳留下的那封信，我是七皇，也叫向阳，荒叫我七皇，95叫我向阳，我是一个肉虫鬼，鬼物中最卑贱的那种。当我觉醒灵智时，正逢雨季，风大雨大，我和其他肉虫鬼被风所裹挟着冲向一个个山体，我看见无数同伴爆炸开口的场景，绿色的粘液洒落一点，他们好像没有智慧，在没有山体的时候一直笑哈哈，在即将撞向山体后又满眼恐惧，他们害怕，我也害怕。我一开始尝试躲在同伴身后来让自己活下去，后来我发现可以控制身子变成内凹扁平状，迎风飞了起来，我找到了活下去的办法。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真厉害，那是一座无主大陆，现在想想那段日子虽然害怕，但好像也是我人生中为数不多的自由时光。后来有一个强大的鬼物带着手下登上这座大陆，收服了这座大陆上的所有鬼物，连同我们肉虫鬼，我们踏上了征战之路。还记得第一次冲锋的时候，那座城墙上的无数炮塔轰鸣，我身边的冲锋鬼物一个接一个死去，那个强大的鬼物命令我们继续冲锋，身边的鬼物也没有灵智，只是跟着冲锋。我跑了，我害怕。后来不知过了多久，战争结束了，那个强大鬼物也死了，我漂浮在海面上，不知何去何从。我第一次开始思考起自己存在的意义，直至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强大的鬼物遇见了我，顺手就将我收入他的鬼巢中。这个鬼物要更强大，是个鬼圣修为，我那个时候从没听过这个境界，只知道比我要高很多很多。他说他是我的王，带着我在战争泥潭里征战，没多久便被打落至2级种族，侥幸逃离战争泥潭，带着剩余手下来到附近一片海域。
玉，占领了一座大陆，名为独眼大陆，说迟早有一日要重新杀回战争泥潭。我征战极多，却一路逃窜，吸收了不少肉虫鬼死后的鬼气，修为也在不自觉越来越高。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是来到独眼大陆后，王满眼开心地望向我说：“鬼王级别的肉虫鬼真的很少见，以后你一定要能一锤定音。”后来，王开始生产大量的肉虫鬼，让这些肉虫鬼死在我身旁，让我吸收他们的鬼气。我不太想看见这一幕，但我无法拒绝。再后来，我变成了大鬼级别的肉虫鬼，又变成了鬼皇级别的肉虫鬼。王更开心了，封我为七皇，说我未来启动的那一天一定会震撼整个天地。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长至我已没了时间概念。直至我遇到了老大95，并且在无意之中发现95竟然是黑暗圣体。我去过战争泥潭，我自然知道黑暗圣体代表着什么，那意味着只要95愿意，有很大的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王，整个世界的王。那是我有生以来情绪最激动的一天，我疯狂地向老大诉说着黑暗圣体的厉害之处，希望老大可以不回凡域，带着我一起走上巅峰。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走上巅峰，只是以前的王老想走上巅峰，就下意识地将其当成了自己的目标。我只记得那天，我跪在地下，撕心裂肺地哭嚎着求老大离开凡域，自立门户。老大面色很平静，只是伸出手望向我说：“向阳，站起来，跟我回家。”向阳是跟着老大后取的名字，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名字，也没想过自己可以拥有名字。回家，那是我第二次感受到不一样的感情，我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第一次是当时95说我一个肉虫鬼一看就没什么战斗力，让我站至他身后。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待了多少年，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一样的感情。我当时暗暗在心里发誓，如果老大以后遇到危机，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命来回报这份恩情。此后，我的运气好像变得越来越好了，在护翼大陆上过了2年安稳日子，每天早上起来和老大一起跑步，屁股后面还跟着憨憨的虚幻玄武。一开始我老被追上暴揍一顿，后来我跑得越来越快了，那虚幻玄武就再也追不上我了。凡域给我们制造了特大号的沙滩椅和特大号的凡域日报，每天下午我和老大就躺在沙滩椅上看日报。老大最喜欢的事就是欣赏自己在史书上留下的名字，明明只提了几句，但老大却反复一直看，像是看不腻一样。我记得当时我撇了撇嘴说，不就是一个名字有什么好看的？老大很认真地将凡域史书合拢，说这可是凡域史书，不是什么人都能在这上面留下名字的。我有些不服气的硬着头皮的说了句我也能。老大好像不信，笑得很开心，还摸了摸我的头，说了句做梦呢。那段日子真的很值得怀念，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2年。再后来，我奉95命前往荒族做内应，在离去前，我多次想说我是肉虫鬼，和守夜人一样无法复活，但在我问过95是不是真的不想让凡域灭亡并得到肯定答案后，我没有说出这句话，只是暗暗下定决心，如果凡域不敌，我会启动自己炸掉荒族。只是后面的事情和我想象的有些不一样。我遇见了荒，初见之时，我故意装作逃窜，企图降低对方的警惕心。当荒袭来的时候，原本眼里的敌意，在发现了我是鬼皇肉虫鬼后，突然变得柔和了许多。那一夜，荒拉着我喝了很多酒，说肉虫鬼想要修到鬼皇，难上加难，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世界的王，要让自己以后不再受人欺负。我跟荒说我叫七皇，或许是喝醉了，荒醉醺醺的跟我说，肉虫鬼不该被风裹挟，要有自己的路。直到后来，荒是先是对抗凡域，后跌落境界，带着我打了就仇，又迎战天道鬼，在濒临重伤的情况下，被迫迎战5个鬼皇，还做到了同归于尽。但我没说，那些人还在说，这个荆棘鬼竟然修到了鬼尊。我很想反驳，荒以前是鬼圣，只是种族跌落才变成了鬼尊，我还是没说。我又听见了他们说将荒做成标本，并等去了天外天建立企业人国度后，摆放在某处供人欣赏。我沉默了许久，留下了一封书信。我想是时候了，荒不应该被做成标本。95曾经跟我说，人的死亡就像是一个句号，而句号只能出现在合适的位置才是一个完美的句号。今天或许就是个完美的时候吧。我走了，这次我没有被风裹挟，这次是我自己要走的路，我找到了自己的路。如果这封书信能到凡域手里，请告诉95，他永远是我的老大。如果我的死能有功劳的话，希望将我的功劳给95。如果能够资格登在凡域史书的话，不用写我的名字，就写95手下就行。老大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凡域史书上，有人叫我七皇，也有人叫我向阳。我是七皇，也叫向阳，但我成不了王，也向不了阳，我只是个如野草般泛滥的肉虫鬼。陈凡看完手中的这封信，久久不语，许久后才将这封信放入怀中。片刻后，陈凡来到参谋阁内，万岁正站在参谋阁前，指着天眼大屏上的几座正在不断推进的大陆制定计划。得益于陈9天的内敛阵法，我们兵不血刃地击沉了荒族大陆。凡域95个2级成员向阳的自我启动，助力凡域再次击沉了一座后来的企业人大陆。如今我们的敌人还有5座企业人大陆，其中1座是最开始的那座，剩余4座是后来的，以及最开始的那座企业人大陆已经在原地停留1-2日了，不确定是否发生了什么事儿，又或是知晓了什么。其他4座企业人大陆依旧在不断逼近，最近的1座还有4日抵达，最晚的1座还有5日抵达。等等，万岁突然面色微变，这4座企业人大陆也纷纷停了下来，而且近乎是在同一时间，近乎一瞬间，参谋阁内的所有人面色都变得难看了起来。这意味着这几座大陆有很大的可能彼此建立了联系，而且有很大的可能知道了已经有1座企业人大陆被凡域击沉，有不小的概率会联手，这对他们来讲绝对是个噩耗，逐个击破打时间差，从而以战养战会让他们有喘息之机。但要是4座企业人大陆乃至5座企业人大陆一同联手发起总攻，那对于凡域来讲绝对
对是灭顶之灾，至少绝对不算是好消息。狱主，万岁声音有些沙哑，怎么办？陈凡偏头望向万岁，不急。他摇了摇头，别忘了，刚才我们掠夺了621天在战争泥潭的生存时间，将近2年，有很多建筑都可以升级了。他们想停一停，就让他们停一停。刚好我们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这次的收获，等消化了这笔生存时间，到时候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无名山镇阁的核心建筑镇殿，目前等级是20级，一座建筑从20级升至21级，需在战争泥潭里存活1日。听起来很少，但要想从21级升至27级，需要500日；想要升至28级，需要1000日。而樊玉现在拥有621日的生存时间，也就是说，樊玉现在的最高建筑可升到27级，上限瞬间提升了7级。这2场战役带给樊玉最大的收获便是如此，所以他现在巴不得对面停留在原地多思考思考。给他一点时间，只要让他将这些底蕴都消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天平就慢慢的朝他们这边偏移了。没有过多犹豫，他一口气将镇殿升至27级，在深思熟虑后，在选项中选择了价值最高的阵法——地龙阵。地龙阵，红色大陆级阵法，可一定程度提高大陆坚硬度。虽然他也不清楚大陆足够坚硬到底有什么用，但其他几个阵法对他的作用又没那么大，就选这个了。而且其实也有用，但进良绝的时候撞上去。将镇殿升级完后，他又走向江北防线，打造了一座27级的天眼轨道炮。想要拦截天眼轨道炮，只能用天眼轨道炮去拦截。如果敌方大陆的天眼轨道炮等级不如他，就很难做到拦截了。这种红色大陆战略级的城防建筑，一旦命中地方大陆，基本上就意味着胜利的天平再向他们倾斜了。在将其余建筑升级到27级后，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轻松了一口气，这回终于不用担心敌人的天眼轨道炮袭来。就在这时，王奎突然登上城墙，大步走来。狱主，这是我在清点除鬼石之外的收获时找到的3个黑暗科技原点。陈凡接过王奎递来的3个银色小球，他原本就还剩7个，加上这3个，刚好可以点亮下一个黑暗科技。王奎再将黑暗科技原点递给陈凡后，才继续汇报道：寇寇将部分异宝都送至了仓库，其中建筑蓝图我都挑选了出来，还有更多的在那座大陆废墟上，魏魏亲自去寻宝了。走！陈凡当即转身朝无名山仓库走去，这是他专门嘱咐的。他需要几座3级大陆独有的特殊建筑，当大陆晋升至3级后，击杀鬼物就有可能掉落以前无法获得的建筑。他现在基本上没有一个3级大陆才能有的专属建筑，得补上。他又看了眼灵魂深处的天眼大屏，那几座大陆都停在原地，依旧一动不动，像是在商量对策。对，就是这样，战役不是玩笑，不能着急，慢慢商量，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也商量商量，然后到时候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商量，都好商量。另外一边，齐越正站在战阁的牌位前，望向最前方的周末牌位，默默地上了3炷香。周末离开后，他担任战阁新一任阁主已经1年多了。他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如今也慢慢习惯了不少。他本以为战阁成员会有些排斥他，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战阁内部近乎没有任何内斗。他后来才知晓，他们爱戴周末，但爱戴周末的方式并不是排斥新阁主，只有帮周末做好战阁的本分，才是不负周末的牺牲。有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战阁成员很懂事，懂事的令他有些无措。如今大战也没有他们战阁什么事儿，近乎所有部门都在忙得鸡飞狗跳的时候，他们部门依旧如往常一样维持繁育内部秩序。按照计划，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在战败大撤退的时候，和护阁一起负责百姓迁移。这件事让战阁内不少成员隐隐不满，他们也想出力，他们也想为了繁育大战出力，而不是仅仅只能在大撤退的时候出力。但战争极其残酷，尤其是3级大陆之间的战争，战略通天柱乃常规手段，天眼轨道炮一发更是可以摧毁一座布防较差的大陆。这种手段之下，人命不如野草值钱，至少野草可以打造鬼火，人命就只能浪费粮食。他们就算想出力，也没有任何有他们能出力的地方。周末，齐越站在周末的牌位前，望向那张熟悉且陌生的遗像，呢喃着：“我终于明白你当日的心情了。”他本以为自己看淡了所有，也接纳公羊月的心意，但在战阁阁主之位做了1年后，他又想起了自己之前江北老魔的称号。很久以前的他，肆意江湖，放荡不羁，可不是如今的样子。他低头望向漂浮在自己身前的那柄袖珍清风，清风微微作响，好像也在向主人诉苦，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出鞘了一样。樊玉第一个晋升至20级武者的，并不是周末，是他齐越。他也是樊玉第一个不靠任何外力石成淬体的武王。只是后来他看淡了这些，突破的时候并未对外告知。他看见周末几乎拼命般的修炼，他知道周末想要这个樊玉第一个晋升至20级武者的称号，哪怕周末知道，他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多一个20级的武者对樊玉来讲近乎没有任何影响，但周末还是这样做了，只因这是他唯一能做的。后来他还是战阁副阁主的时候，他看见周末有一次兴冲冲的破荒天的给自己浑身收拾了一下，说狱主叫他喝酒。回来后，周末有些醉了，只是一直嘴里还时不时嘟囔着自己是樊玉第一个晋升至20级的武者，这对于周末来讲是最值得炫耀的筹码。而这个筹码在樊玉近乎一文不值，甚至远远不如近些日子崛起的陈九天所研发的内敛阵法对樊玉贡献大。而现在在樊玉突破3级大陆，解除了20级封锁后，他已是21级武者，突破2级，他感觉自己实力有了一个质的变化。虽然在战役中依旧无法决定任何事情，修行者的力量在战役中显得太过渺小了。夫君。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公羊月的声音，只见公羊月小心翼翼地站在战阁大堂门口，将脑袋抬了出来，手里还拎着一个散发着热气的木质饭盒，声音极低道：“我今天做了一道新菜，你尝尝。”
齐月转身望去，走至宫阳月面前笑了起来，轻抚其脑袋，感受着青丝从自己指缝间擦过。他与宫阳月已成婚，没婚礼，没见证人，没通告天下，他的江北老魔名声已经很久无人提起了。现在除了偶尔有些小辈会指着樊玉史书好奇问一句这个江北老魔是何人之外，再没人提他。而宫阳月这个曾经宫阳一族的唯一继承人，这个在江南曾经辉煌过一阵的家族，也彻底并入樊玉。他们曾经都辉煌过，曾经他们之间的事情也牵动着江北江南各方势力的神经，但如今他们已经都无人过问了。时间在进步，他们是时代的旧人，时代的新人是万岁，是陈九天，是天策。他已经很久没出过剑了，不知多久，只知过了很久。而宫阳月也比以前安静了许多，只是安安静静的陪着他，每天尝试着做些新菜，说这样就感觉很幸福。偶尔他们也会和大鱼、宫阳一月聚一聚，老友相聚也能多些开心。只是大鱼和宫阳一月的年龄也快走了，当这两人走后，他们的朋友也又少了两个。最近樊玉正值大战，你是不是很忙？宫阳月有些依赖地揪着齐月的衣角，小心翼翼地询问道。齐月看见了宫阳月眼里的担心，有些无奈地轻笑着，放心好了，我不会出事的。战阁不上一线战场，我们就算想上，也没机会上。宫阳月松了一口气，但还是有些不放心的小声道，还是要多加小心。周末阁主是樊玉唯一一个战死的阁主，我不想你。不会的。齐月再次摇了摇头，上次是因为内部有企业人，那次之后樊玉内部已经大清点过了，绝对确保内部完全不会有任何企业人了。我死不了的，那就好。宫阳月脸上重新浮现起了一笑容，左右看了眼，见四下无人后，才踮起脚尖，猝不及防地亲在齐月脸颊上，随后才像是逃窜般的朝远处小跑而去。声音从远处飘来，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家等你。这次饭盒记得带回来，那是我昨天去樊城集市上新买的，挑了好久呢。齐月默默望向宫阳月离开的背影，良久后才夹起筷子送入嘴里，好吃，眼里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柔情。现在这样也挺好的。悬浮在身旁的清风也停止了嗡嗡作响，如枯树般一动不动。只是如果樊玉一旦战败，就要去天外天了，还能有现在这番生活吗？而这次的危机已经远超所有人的预料。平日还喜欢在搬张摇椅坐在1号洞穴城墙前喝茶的狱主，这些日子近乎是每日每夜的都泡在参谋阁内。狱主脸上倒是没有多少负面情绪，感觉像是毫无压力一样，但心里有没有，就只有狱主知道了。在他身后战阁大堂内部，则是贴着一副对联：纵然浮游入海，我依然血焚天。这曾经是永夜殿西部行动组的口号，在战阁成立后，周末就将其继承了过来，当做战阁的口号。你最近看日报了吗？樊城一座院落内，顽童模样的宫阳一月正坐在井边，望向手里的报纸。鬼皇手下向阳，一个鬼皇修为的肉虫鬼，于昨日晋升至鬼尊，在一座企业人大陆上空自我启动，近乎以一己之力摧毁了一座樊玉大陆。樊玉日报大篇幅地记载了这件事，甚至就连樊玉史书上也是第一次有如此多的笔墨来记载这件事。我念给你听这段史书的标题。宫阳一月没等大鱼回话，便自顾自道：向阳初，蜀95，麾下悍将，立百战，破命阁，退樊鬼尊，成就恩，斩救我，血路铺天，向阳诀，燃命火，一瞬皆无。随后停顿了一下后，才有些神情恍惚地呢喃着。很少见樊玉在史书上用如此大篇幅去描述一个人，不，一个鬼。他比任何人更能懂向阳，只因他是守夜人。他清楚地知道，启动便是他们守夜人的唯一价值体现。若是任凭自己老死，相当于他们一辈子没有实现任何价值，像是烂在仓库里的苹果般一文不值。而他也比任何人都要羡慕向阳。向阳的自爆可毁一座3级大陆，而如今他的自爆近乎无用，更不可能影响到本次战役。大鱼正坐在井边一旁修剪刚买回来的一捧花，像是没听见这话般，全程头也没抬。只是不知过了许久后，他还是抬起头，刚好迎上了宫阳一月的视线。我们也去吧。宫阳一月缓缓开口道：我们的寿命已经没有几年了，如今的我们还可以自理，但等我们3岁、2岁的时候呢？你希望樊玉派人过来照顾我们吗？像照顾小孩那样？不如趁我们还能动的时候，也去轰轰烈烈干一票如何？大鱼沉默了许久后，才摇了摇头：别去添乱了。轰轰烈烈干一票所需要的并不只是决心，还有能力。言罢，宫阳一月也没再讲话，只是有些恍惚地望向井底水波。是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轰轰烈烈的资格。别说他现在寿命已经没有几年了，哪怕他是全盛时期，也没有这个能力。除非经过永夜殿的改造，但改造过后的威力依旧远远无法应对樊玉本次战役。他曾经是宫阳一族的大长老，曾经是宫阳一族对外的最大的威慑，但如今他只是一个守在这间院落的一个顽童。时代没有忘记他们，但时代抛弃了他们。那座被樊玉所击沉的企业人大陆，大批后勤阁成员正在其中奔波，大部分收获比如鬼石等都已经带了回去，但其余收获还在开采过程中。魏魏正带着扣扣不断奔跑着，他的寻宝能力能让他第一时间找到哪里有密室，跑过去后当场便是一巴掌，连陨落天穹他都能一巴掌拍碎，没有什么结界阵法类的能挡住他。这种密室更别提了。然后找出来的东西扣扣再全部吞下，再去下一个地方。兄妹配合的极其默契。魏魏如今已然成年，是成年吞天鳄，但扣扣却是一个幼崽吞天鳄，按理来讲跟不上哥哥的步伐，但扣扣上次历练过后耐力大增。不过魏魏依旧将扣扣背在身上。他进化完毕出关后，得知被他忘记的扣扣被一个人丢在了独眼大陆，并在没有任何后勤补给的情况下横跨了整座大陆。强烈的愧疚让他对这个妹妹更加心疼。虽然因祸得福，扣扣进化出了特殊的能力，但万一有个意外，万一扣扣没坚持住，万一当时恰好有鬼巢登陆，那他一辈子都会陷入愧疚中。魏魏的身躯极大，还是幼崽的扣扣趴在哥哥背上，倒也不违和，反而显得格外融洽，时不时翻个身子，看起来颇为享受。吼吼！正在奔跑的魏魏突然低吼了几声，低声嘟囔着：话说母亲那个妹妹是
是不是在肚子里待太久了？怎么这么久都没生出？当初生扣扣的时候也没用这么久啊！不能是知道樊玉大战开了，故意避战的吧？无名山后山，一座异兽培养屋，大鳄和小鳄正彼此缠绕着沉睡在一起，时不时泛起打鼾声。屋外，那先生只是静静地望向这一幕，嘴角带着笑容，没有讲话。虽然已经过去数年了，但他还是清楚地记着当日被囚禁的时候，大鳄和小鳄每日故意耍宝，帮他驱散无聊。虽然他并不觉得无聊，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当然，他也怀疑这两家伙并没有故意耍宝，而是本性就是如此。他能做到的，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送最后一场造化了。樊玉的诸多事务，不是陈凡一个人能处理过来的，整个樊玉都近乎被彻底调动起来了。每个人都在自己岗位上做着自己的事情。时间来到第二日，陈凡坐在洞穴自己石屋内的书桌前，望向摆在桌子上的几个异宝和建筑蓝图。这是他昨夜从仓库里挑选出来，异宝暂时不清楚，但这建筑蓝图却全是3级大陆独有的，实践出真知。光看建筑蓝图也看不出什么太多信息来，尤其是看不见满级效果。陈凡将书桌上的建筑蓝图全都捏碎后，才走出洞穴，来到无名山后方，微微挥手，无数白色线条开始凭空浮现，并开始快速凝实后，他一口气将它升至20级。建筑名称：绝路基，建筑品级紫色，建筑等级20级，建筑效果能提炼一座大陆的核心本源，并凝聚成本源，埋在任意一座大陆上，可有效增强该大陆硬度。10级满级效果：采地，加强提炼速度。20级满级效果：采地星号2。加强提炼速度。陈凡站在原地，望向眼前这个占地面积较大的建筑，属于发育类型的建筑。多座绝路机同时运转的情况下，可快速提炼一座大陆的本源，并用于永业大陆，属于3级大陆独有的建筑。但他从未通过天眼之眼观察到这几座企业人大陆哪座大陆上有这种建筑。下一个建筑也是一个发育类建筑。正当他准备查看时，耳边突然响起万岁急促的声音：“狱主，有突发情况。”参谋阁内，陈凡赶到这里。此时参谋阁里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望向天眼大屏，可以清晰地看见这5座企业人大陆正在忙活着。这些大陆显然已经商量好了，开始将自己储备的通天柱一个个搬出来，然后发起总攻。陈凡快速扫视着一座座大陆搬出来的通天柱储备，同时心里快速计算着永业大陆所储备的鬼石和通天柱。不出意外的话，第一波打击应该是远程打击，而且是5座3级大陆联手的远程打击。拦截考验的就是资源储备，只要资源足够，怎么都能拦下来。诸位，最开始抵达这片海域的那个企业人大陆为首的老者正站在地下会议室的大屏上，望向屏幕上其他几座大陆的负责人，沉声沙哑道：“我最后复述一遍会议概要。首先，和我们向天大陆同一时间来到这片海域的还有一座3级鬼族大陆，但是这座大陆已经毫无迹象，我有理由怀疑大概率遭遇了不测。而和你们一起来这片海域的那座企业人大陆，因暂时尚不清楚的原因，在极短时间内覆灭。这2座大陆大概率栽在了樊玉手里。为了保险起见，我们5座大陆决定一同发起总攻，大家同为企业人所主导的势力。我相信，无论大家有什么摩擦，旧日有什么恩怨，甚至在作战计划上有些许分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大家的目标都是占领天潜大陆，前往天外天。樊玉的实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强，而且已晋升至3级大陆，同时也从这2座大陆上掠夺到了足够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我们已经不能将其当作是弱小的敌人了，必须全力以赴，不容失败，而且要快，不能给樊玉足够的沉淀时间，也不能再拖下去，否则可能会有其他势力也来到这片海域。现在，所有负责人将自家压箱底的战略级通天柱都掏出来，1个时辰后对樊玉进行全方位覆盖性打击，直至樊玉覆灭、投降，或是将战略级通天柱打光为止。画面上，其他4座企业人大陆负责人面色肃穆地点了点头，并未多说。虽然同为守夜人，但向天大陆的负责人体内黑暗要更纯粹一点。此时这个临时凑在一起的联盟，也有点隐隐以其为首的意思。只是这4个人当中，有一个中年男人眼里并没有太多波澜，显得较为平淡，像是不怎么在意这场联盟有没有都随意的样子。他们5座大陆的实力都差不多，至少表面上差不多，但大家都知道，联盟肯定得有个领头的，否则根本无法发挥出联盟的力量。但他们几个又谁都不服谁，毕竟大陆实力都一样。最后就选了向天大陆的负责人，至少这个老家伙体内的黑暗浓度确实要更纯粹一点。当然，这不意味着企业人国度的王就这样定了。等打沉樊玉后，再各凭本事。在会议正式结束后，老者身后的心腹才上前一步，低声汇报道：“圣上，我们所储备的战略级通天柱其中7成已经悉数搬了出来，正在做最后发射准备工作。”老者缓缓点了点头。虽然会议室上说所有大陆都要将自己的压箱底搬出来，但他们都清楚，打完樊玉后，他们大概率还得打一场。现在不留点家底，下一站怎么打？另外几座大陆，他相信肯定也留了。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再告诉我。老者望向屏幕上的画面，缓缓道，声音极其平淡，但拄着拐杖的双手却因过于用力而泛白。或许是胜利就在眼前了，又或许是多年以来的夙愿即将达成。他总感觉有些不现实感。他现在最希望的是樊玉能做出一点反抗，这样可以增强他的真实感。只是他眼皮微垂，无声笑了起来。他不知道樊玉该怎么赢。樊玉参谋阁内，天眼大屏上，狱主万岁深吸了一口气，才望向天眼大屏上的一幕幕沙哑道：“目前来看，最多1个时辰后，这5座大陆就会对我们大陆进行大规模轰炸。
炸。届时我们肯定无法做到全部拦截。我们储备的战略级通天柱只有200余根，所储备的都是普通通天柱。储备战略级通天柱需要消耗大量鬼石，就算利用城墙净空，任凭对方轰击城墙，但对方的轰炸若太过密集，摧毁速度大于修复速度，一旦一段城墙被轰碎，净空效果就会彻底失效。到时候敌方的火力袭击全会进入永夜大陆内部，那对繁域的防空体系是一个极大程度的考验。不管我们能不能抗住，都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我们先考验他们。我建议立刻对最先抵达这片海域的那座企业人大陆发动大规模轰炸，先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不，陈凡摇了摇头，轻吐出了一个字：域主。万岁有些着急的急促道：这个时候不能再等了，对方明显不打算给我们发育的时间。我们如果不先下手为强的话，会很被动。这个时候，陈凡抬手指住了万岁接下来要说的话：先轰炸一座大陆没有任何意义，通知导弹储备基地点亮鬼火，繁域所储备的18万根通天柱全部进入待发射状态。百息后，对5座大陆展开全方面覆盖性轰炸打击，直至敌方灭亡或大陆耗尽为止。万岁先是下意识地将命令传达下去，随后才沙哑道：域主，同时对5座大陆展开覆盖性打击，我们的通天柱和鬼石会消耗得很快的，只要轰一座大陆，就能先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呢？陈凡偏头望向万岁，对方措手不及了，然后你接下来要干什么？万岁一时有些语噎，他没想那么多，他只是想着先打乱敌方的阵脚，阻止对方的这个计划。既然都开战了，就不留手了。无名山后山导弹储备基地的城墙上所部署的一座座27级天道炮开始不断咆哮，将一根普通通天柱改造成威力巨大的战略级通天柱。与此同时，阵阁成员早已等候在附近，快速给一根根战略级通天柱加持上内敛阵法，使其发射出去后看起来和普通通天柱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而繁域的通天柱还有一个大的杀手锏——天道赐福效果。一气化三清，这个效果他在对战荒族大陆和那座企业人大陆时并未展现出来，他不清楚其他大陆有没有这种具体的探测手段，藏拙一手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与此同时，在永夜大陆其他角落所部署的通天柱也在快速充能并进入准备阶段，包括新大陆等大陆上所部署的通天柱，一声令下，全都运转起来。百息后，无名山后方的导弹储备基地已经全部准备完成，15根战略级通天柱在震动中依次缓缓升空，并在空中朝海域深处激射而去。5座大陆和繁域的距离不一样，想要确保同时引爆，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差量。参谋阁内，无数人望向划过天眼大屏上的猩红光束，有些微微紧张地拽紧衣角。这可是1打5，同时和5座3级大陆开战，说不紧张那是假的。陈凡倒是没有过多关注天眼大屏，而是快速打造一座又一座和平雕塑。守在参谋阁的后勤阁成员则快速将一座座和平雕塑快速部署到繁域各个角落。这是他获得的第3张建筑蓝图，也是3级大陆独有的。此前他在侦察向天大陆时看见过这个建筑，还询问了问天灵。此时他终于也拥有这个建筑了。这个建筑还是重要的，尤其是在防空体系中。终于，当3根繁域发射的通天柱距离向天大陆只有1400公里时，这座大陆的哨塔终于发出警报，嘟嘟嘟，略微刺耳但并不密集的警告声响彻在地下会议室内。老者看了眼屏幕，3道猩红光束正朝向天大陆疾驰而来，屏幕上清清楚楚标注着这3道猩红光束的能量等级。1级通天柱，这繁域倒是有些手段。老者若有所思道：繁域能如此精准知道他大陆的坐标，想必肯定是有些独特的侦察手段。只是发射3根1级通天柱，所图为何，他就不清楚了。是试探，还是也不清楚具体坐标，或者是不确定能否精准命中，先做试点引爆。这个警报并没有让会议室的人有太多紧张情绪，毕竟只是普通通天柱，他们甚至都无需发射通天柱拦截，只需防空炮便可轻松拦截。和平雕塑，紫色建筑，需先点亮哨塔一化，天眼轨道炮才能发挥效果。3级大陆方有机会获得该建筑蓝图并建造，会感应1000公里的袭来火力的强度，并将指令传给哨塔，再通过毛细血管阵启动其他建筑进行拦截，并且会根据火力来袭强度自动选择拦截手段。该建筑的主要功效为感应来袭火力强度和全自动拦截。可以说，这几个东西组合起来，便是3级大陆最强的防空体系。只要资源足够，敌方来袭火力几乎无法威胁本土。而在这3根战略级通天柱即将逼近向天大陆时，位于岸边城墙上的防空炮等建筑开始快速咆哮，一枚枚猩红炮弹如同成串弹珠般洒向空中的通天柱。只是正常来讲，在大量防空炮的密集炮弹拦截下，这3根1级通天柱应该很快会被在空中引爆。然而，这3根1级通天柱像是更加皮糙肉厚一样，完全无视了防空炮的拦截，径直逼入大陆中央。和平雕塑察觉到了情况不对，第一时间启动了通天柱，准备2次拦截，但已经晚了。以通天柱的速度，在1次拦截失败后，怎么可能有2次拦截的机会？通天柱的升空并且将速度拉到一定地步，这都是需要时间的。但不得不说，3级大陆的底蕴还是有的，而和平雕塑的反应速度也是足够快，哪怕时间仓促之下，也有5根战略级通天柱成功升空进行精准拦截，2根被成功拦截，在空中引爆，1根则是突破拦截。最终，在岸边城墙上的守卫视线下，那根通天柱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号称3级大陆最强的防空体系，并轻飘飘地落在了大陆内部。下一刻，在27级天道炮、通天柱2个满级效果
黑暗科技等手段的加持下，一处巨大的蘑菇云在大陆中央炸开，所爆发的巨大威力令地面都在震动，轰，近乎震耳欲聋。此时，所有人才反应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通天柱，而是战略级通天柱。参谋阁内，陈凡面色有些平静地望向天眼大屏上的5幅画面，这是天眼之眼传来的5座大陆同时被轰的画面，其中4座大陆都没有第一时间查看出他们通天柱的虚实，但其中1座企业人大陆，因这座大陆是唯一选择了吞天式魂阵的大陆，吞天式魂阵，红色大陆及阵法，可使范围内的所有建筑消耗降低5%。所以他将这座大陆临时命名为吞天大陆。这座大陆在通天柱进入探测范围后，防空炮甚至压根没启动，当即有数根战略级通天柱升空，进行了精准拦截。他现在有些摸不清这座大陆的底细。通过天眼之眼的侦查，这座大陆也有和平雕塑这个建筑，但没有毛细血管阵这个阵法。究竟是稳妥起见，采用通天柱拦截，还是可以看破他们繁育的内敛阵法？可惜万岁望向天大陆上的画面，有些惋惜道：可惜通天柱无法引爆通天柱，若是可以引爆，那连锁爆炸威力肯定巨大。不过成功也不错，摧毁了对方大量通天柱。正当他准备按计划对导弹储备基地下令2阶段轰炸计划时，陈凡突然出声打断，跳过2、3、4轰炸阶段，直接进入最终轰炸阶段，主要关注吞天大陆。我要知道这座大陆究竟是运气使然，还是真的有能变真伪的能力。倘若真有这个能力，那我们的轰炸就不能停下来，并且时刻观察这座大陆的传送阵、非洲等动向，确保这座大陆不能将这种手段传给其他大陆。他第一时间就敏锐察觉到，战争的转折点就在这个吞天大陆上。以繁育的通天柱储备虚实的结合下，只要这几座大陆的鬼石储备不是很多，绝对能突破其防空体系。但一旦这5座大陆都有了辨别真伪的能力，那繁育也不用打了，可以直接准备跑路了。这个吞天大陆必须第一时间啃下。很快，第2批通天柱开始快速升空，这次不再是1座大陆各3根，而是1座大陆各100根，其中3根战略级通天柱，97根普通天柱。陈凡死盯住屏幕，尤其关注吞天大陆。果不其然，吞天大陆的防空体系几乎极其轻巧地用防空炮拦截那些普通通天柱，并升空战略级通天柱拦截繁育发射的战略级通天柱，滴水不漏，甚至没有1根通天柱落入吞天大陆内部。吞天大陆真的有辨别真伪的能力。他从怀里掏出传音符，亲自给导弹储备基地的组长下令，一字一句地轻声道：其他4座大陆依旧虚实结合，吞天大陆纯实，繁育最多有3000根战略通天柱的发射指标，2000根送给吞天大陆。又掏出传音时联系小邱，前往荒族大陆的战后清点工作要尽快，前线鬼石告急，尽快。虚实结合失败，那就是比拼底蕴，很简单的比大小。如果吞天大陆的战略通天柱的储备量大于6000根，那这场战争大概于就是繁育战败了。但倘若低了，那抱歉，虚实有虚实的打法，纯实有纯实的打法。轰向吞天大陆的战略级通天柱可不在藏拙，一气化3清全部启动，以及它的战略级通天柱威力要更大，它有多个手段加持，敌方想要拦截，必须升空更多的通天柱多次拦截。随后，陈凡此时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吞天大陆上，他看见那100根战略级通天柱成功抵达吞天大陆上空，并在敌方拦截力量已经升空的时候，才猝不及防的1分为3。这个时候想再拦截已经根本不可能来得及了。但他在天眼大屏上清清楚楚地看见一道极其炽热且夹着浓郁威势的光柱划过天空，那是天眼轨道炮，巨大的威力清空了所有通天柱，它的偷袭无果，并且还有近100根战略级通天柱升空，不为拦截，而是直奔繁育而来。挺好，陈凡笑了起来，有点无奈，又有点被气笑了。今日算是遇到对手了。通天柱一直是繁育的杀手锏，而今日的对手在繁育纯实战略通天柱的轰炸下，竟然还能腾得出手，轰炸他的本土。做法其实没错，拦截总比打击消耗的通天柱要多，他被迫拦截消耗更多的通天柱，对吞天大陆的打击肯定也会更弱。这座大陆的负责人决策更果断，而这座大陆的实力明显也比其他大陆更强。该死，该死！向天大陆地底会议室内，老者正面色难看且阴沉地望向屏幕上的画面。1400公里是他们大陆的哨塔的探测范围，而此时在这个区间内，上千道猩红光束近乎从各个角落轰来，笼罩了整座大陆。战争开始了，这是来自繁育的反击。兔子临死前也会殊死一搏，他从未想过繁育不会反击，只是他没想到繁育的反击来得如此凶猛和诡异。检测能量强度为1级通天柱，检测能量强度为1级通天柱，清一色的1级通天柱。和平雕塑给出的信息全都如此，但此前的几发通天柱爆炸让他已经意识到和平雕塑的消息有误，或者更准确一点，繁育拥有隐藏通天柱能量强度的手段。此时他根本分不清这些通天柱里哪些是战略通天柱，哪些是普通通天柱，而他能做的就是一根根战略级通天柱不断升空，开始无差别拦截。然而这些通天柱中几乎绝大多数都是普通通天柱，双方的消耗根本不对等。对于繁育来讲，高等级通天柱储备起来要费点功夫，但这种1级通天柱只需1、2日功夫就能储备好。他近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屏幕右下方显示的向天大陆所储备战略通天柱的数量在快速减少，根本耗不起。向天大陆正在遭受繁育的猛烈反击，请求支援，请求支援。角落里有
有心腹手持传音符快速联系其他几座大陆，然而一直迟迟没有回信。下一刻，终于得到了一条回信，是有些手忙脚乱的高吼声。我们也在遭受梵豫的反击，准确的说，是所有人。梵豫一次性向5座大陆都发起了反击，他知道我们所有大陆的具体坐标，而这一幕直观显示在梵豫参谋阁的天眼大屏上，则更为直观。无数密集的猩红光束近乎接连不断的从永夜大陆各个角落升起，轰向5座大陆，中间没有停歇。是第一波通天柱刚升空，第2波通天柱便已经同时升空。对于这场战役，以及对于那座能探测出梵豫通天柱真伪，甚至还有余力反击的大陆，陈凡给出了他的答案。梭哈，此时此刻，梵豫只有一个任务，将这些日子所储备的通天柱、鬼石等一切战略储备，通通全部都砸出去，就算战败，也不给敌人留一点可占领资源。陈凡站在天眼大屏前，面无表情地望向这一幕。那座向天大陆已经开始反方向逃窜了，不过此举没有任何意义，他甚至都没有去下令轰击这座大陆的玄天推进器，没有任何意义。他的通天柱射程170万公里，对方不可能逃出这个范围，无论逃还是不逃，都要面临来自梵豫的通天柱洗礼。片刻后，陈凡突然轻声道：“通过天眼之眼可以清楚看到，那座可以探测真伪的吞天大陆显得有些招架不住，正在从地底升起一座座战略通天柱储备基地，用于拦截。这让他心里略微松了一口气。这座大陆虽然实力要强于其他大陆，但只要有疲态，流露出那么一丝，哪怕一丝招架不住的姿态，也就意味着这座大陆并没有强到哪里去。至少对于梵豫不是降维打击那种，那就有赢的可能。”他看了眼右下角的梵豫通天柱储备数量和具体鬼石数量，正在快速消耗，如流水般。梵豫从来没有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消耗鬼石，而有了天眼大屏后，可以直观的看见这个数据，那种感觉令他有点心痛。这些家底他攒了好久啊，就这样全砸出去了。但心疼归心疼，手下不会停，战争打的就是资源战。狱主身旁瘸猴大步急促走来，前往荒族大陆的清收队已经归来了，带回大批鬼石，具体没点数。王奎正带人快速清点，并且直接拉到了导弹储备基地，准备随时投入使用。好，陈凡轻吐了一口气。还有，瘸猴继续快速汇报道。陨落天穹破碎，在永夜大陆形成了大量鬼矿黑渊，但因为陨落天穹的破碎的时间太晚，哪怕护格已经组织了足够多的人手去开采，收效也不算太好。如今第一批开采出来的鬼石已经在整合通过梵豫高铁运往无名山，具体数量在1492亿枚鬼石。陈凡再次点了点头，这都是梵豫的底蕴。这几座大陆什么情况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梵豫是真的掏出压箱底的东西来打这场战争了，这很有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战役。打输了归天，打赢了继续来吧。陈凡望向天眼大屏上的那近乎将整个屏幕都染红的猩红光束，低声呢喃着。此时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拿出家底和主力对着干的散户，那就看看谁子弹更多了。启动！位于导弹储备基地的组长此时手里高举梵豫旗帜，嗓子沙哑的高吼着，每声令下都有数百根通天柱升入空中。这些年来，梵豫的通天柱几乎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今日底蕴全出，家底倾斜，只求一个世间太平，只求一个梵豫安康。他眼眶通红的望向那一根根升在空中的通天柱。他坐在这个位置上，他更清楚的知道，当这些通天柱耗尽，如果战争依旧没有胜利的话，那梵豫便会迎来绝境。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梵豫才刚晋升至3级大陆，甚至都没前往战争泥潭，不应该被一众3级大陆围攻。但这世上本没有太多公平可言。妈妈，你看，那是通天柱。樊城，一个小孩开心地揪着母亲的衣角，兴奋地望向升在空中的一根根通天柱，声音中满是激动，不断揪着母亲的衣角。这个女孩上次看见通天柱升空的时候，还是在数年前，这次又看见了，自然会激动。母亲有些敷衍地应和了一声，才将孩子抱在怀里，缩在院落角落里，抬头望向空中不断升起的大量通天柱，身子微微站立，眼里满是恐惧。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清楚地知道大量通天柱升空意味着什么，战争又来了。他更加清楚地知道，如果梵豫战败，他们所要面对的会是什么。樊城里的集市今日暂不营业，所有人都抬头望向空中的大量通天柱，沉默在原地。而这一幕不仅仅是梵豫可以看见，通天柱从永夜大陆各个角落不断升起。通过这些日子的梵豫日报，所有人都清楚，一场对梵豫来讲极其艰难的战役即将迎来。而大量通天柱升空的同时，也在告诉人们，这场战役开始了。位于岸边的一座鬼矿，大量男人正轮着由地精所制造的锄头快速挖矿，时不时有人抬头望向空中升起的通天柱，没有过度停留，只是更加卖力的挖矿。他们清楚，他们此时多挖一枚鬼石，前线就多一枚鬼石，战役的胜率就多1分，他们的妻儿就多了1分活下去的可能性。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梵豫不能败，永夜大陆不能亡。他们不想死，逃不掉。圣上，我们逃不掉。向天大陆地下会议室内，一个心腹此时正撕心裂肺地高吼着，我们大陆的坐标已被梵豫牢牢锁定，根本逃不掉。就在这时，轰！一根通天柱突破封锁，落在他们头顶陆地附近，而这根通天柱恰好是战略级通天柱。巨大的震动让会议室上空洒下大量灰尘。再准一点，这个会议室内所有人全军覆没。下一刻，老者手里的传音符响起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声音中显得有些平稳，别逃了，逃不掉了。所有人听令，现在即刻发射天眼通天柱，目标梵豫，我们需要还击。梵豫
玉的反击已经持续了1炷香，并未见疲态。我们不清楚樊玉的储备资源有多少，我们不能去赌樊玉的资源和我们的资源谁更多。我们要反击，我先带头，希望诸位跟上。注意，不是发射1根，而是全部。我不清楚诸位储备了多少根天眼通天柱，又或是此时还有余力制造多少根，但这次我们需要掏点家底了。百息后，我希望看见有大量天眼通天柱升天。老者双手有些发颤地望向手里的传音符，他记得这个中年男人声音是其他4座企业人大陆负责人其中一个。在前不久的会议中，他对这个男人有印象，身上有股淡然的气质，或许是平稳的声音给了他一定的安抚作用。他此时也反应了过来，遭受樊玉轰击的大陆又不是他1座，是5座。难道樊玉的资源储备能比他们5座大陆加起来都多不成？传令！老者深吸了一口气，才沉声道：“百息后启动天眼通天柱，暂且启动。编号4到10的天眼通天柱，他们大陆储备了不止7根，共13根，但这东西造价极贵，乃通天柱储备了天眼轨道炮的全力一击，是压箱底的东西。”编号1到7的天眼通天柱是他们大陆刚晋升3级大陆不久后储备的天眼通天柱，当时的天眼轨道炮还仅只是20级的，属于老存货了，去库存。百息后，在樊玉参谋阁内的天眼大屏上，陈凡清晰地看见了这几座企业人大陆上一根根更加高大的通天柱。卸去伪装，进入发射姿态，通天柱标上还有偌大的天眼2字，虽然距离远超哨塔和和平雕塑的探测范围，他不知道这些通天柱的能量等级，但猜也能猜到上大家伙了。陈凡望向屏幕上的这一幕，呢喃着：这种天眼通天柱绝对不可能在永夜大陆引爆，所带来的破坏性是灾难级别的。下一刻，一根根天眼通天柱升空，1个、2个、3个，陈凡挨个数着，共27根。天眼轨道炮轰一发的成本是1000亿枚鬼石，哪怕樊玉在多种手段的减持下，也需要足需要135亿枚鬼石。也就是说，想要拦截这些天眼通天柱，樊玉至少需要支出3645亿枚鬼石。陈凡望向天眼大屏右下角正不断由后勤阁和天仓阁成员输入数据，从而实时跳动的樊玉鬼石储备1.2万亿枚鬼石，数量和之前没有变化。还有余力反击。陈凡轻声道：“传令，让导弹储备基地准备，时机差不多了，可以投入天眼通天柱了。以及让王麻子那边再快一点。樊玉的内敛阵法无法作用在天眼通天柱上，天眼通天柱所散发出的威势实在太强了。而在另外一处海域，王麻子正站在梅花岛边缘，心急如焚地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在开战前夕，陈凡亲自来这座岛屿装满了玄天推进器。是的，装满了，没有任何间隙。一座座玄天推进器几乎是一座挨着一座，所带来的效果便是这座岛屿的移动速度要比永夜大陆的移动速度更快。毕竟完全不讲任何性价比的情况下，速度总能更快。而梅花岛还有一个特殊效果，就是很难被探测到，只能在足够靠近的时候用肉眼看见。他所接到的任务是尽可能逼近向天大陆。岛屿上有通往樊玉的传送阵，但没有任何城防建筑。至于逼近后要做什么，狱主没讲，只是让他尽可能逼近100公里内，且一旦被发现，立刻通过传送阵撤离。而与此同时，在这片海域的其他角落，除了崎岖岛，樊玉另外3个岛屿也已在路上快速逼入战场中央区域，由商阁的人带队来了。27根天眼通天柱近乎同一时间抵达永夜大陆附近，部署在永夜防线上的天眼轨道炮早已蓄能完毕，此时正不转缓缓调转炮口。下一刻，轰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附近地面都在隐隐颤抖，一道道极其炽热却粗大的炽热光柱陡然升空，将27根天眼通天柱全部拦截在海域上。27根天眼通天柱齐齐爆炸的场面，甚至让防线附近的樊玉成员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股极其浓郁的热浪袭来，仿佛极近距离接触火灾一般，天比以往更加亮。所有防线附近的樊玉成员都是面色难看地望向头顶的那一幕，他们不敢想这些天眼通天柱若是落到永夜大陆上，会造成多大的灾难。樊玉正在迎战一场不能输的战役，他们输不起，也没有输的资本。于是樊玉疯了，通天柱开始更加频繁且疯狂地发射，一道道通天柱升空的轰鸣音爆声在无名山上空近乎此起彼伏地不断响起。倘若无名山有沉睡的山神，此时也该被惊醒了。参谋阁内的陈凡望向天眼大屏上和平雕塑传来的能量等级，轻松了一口气。他看见能量等级最高的天眼通天柱是27级的，和他的天眼轨道炮等级一样，可以拦得下。而在向天大陆，这一幕就更直观了。位于地下会议室的老者望向屏幕，他看见了那批通天柱在未进入永夜大陆便全部引爆后，便清楚知道被拦截下来了27根，全部拦截。这意味着樊玉至少部署了27座高等级的天眼轨道炮。见了鬼了，他们向天大陆都没部署这么多天眼轨道炮，一座天眼轨道炮的价格足近200亿枚鬼石。这种红色战略大陆级建筑制造过程中，大量能量会消散在空中的。樊玉一个刚晋升至3级大陆的势力，为何会储备如此之多的天眼轨道炮？难道天谴大陆这个地方真的有什么至宝？但很快他便没心思想这个问题了，只因屏幕上突然弹出一行刺眼的文字：警告，极高能量强度的火力即将袭来！警告，极高能量强度的火力即将袭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樊玉也给他们丢了几枚，不多，3枚。唯一的好消息是，樊玉的天眼通天柱无法被内敛阵法所遮掩，看得清清楚楚。当3根天眼通天柱抵达向天大陆上空，并成功突破防线进入中心时，部署在向天大陆城墙上的天眼轨道炮也齐齐调转炮口，准备开始拦截。只是下一刻，在一气化3清的天道赐福下，这3根天眼通天柱瞬间化作了9枚。
这个变化来得极其突然，但下一刻，只见向天大陆部署在城墙上被草垛所遮掩的11门天眼轨道炮齐齐发威，数道炽热光柱在和平雕塑的指引下猛然轰向天空。其中摆放在明面上的只有2门天眼轨道炮，剩下的9门天眼轨道炮都是藏匿在暗中。固然事发突然，但向天大陆还是悉数拦截了下来。如果将刚才那一幕回溯并高倍慢放的话，便可清晰看见梵域通天柱的裂变和向天大陆的11门天眼轨道炮出现近乎是发生在同一时间。这不是反应，而是预判。向天大陆地下会议室内，老者双手死死拽住手杖，青筋在泛白的指尖显得极其明显，眼里满是疯狂到极致的癫狂。他早就知道梵域拥有一种可以将通天柱一分为3的手段，他不知道这种手段是哪来的，是某个黑暗科技通天柱的一个天道赐福效果，又或是稀有岛屿带来的。但他可以确定的是，梵域有。既然有，他便不会真的以为梵域只发射了3根天眼通天柱。他赌不起这3根天眼通天柱是否会分裂。倘若真会分裂，那落在他们本土上，那将是一件灾难性的事情。于是他启动了所有天眼轨道炮，哪怕会因此消耗大批鬼石。如今看来，他赌对了。轰轰，大陆在微微颤抖，哪怕成功拦截，但当成功拦截时，已在大陆本土上空。如此近距离的大规模爆炸，让大陆整体都在颤抖。老者眼里闪过一丝后悔，望向屏幕右下角的鬼石数量。这场战役的惨烈程度和资源投入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如今所储备的资源和通天柱都在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消耗，尤其是刚才11门天眼轨道炮的齐齐发射，便消耗了他2421枚鬼石。如今整座大陆能动用的鬼石数量就只有819亿了，他还能再顶几轮？1轮还是2轮？梵域这种手段又能来几轮？哪怕如今向天大陆本土没出现特别的大的伤亡，但所有人都清楚，他们已经战败了。这场战争他们一开始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位置，他们是第一个抵达这片海域的势力，但现在战争是否结束已经不由他们决定了。圣上，身后一个心腹声音微微发颤道：“我们所剩鬼石最多还够制造100根战略级通天柱，我们已经挡不住了。”老者望向屏幕上那再次从远处快速袭来的数百根猩红光束，惨笑了一声：“事已成定局。”他甚至都没见到永夜大陆长什么样子，甚至都没见过梵域的任何一个人，这场战争便结束了。他们储备的鬼石数量绝对不少，至少在3级大陆里，不说佼佼者，但也绝对算多的。只是一开始和梵域接触，为了摧毁永夜大陆的玄天推进器，他们消耗了大批鬼石。他本以为效果显著，现在看来，他突然想明白了，梵域压根就没想跑。梵域清楚的知道他大陆坐标，要是想跑早就跑了。所谓的逃跑举动，只是想消耗他的鬼石而已。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猎人，但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是猎物，只是慢慢的进入敌人的陷阱。如今弹尽粮绝，他想拼命，他想君子守国门，但他甚至都不知该如何拼命。在这种程度的战役下，哪怕企业人体内拥有浓郁的黑暗能量，可短暂爆发出强大的战力，也没有任何意义。数百根猩红光束如期而至，再次划过天空，来到向天大陆上空。咻！伴随着刺耳的音爆声不断响起，向天大陆所储备的最后天眼通天柱在将这批通天柱拦截后彻底耗尽，已经没机会了。鬼石耗尽，这些年储备的通天柱耗尽，如今他们最后的希望便是战略储备仓库里所剩的那5根天眼通天柱。只是所有人更清楚，这5根天眼通天柱无法改变战局。下一刻，屏幕上再次浮现出数百道猩红光束，那是梵域的通天柱再次袭来，和上一波通天柱间隔了不到10息，梵域甚至不愿意给他们一口喘气的机会。通天柱如狂风暴雨般不断砸来，他们不知道这里面有几根战略通天柱，有多少又是普通通天柱，但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没有通天柱和鬼石去拦截了。错了，一开始就错了。老者身子有些趔趄，双手紧紧拄着手杖，让自己强撑着不至于倒地，望向屏幕上数百道快速袭来的猩红光束，眼里满是绝望和不甘的喃喃着：他们一开始应该速战速决，那样说不定梵域刚晋升3级大陆，还没有如今实力，更没有掠夺到在战争泥潭的生存时间，而且不应该消耗大量鬼石去摧毁梵域的玄天推进器。他们上当了，但这世间没有后悔药，他已经活了很久，久到他开始畏惧死亡，极度畏惧死亡。听令！他眼睛布满血丝，盯着屏幕上那一道道猩红光束，近乎用一种癫狂的语气，咬牙切齿的一字一句道：启动剩余所有天眼通天柱，其中4根打击目标为另外4座企业人大陆，最后1根打击目标齐田战争泥潭核心处。他可以死，但他不能一个人死，他要人给他陪葬。他本来是暗中离开战争泥潭，打算不惊动任何人占领永夜大陆的，但事已至此，他不介意让更多人的视线聚集在这里，只要看过来的人足够多，他会在地狱看见梵域的，他们会相见的。而那4座企业人大陆，他都输了，他更不希望看见其他企业人大陆捡他的谷子，以向天大陆覆灭为代价，消耗了梵域大量鬼石，从而取得胜利。他要所有人都输。下一刻，向天大陆剩余的最后5根天眼通天柱从大陆各个角落开始升空，并不断加速，和梵域轰来的数百根通天柱近乎擦肩而过，朝不同方向轰去。老者通过吊篮来到地面，他看见了满地疮痍，原本的城池已沦为废墟。上一轮通天柱，他们并没有完全挡下来。他站在原地，望向已经抵达大陆上空的通天柱，开始分裂出更多，从九霄之上砸下来，踉踉跄跄的将手中手杖用力甩在一旁，张开双臂，眼里布满红血丝，近乎歇斯底里的高吼了起来：来啊来啊，梵域，我在地狱等你，我们会在地狱相见的。他还想再说些什么，只是漫天通天柱在完全没有防空火力体系的拦截下，在这片大陆上绽放开了绚丽到极致的烟火。
樊玉、参谋阁内，陈凡站在原地，视线紧紧盯着天眼大屏上向天大陆的状况，在确定对方好像真的弹尽粮绝，任凭大批通天柱在自己大陆本土引爆后，才轻松了一口气，终于耗尽了一甲。这种战役和他以前的战役完全不一样，完全是拼家底的战役。但这批通天柱还不够彻底覆灭这座大陆，还需补上一根天眼通天柱。他望向天眼大屏上那5道朝不同方向激射而去的猩红光束，这是向天大陆临死前的殊死一搏，启动了最后5根天眼通天柱。但目标并不是樊玉，其中4根是另外4根企业人大陆，而最后1根是轰向远处，不知轰向何处，和樊玉是完全相反的方向，方向是战争泥潭的方向。狱主万岁见状，几乎瞬间反应过来，有些语气急促的开口道：“必须拦截下这根天眼通天柱，这肯定是向天大陆临死前给我们埋下的一颗雷。想要……”陈凡抬手打断了万岁，笑了起来，随后轻打响指，响指清脆的声音在参谋阁内响起。只见向天大陆轰向战争泥潭方向那根天眼通天柱，在空中陡然180度掉头，朝向天大陆直直轰去。他不知晓这根通天柱要去哪，但他大概能猜到向天大陆的用意：祸水东引，想让更强更多势力注意到这一块，这样哪怕他打赢这场战役，也会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只是这用意有点过于明显了，他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在这场战役中，他一直留着这个手段，原本是为了防止哪座大陆突然发射了一根能量等级极高的通天柱，或者是其他手段，可以用这个手段反转战局。现在看来，只能用在这里了。轰！伴随着这根去而复返的天眼通天柱极其精准地落在了向天大陆上，无声的爆炸响起，最后一击补上了。漫天火焰几乎瞬间席卷了整座大陆，那是一种比山火要恐怖无数倍的火焰，如同地狱一般。大量幸存的企业人在火焰下撕心裂肺的痛苦惨叫着。陈凡平静地望向这一幕，至于那4根通天柱的用意，他也能想明白。企业人本就是一种极其自私的生物，为了自己后辈的延寿，宁愿让天地永遭永夜之苦。这种人在临死前最想做到的就是不让其他人如意。不过他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意见，反正对他是利好，他的鬼石也不多了。如此长时间的通天柱持续轰炸，对樊玉来讲也是极大的消耗。他将视线望向天眼大屏中的另外4座企业人大陆，继续向天大陆宣告覆灭的那一刻，其余4座企业人大陆几乎是瞬间压力骤增。不仅仅是向天大陆临灭亡前给他们每人都扔了1枚天眼通天柱，更因为原本轰向向天大陆的通天柱的份额，此时都分给他们了。大批通天柱几乎在整个海域上空连成一串串线。樊玉的作战计划可以说没有任何谋略可言，一力降10会。但就是这种一力降10会的作战，硬是压着这4座企业人大陆头都抬不起来。一开始他们还有余力向樊玉发射战略通天柱，随着樊玉的火力打击越来越密集，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余力做出反击，只能被迫用战略通天柱开始拦截。尚未出现太大伤亡，但鬼石和储备的通天柱正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消耗着。还有招吗？临时会议室内，一个男人正有些气急败坏地高吼着：“我快扛不住了，再这样下去，我得被活活轰死！那该死的向天大陆，临死前还给老子发射了1枚天眼通天柱！”别急，吞天大陆的负责中年男人虽然眉头紧皱，但声音还是较为平稳：“我已经找到了应对之策，在樊玉通天柱进入探测范围后，先用普通通天柱全部拦截一遍，并同时用防空炮进行覆盖多次拦截。拦截失败的便是藏匿在其中的战略通天柱。等这批战略通天柱逼近后，再快速升空战略通天柱进行2次拦截。”话音落下，剩下3个企业人大陆负责人眼睛瞬间闪过一丝亮光，这是个好办法。嘈杂的声音当即响起，各自快速吩咐下去，就这样办。以及中年男人深吸了一口气，樊玉的底蕴确实比我想象的要恐怖一些，但毕竟刚晋升3级大陆不久，不会有太多的鬼石储备，应该马上就到极限了。只要我们撑住，撑到樊玉鬼石耗尽，胜利便是属于我们的。有意思。樊玉参谋阁内，陈凡望向天眼大屏上的一幕，指关节轻轻敲击着手杖，这么快便找到了破解之法。对方这样做的话，确实是有些棘手，但正所谓先手意味着拥有足够的思考时间，这一点他早就料到了，而他也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到哪了？陈凡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联系上王麻子。很快，传音符里传来王麻子的声音：“全速前进中，预计明日午时抵达指定地点。其他稀有岛屿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段。明日午时听命正式行动，樊玉会掩护你们。”樊玉好像哑火了：“我们要反击吗？”临时会议室里，那个一开始咒骂向天大陆的男人此时有些兴奋道：“我们破解了樊玉的通天柱手段，对方好像也有点储备不足的样子，现在正是反击的好时候。”另外2座企业人大陆的负责人此时脸上也夹着一丝残忍笑容，被轰了这么久，泥人都得有3分火气，现在终于也该轮到他们反击了。等他们登上永夜大陆后，寸草不留，涂治干净。不对，吞天大陆的中年男人眉头紧皱，隐隐感觉有点不安，摇了摇头。樊玉不应该是这种反应才对，至少不是这种轻描淡写的反应，像是有点自暴自弃。不可能是储备不足，如果储备不足，那应该将所有储备全都扔出来殊死一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白白浪费通天柱，却几乎起不到太多效果，更像是在酝酿什么大的阴谋。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会不会是你有点被樊玉吓到了呢？一开始那个男人此时显得轻松不少，耸了耸肩，摊开双手。再怎么说，樊玉也仅仅只是一个刚晋升3级大陆的势力而已，在我们5座大陆的围攻下，能覆灭1座3级大陆已经是很不错了。
这应该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中年男人没有讲话，他也有点犹豫不定。过往的经验告诉他，樊玉能做到这种地步，确实已经是极限了。但不知为何，他隐隐觉得，如果樊玉真的已经到极限了，不该是这种反应。难道是？一道灵光从脑海里闪过，他想到了，樊玉是在拖时间，在发现自己通天柱虚虚实实的手段被识破后，故意有一搭没一搭的扔着通天柱，但又不想过于焦急，暴露出自己资源不足的事情。而拖延的这一天时间，应该是去大肆打造玄天推进器去了。樊玉要跑，他突然明白了，他终于知道樊玉的反应为何如此反常了。在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深吸了一口气后，一向平淡的语气中也终于忍不住透露着一丝兴奋，尽可能将情绪压下去，一字一句道：“都准备下，一炷香后发起全面反击，入驻永业大陆。”结束了吗？黑鬼大陆地底蜀国宫殿内，附近近乎所有2级大陆的大陆之主都聚在这里，通过蜀国的大屏，实时观看着战役战况。蜀国的监视手段没有那么先进，只能看见划过这片海域的猩红光束，但也已经够了。他们在好猫的游说下，纷纷选择了尽自己能力向樊玉运去鬼石。传送阵无法传送鬼石，樊玉在收到消息后，派出扣扣乘坐传送阵来接应的不多，只能说尽自己所能吧。剩余几座2级大陆加起来凑了1200亿枚鬼石，而通过屏幕上的猩红光束，可以清楚看到樊玉发射通天柱的频率降低了许多，显然已经流露出疲态，撑不住了。战役并未结束，樊玉却流露疲态，那这场战役的结局可想而知。宫殿内一众大陆之主陷入沉默，他们在思考，他们在想新的3级大陆入驻这片海域后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好猫缓缓闭上双眼，不忍再看接下来的一幕。他已知道结局，只是有些难以接受这个结果。他知道樊玉战败的可能性很大，但真当他看见这一幕的时候，他还是有些难以接受。诸位，良久后，他缓缓起身，望向一众大陆之主，深深鞠了一躬，眼睛布满红血丝的沙哑道：“这次算我对不起大家，让大家损失了鬼石。但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不威胁到自身的情况下，替我隐瞒一下我帮樊玉游说的事情。”一众大陆之主沉默着没有讲话。好猫游说他们的一个令人诱惑的条件，就是此时樊玉正处重大危机，以樊玉的潜力，假如樊玉度过本次危机，未来的回报将会是10倍100倍的。但现在樊玉没度过，他们结局如何尚不清楚。但一直为樊玉四处游说的好猫，一旦被查出来，几乎是必死的，等同于樊玉之人。好猫也没再说话，只是重新坐在椅子上，有些绝望的闭上双眼。他没想过樊玉会输，在他的幻想中，樊玉会打一场绝地翻盘的胜仗，从此天地扬名。但他不后悔自己的行为，他愿赌服输。就在这时，快！耳边突然响起撒哈拉大陆之主的激动战栗声。快看！好猫下意识睁开双眼，望向面前的墙壁上的画面，整个人身子突然僵在原地，半晌后才猛地站起，身子因激动而不断站立。红了，全红！原本死气沉沉的大屏，只有偶尔数十道猩红光束划过的大屏，此时俨然变成通红，10数万根猩红光束近乎铺满了整个屏幕。从樊玉升空，以一种群狼猎羊之无法阻挡之势，朝4座大陆轰去。永业大陆所有人身子僵在原地，抬头望向头顶那震撼人心的一幕，10几万根通天柱在同一时间拔地而起升空，爆发出炽热的尾焰，轰向远处。几乎是同一时间，永业大陆上的所有人都感觉自己胸口在沸腾，那是一种情绪被调动的感觉。他们为自己生在永业大陆而自豪，这便是樊玉的底蕴，这便是樊玉的殊死一搏。瘸猴站在江北防线上，整个人身子不由发颤，食指紧紧贴在城墙边缘，用力之深像是要陷进去一般。就在企业人大陆想到对付樊玉通天柱之方法，参谋阁内人人眉头紧皱的时候，少爷极其淡然，像是早有对策。他下意识询问，少爷给出的回答极其简单：此种方法看似完美无缺，但弊端极大。其一，假如我并不是发射1级通天柱呢，而是发射2级通天柱呢？对我来讲，成本的几乎不会增加，但却可以轻易突破第一波拦截，进入到第2波拦截，依旧可以确保以低成本消耗对方的鬼石。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但随即又有些疑惑，那为何我们不动手，而是要有一搭没一搭的轰对方？少爷继续说，这是超对方一步，超对方一步无法奠定胜局，我要超对方2步。池塘再大也有容纳上限，寻常大陆并没有内敛阵法，故而他们并不会储备太多1级通天柱，哪怕临时打造，时间也有限，产量也有限。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们发射的普通通天柱数量足够多，对方的第一波拦截会瞬间达到容纳上限，从而失效。在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他的内心只有一个感觉：稳了。对方的这个手段被彻底化解了。但少爷又开口了，超对方2步无法一锤定音，樊玉后续力量不足，只有超对方3步才有足够胜率。我们不能对方下一棋，我们下一棋，那样我们会陷入鏖战，对我们不利。樊玉剩余12万根通天柱，一根不留，无论普通通天柱、战略通天柱、天眼通天柱，一波全部扔出去，我要瞬间超过对方的拦截上限。他听完后怔了怔，不知该怎么说话。少爷又说话了，超对方3步确实胜率很高，但还不够。我们这3步走完后，没有机会走第4步了。你知道五子棋吗？一种只要将5个一样的棋子在棋盘上连成一条线，便能胜利的游戏。这个游戏有2条规则，第一条规则，先手者胜率较高；第2条规则，当一方能一次性走4步的时候，便是100%胜率。我们已经走完先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一次性走完4步。明日午时，王麻子所率领的4座稀有岛屿会抵达这几座大陆附近，在漫天通天柱的掩护下，这将是第4步。
这4步走完，方可一决胜负。倘若计划失败，樊玉再无后手，宣告战败。他只记得自己当时听完后愣在原地很久。狱主的计划其实很简单，连走4步拿下胜利。于是当时间来到第2日午时，所有樊玉成员都走上城墙，望向空中那震撼人心的一幕：10几万根通天柱夹杂着数十根天眼通天柱，像是发狂一般，在同一时间升空，轰向远处。这是樊玉的所有底蕴，除了留了一小批通天柱，预防几座大陆临死反扑，剩余通天柱在这一刻全都砸出去。倘若这批通天柱能全部拦截下来，那你不应该是3级大陆，你应该是4级大陆乃至原始大陆。而在参谋阁内，一众参谋阁成员望向被染红的天眼大屏，呼吸不受控制的急促起来。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近乎通红的天眼大屏，血红，那是樊玉的红，那是樊玉愤怒的咆哮红，天红了。当这批通天柱进入几座大陆的探测范围后，几乎瞬间，一股极其浓郁的绝望情绪笼罩了4座企业人大陆。检测能量强度为1级通天柱，检测能量强度为27级天眼通天柱，检测能量强度为1级通天柱，检测能量强度为1级通天柱。密密麻麻的消息，近乎到模糊看不清的快速刷屏，刺耳的警告声在各个大陆的会议室内不断响起。这是樊玉的最后一次反击，也是樊玉的最后抵御。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只要他们能撑过这轮轰炸，便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该如何扛过，他们甚至都生不起拦截的想法。那个一开始咒骂向天大陆的男人，望向会议室内已经被大批猩红光束染红的大屏，惨笑了一声，身子无力，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低头望向自己的脚尖，眼里满是绝望和不甘。他甚至不敢抬头看向大屏，耳边一众手下绝望的呼喊声在他耳里渐渐削弱，他已听不见耳边的声音。樊玉真的只是一个刚晋升至3级势力的大陆吗？他不甘啊！明明距离天外天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就差一步，棋差一着，就一招啊！樊玉参谋阁内，一众人呼吸下意识停滞，直勾勾地盯着天眼大屏。通过天眼之眼的提供的画面，他们看见了有史以来最为震撼的一幕：一根根通天柱几乎遮天蔽日般铺满了整个天空。终于，轰轰轰轰，剧烈的爆炸声在几座企业人大陆上极其密集的不断响起，哪怕隔着画面，他们都能仿佛能感受到大陆在剧烈颤抖。赢了吗？万岁这才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一样，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胸膛剧烈起伏着。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吐不出来。赢了，真的赢了。他加入樊玉的时间不算长，但这2年多来，他亲眼看着樊玉从一个偏安一隅的2级大陆，一步步走到今天。他见过冯奇亚大陆覆灭时的干净利落，见过3大鬼族被清除时的雷霆手段，但那些战役和今天这场比起来，简直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10几万根通天柱同一时间升空，同一时间落下，这种程度的火力打击，别说见了，他连想都没想过。这是樊玉所遭遇过最为严重的危机，危机到狱主在确定作战计划之前，先确定了撤离计划，为开战先私败。这不是狱主往日的行事风格，但狱主这次确实这样做了。但终于赢了，就像狱主说的那样，无论人这一生要经历多少苦难，只要战至最后，那些苦难终究如刻满勋章的荆棘花一样，证明你这一路的无畏和勇敢。就在这时，万岁阁主！陈九天有些微微发颤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吞天大陆那边好像还没沉。万岁猛地抬起头，重新望向屏幕，天眼之眼的画面里，其余3座企业人大陆已经被轰至黑烟滚滚，火光冲天，在大陆边缘大量残骸散落在方圆的海域上。唯独吞天大陆这座实力最强的企业人大陆，虽然大陆边缘已经出现了数道深不见底的裂隙，中央区域也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凹陷，但它确实还没有沉。非但没沉，那座大陆上竟然还有零星的火力在还击，几根残存的战略通天柱从地底升起，试图拦截后续落下的繁育通天柱。虽然根本就是无用功，但确实还在反抗，也是这4座企业人大陆唯一一座还在反抗的大陆。狱主，他下意识偏头望向陈凡。陈凡面色沉默地站在原地望向这一幕，吞天大陆扛下来了，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虽然受创严重，但确实抗下来了，这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好消息。他的底蕴已经近乎全部砸出去了，就留了不足1万根通天柱，用来预防这几座大陆的临死反扑。空中已再无通天柱划过的痕迹，所有通天柱近乎在同一时间齐齐坠地引爆。不过影响不大，他做了预案，他一向喜欢先去预料最坏的情况。王麻子总说他悲观，没有安全感，但就是这种性格，让他在樊玉无论面对何种危机时，都能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预案。吞天大陆地下会议室内，天花板上的裂隙已经多到数不清了，灰尘和碎石不断从头顶掉落，墙壁上的大屏也早就碎裂成了几块，只有右上角那一小块还在勉强显示着画面。中年男人站在会议室中央，右手死死撑着桌沿，左手垂在身侧，整条手臂都在不受控制的颤抖，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刚才一轮打击中，一块碎石砸中了他的肩膀，整条左臂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他没有去处理伤口，也没有时间处理，还有多少？他的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这次败了，但不是彻底败了，他最终还是抗过了这轮致命轰炸。不出意外的话，这一波轰炸应该是樊玉底蕴皆出，那接下来就该轮到他的作战回合了。胜利终于是属于他的，这世间没有什么惨胜，也没有什么勉强胜利，更没有什么靠运气胜利，胜就是胜，败就是败，只要他赢下最终的胜利，那鲜花和冠冕便是他所享受的。身后一个心腹跌跌撞撞的跑过来，脸上全是血污，声音里带着哭腔。
没了，几乎都没了。我们的鬼石已经近乎全部耗尽，碧天阵的消耗太大了，死了好多人，外面城池和城墙全塌了，天眼轨道炮也几乎都被毁了。就连我问你还有多少？中年男人没有回头，站在桌前，望向墙壁那破碎的屏幕，轻声道，语气平静的可怕。那个心腹浑身一颤，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艰难地挤出几个字。能被地底毛细血管阵所操控的普通天柱还有792根，战略通天柱98根，天眼通天柱3根，天眼轨道炮3门，够了。中年男人缓缓直起身子，右手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了2下，全都升起来，不用瞄准，不用计算，全部朝一个方向打。哪个方向？中年男人终于转过头，看了那个心腹一眼，他的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绝望，甚至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平静到近乎冷漠的淡然。樊玉的方向，吞天大陆的地面已经彻底变了模样，原本整齐排列的城池、防线、炮塔现在全都变成了一片废墟，地面上到处都是被通天柱炸出的深坑，其中一个大坑深不见底，海水正从坑底不断涌上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臭味，那是鬼石燃烧后残留的气息，混着泥土和金属被高温融化后的味道。幸存下来的企业人从废墟里爬出来，有人断了一条腿，有人半边脸被烧焦，有人抱着已经死去的同伴失声痛哭，更多的人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望着头顶那片被浓烟遮住的天空，眼里一片空洞。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樊玉的通天柱来了，然后一切都毁了。就在这时，地面再次震动起来，那些幸存者下意识地趴在地上，双手抱头，等待死亡的降临。但这一次，通天柱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从他们脚下升起来的。近千根通天柱从吞天大陆各个角落掩藏在地底的发射井内缓缓升起，没有掩护，没有佯攻，没有任何战术可言，他们就这样赤裸裸地升入高空，调转方向，朝樊玉的方向激射而去。这是吞天大陆最后的反击，接下来是他的回合。但就在这时，嘟嘟嘟，地底会议室内，哨塔的警报声缓缓响起。男人抬起眼皮望向屏幕，只见屏幕上4座岛屿正在从不同方向逼近而来。男人突然笑了起来，这应该就是樊玉的后手了。虽然身为敌人，但他此时确实有些佩服樊玉了。作为一个势力，樊玉足够强；作为一个势力之主，陈凡足够谨慎。如此程度的轰炸下，竟然还有后手，而且调动的还是稀有岛屿。稀有岛屿的特性便是难以被探测到，这是稀有岛屿本身自带的特性，基本上只能用肉眼观察到。但不巧的是，他的哨塔天道赐福效果恰好是可以探测到170公里内的稀有岛屿。在这4座岛屿进入170公里的探测范围后，哨塔便第一时间发出提示。如果他没猜错的话，这4座稀有岛屿上应该都部署了4座天眼轨道炮吧，或者更多。只是可惜，天眼轨道炮的射程只有100公里，而他提前探测到了。男人望向屏幕上显示仅剩的一批鬼石，刚够制造8根战略通天柱，再次下令，声音沙哑且没有丝毫感情，以最快速度用剩余鬼石充能8根战略通天柱。目标逼近的4座稀有岛屿，他要在这4座稀有岛屿抵达天眼轨道炮范围前，先轰碎岛屿上的天眼轨道炮。他近乎淡漠到失去情感的站在桌前，静静望向墙壁上的碎裂屏幕。战争即将结束了，其实他内心清楚，樊玉已经输了，而他也输了。这场战争没有赢家，双方底蕴近乎打尽。就算他赢了，占领了永夜大陆，也几乎不会获得1枚鬼石，而这也意味着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守住永夜大陆。这里的动静有点太大了，肯定惊动了战争泥潭里的势力，而他也没有足够多的鬼石，其修复那个巴比伦塔了。但这是后输，他现在要先赢，至少他要让樊玉死他面前。樊玉参谋阁内，警报声再次响起，吞天大陆发射了数百根通天柱，目标是我方本土，能量等级检测完毕，大部分确认为普通通天柱，其中夹杂着少量战略通天柱和3根天眼通天柱，预计300息后进入我方拦截范围。陈凡望向屏幕上的吞天大陆，此时已破碎到宛如濒死之人，但比起其他3座已经彻底沦陷的大陆，这座大陆还是挺了过来。他大概猜到了是什么手段。大阵阵电升至21级后，可在5个红色品级的阵法中选择一个。他当时通过天眼之眼，只探测到了吞天式魂阵，但伴随着这座带来出现一道道裂缝，他看见了埋在地底的毛细血管阵，并且在刚才大量通天柱即将坠地后，他看见了一道幽绿色的大阵，瞬间包裹住了这座大陆，拦截了一大半通天柱才堪堪碎裂。他问了问天灵，问天灵说这是碧天阵5座大阵之一，而这座大陆明显比其他大陆坚固一点，或许也有地龙阵，这就意味着这座大陆很有可能这5座大阵都有。这是什么奇遇？他不知道，但能走至3级大陆，有一点奇遇也很正常。他望向面板上樊玉仅剩的鬼石，3701枚鬼石，这是所有剩余储备，够了。这场战役将他数年积攒下来的底蕴近乎耗尽。他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轻声道：立刻撤离，狱主有令，立刻撤离。梅花岛上，王麻子在收到命令的那一刻，深吸了一口气后，才扯着嗓子怒吼道：所有人听令，立刻前往传送阵撤离！立刻！所有人本就早已做好准备，在收到消息的时候，便已快速通过传送阵撤离。王麻子是最后一个撤离的，他已经看见了从远处急速袭来的通天柱所释放的炽热白光，近乎点亮天空。他最后确认了一下玄天推进器的方向，在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后，才在最后一刻通过传送阵离去。而在他离去的时候，2根通天柱精准落入岛屿中央，巨大的爆炸几乎掀翻了岛屿上的所有建筑和树木，包括传送阵也瞬间灰飞烟灭。但也仅此而已。这座大陆上只有一些普通建筑
建筑、木屋之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座城防建筑，也没有任何一座天眼轨道炮，只有一堵20级城墙。岛屿遭到剧烈破坏，但玄天推进器并未摧毁，依旧按照既定程序朝吞天大陆的方向推进而去。悉数拦截成功，万岁急促汇报，樊玉剩余的通天柱只有不到数千根，其中战略通天柱只有127根，大部分都是普通通天柱，天眼通天柱一根没有。但拦截这批通天柱确实已经足够了。只是在拦截完毕后，樊玉的底蕴算是又彻底空了一点。陈凡没有讲话，只是静静地望向天眼大屏。那4座稀有岛屿正在通过玄天推进器快速逼近吞天大陆。吞天大陆比他想象的手段要多，能在170公里的位置就探测到稀有岛屿。他没料到吞天大陆有这种手段，但他习惯以接受最坏结果的态度去做事，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并未在这4座大陆上安置任何天眼轨道炮又或是天道炮。直至此时，这4座大陆已经逼近仅剩30公里的位置。够了，他轻声呢喃了一句。下一刻，只见这4座原本空空如也的稀有岛屿上，4堵长10几米的20级城墙上，突然凭空浮现出大量白色线条，伴随着线条快速凝聚，一座建筑近乎眨眼凝聚而成，光炮管就足足有数百米长，坐落在城墙20级的城墙，城墙跑道足够宽，虽然城墙只有10几米长，但却可以很轻松地容纳下这座建筑。是的，天眼轨道炮，4座27级的天眼轨道炮在空无一人的稀有岛屿上凭空浮现，这是黑暗科技赋予天道炮的第2个天道赐福效果。天道赐福效果，快速部署。需要拥有中控类的异宝或建筑，点击地图大屏上的任何一处势力所属区域，即可凭空部署天道炮。本次部署消耗为正常部署的3倍，同样作用在天眼轨道炮，可凭空打造。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手。打造一座27级的天眼轨道炮所需158亿枚鬼石，3倍消耗就是474亿枚鬼石。4座天眼轨道炮消耗了他1896亿枚鬼石。樊玉原本就剩余不多的鬼石正在快速消耗，尚有1804亿枚的鬼石储备。轰，没有任何征兆。这4座稀有岛屿在距离吞天大陆上有30公里的位置，4座天眼轨道炮近乎贴脸近距离开火。埋在城墙内的噬魂雕塑和鬼火正在不断闪烁着微弱光芒，4道极其炽热且携带巨大威势的光柱，以一种近乎不可阻挡之势，从4个方向形成合击之势轰向吞天大陆。绝杀！仅此一击，原本就处于崩溃边缘的吞天大陆被命中的区域更是开始大范围的塌陷，海水开始快速沸腾。一次合击，600亿枚鬼石耗尽，稀有岛屿开始继续逼近。吞天大陆没有做出任何还击，这次又继续深入了200公里，才再次看见了吞天大陆已经的边缘。这里原先是吞天大陆的腹地。轰！又是一轮合击轰杀，宛如包头皮一样，一点点推进，一点点将吞天大陆彻底轰成残渣。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又是大批板块陷入海底。败了！吞天大陆的会议室内，感受到大陆的剧烈震动，男人的身子也不由随之微微一颤，终于难以保持那种近乎冷漠的淡然，有些绝望地望向墙壁上的碎裂屏幕。他想不明白，当他看见那4座稀有岛屿在玄天推进器的推进下朝他围来，他就猜到了樊玉肯定在这4座岛屿上部署了天眼轨道炮。他想到了的，他不是蠢货，他不是没猜到樊玉会怎么做，他明明也做出了应对措施。他拿出所剩的最后鬼石，充能了战略通天柱，轰向这4座稀有岛屿，没有遭到拦截。战略通天柱精准命中在稀有岛屿上炸开。他甚至为了保险起见，还花费最后一点鬼石，在这4座稀有岛屿进入100公里的范围内后，激活和平雕塑的天道赐福效果，专门看了眼这4座岛屿的俯瞰画面。那可不是什么红点，而是真真切切的俯瞰画面。他看得清清楚楚，这4座岛屿已被轰成废墟，除了有一堵城墙之外，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什么天眼轨道炮，也没有传送阵。他不知道这4座明明空无一物的岛屿上，为何会突然冒出来4座天眼轨道炮，但他知道自己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了，也没时间去想了。他望向屏幕上残缺的画面，这4座岛屿上的天眼轨道炮已经启动2轮了，大陆也仅剩最中心的一点板块了，再启动1轮，此后世间将再无吞天大陆。他败了，他败得彻彻底底，但樊玉也赢不了。他突然笑了起来，低头望向自己开始快速变成漆黑如魔的右臂，低声喃喃着：樊玉，给你送份大礼，希望你能接得住。下一刻，大量黑暗能量突然开始源源不断的从他右臂涌出，并开始疯狂朝外蔓延，直至几乎数息功夫，便将整个残缺的吞天大陆全都包裹进去。以己之魂，渡王归来，樊玉，迎接我送给你的最后一场绝望盛典，在绝望中痛苦哀嚎吧。男人歇斯底里的绝望嘶吼声在地底会议室内猛地响起，但转瞬便被黑暗淹没。每个企业人右臂都会拥有黑暗能量，只是每个人的浓度不一样。可以确定的是，转生的次数越多，黑暗浓度越低，所拥有的能力也不一样。有人的黑暗能量可进入异空间，而有人的黑暗能量可召唤强大的黑暗生物。他的黑暗能量所拥有的能力，他从未使用过，只能使用一次，效果为以自身死亡为代价，召唤远古战死鬼族重生降临。所谓的远古战死鬼族，便是上古开天时从天外天涌来的鬼族，实力强大毋庸置疑，代价是自己死亡，他自然不会轻易使用。企业人可以不断转世，前提是自然老死。
而不是受到意外死亡。这种启动方式自然不算老死。下一刻，这些开始快速溢出的黑暗能量缓缓凝聚在一起，形成一根巨大无比的长矛，看似轻飘飘的刺入空中，一道漆黑裂缝便因此浮现。紧接着，一座大陆缓缓从裂缝中驶出，并重重砸在吞天大陆上空，代替了吞天大陆，形成了一座崭新的大陆。而那4座稀有岛屿，甚至还没来得及轰出第3发，便被这座漆黑如墨般的大陆重重砸成粉碎，湮灭在海域上。梵域、参谋阁内，所有人都望向天眼大屏上那个漆黑如墨般大陆，一股绝望情绪渐渐在参谋阁内蔓延开来。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了，真的没有任何一丝余力再迎接一场战争了。原本所有人都已经停止呼吸，眼睛直勾勾盯着屏幕，只待吞天大陆彻底碎裂，便开始激动地高吼他们赢了，宣泄这么久以来的心情。但当这座大陆出现的瞬间，那种从巅峰眨眼跌落至低谷的心情，让所有人瞬间陷入浓郁绝望的情绪。陈凡沉默地望向这座漆黑如魔的大陆，整座大陆都被浓郁的黑暗能量所包裹。他不是没见过鬼族所在大陆，包括95所在的护翼大陆，他也经常去，但没有哪座大陆如这座大陆一般，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黑暗能量，一眼便能看出来这是鬼族所占据的大陆。大陆上鬼物数量不算多，约莫100万头，但各个鬼物身上所散发的气息，都是那种比荒族大陆上的精英鬼物要更强。而在鬼巢最中央，还有一个身高数百米的鬼物，手里更是拎着一根巨大的黑暗长矛。唯一的好消息是，这些鬼物都在沉睡状态，但在鬼巢边缘处，已有零散鬼物在渐渐苏醒了。他渐渐闭上双眼，许久后才低头笑了一声，轻声道：“执行大撤离计划，护阁阁主、战阁阁主、伤阁阁主、后勤阁阁主听令，以最快速度带领所有百姓撤离至天外天。我留下来会会他。他时常喜欢先思考一件事情的最坏结果，但正所谓，你以为的底永远不是真正的底，永远会有更深更深的底。他是真没想到事情会坏到这种地步。这批鬼物应该是3级鬼族，但所散发的气势却远超寻常3级鬼族。他没办法了，真没办法了。梵域底蕴已经彻底耗空了，梵域如今只有604亿枚鬼石，29根战略通天柱，除此之外没了，什么都没了，天眼通天柱也没了。而这点子弹根本不足以迎接一场战争，若是全盛时期，或许可以打一打，但如今的梵域本就已是强弩之末，他还想着去那几座未沉入海底的企业人大陆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鬼石回本。然而现实压根不给他喘气的机会，一波未起，一波未平，他有点累了，就这样吧，他真的已经尽力了。不对，我们还有机会。万岁虽然眼里满是绝望，身子甚至都在微微发颤，但视线还是不断扫过天眼大屏，寻求那最后一丝机会。他们还在沉睡，苏醒还需要一点时间。我们还有点鬼石，最多还能储能3发天眼通天柱。不行，鬼巢的荆棘鬼已经率先苏醒，并且部署在岸边了，但我们可以趁此时间前往那几座企业人大陆收集鬼石。不行，万岁有些语无伦次的不断推翻自己的提议。路程太远，我们短时间内无法过去。这座大陆上的鬼巢苏醒速度有点太快了，肯定还有办法，让我想想。别急，给我点时间。陈凡缓缓闭上双眼，无视了耳边一切杂音，只是语气平静的轻声道：“所有人即刻听令，执行大撤离计划。你们不愿离去，可以和我一起留在这里，但先让百姓撤走，至少让梵域留点种，别耽误时间。永夜防线应该可以阻拦片刻，别浪费鬼石了。没有鬼石，永夜防线都无法启动。”少爷，瘸猴咧嘴笑着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式神长矛。我也留下来看看，这不是他幻想的梵域结局，这也不是他幻想的少爷结局，但他觉得这样也行。就在这时，处于鬼巢最中央的那个巨大鬼物缓缓睁开一只眼睛，望向头顶天空，视线像是通过天眼之眼直接望向他们。几乎刹那间，陈凡只觉得一阵刺骨冰寒从体内浮起，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也无法动弹，甚至无法调用面板，无法启动任何建筑。一个眼神相隔万里，将他定在原地无法动弹。一向淡然的他，此时眼底深处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一丝无力。他可以接受死亡，但他无法接受这种无法反抗的死亡。在用完这个手段后，鬼巢中央的那个巨大鬼物像是更加疲惫一般，深深睡去。狱主，我想到了。正在语无伦次自言自语的万岁，神情突然激动，整个人如癫狂般转头望向陈凡，颤声道：“这批鬼巢正好在从沉睡中苏醒，而且最先苏醒的是荆棘鬼，说明现在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但很快，他便发现狱主无法动弹，甚至无法说话，瞬间明白了什么，这应该是刚才那个鬼物的手段。他用某种特殊手段隔空封印了狱主，而且明显过后更疲惫了，这更加说明他们也在害怕，这个时候我们对他们出手。这座大陆是标准的独眼大陆，近乎和独眼大陆板块一模一样。大陆是长方形大陆，天眼大屏上的数据显示宽度只有471公里。我们可以执行老战术，发射大量先锋通天柱，将人送过去，安置传送阵，在鬼巢尚未全部苏醒的时候，建立城墙、天道炮，清空这座大陆上的所有鬼巢。这个过程可能会有很多人牺牲，但有赢的可能。话音落下，所有人沉默在原地，几乎下意识齐齐望向陈凡，但陈凡站在原地没有丝毫动作，让他们瞬间感觉主心骨像是消失一般，有些六神无主。万岁！万岁！声音有些沙哑的望向所有人，声音有些歇斯底里的高吼道：“暂时紧急接管梵域权限，时间不多了，听我的，我们搏一搏，有机会的。”一息后，白骨阁的阁主祁崇低声道：“
带着狱主离开这里，执行大撤离计划。参谋阁在樊狱虽然地位很高，但没有了狱主站台，他们并不认可参谋阁的调令，他们选择执行阁主留下来的命令。瘸猴，瘸猴！万岁有些焦急地冲到瘸猴身旁，拽紧瘸猴肩膀，声音中带着哭腔。你说说话，难道你想看着狱主打下来的樊狱就这样没了吗？我们真有机会的，至少搏一搏啊！撤离计划可以一并执行的，让狱主先撤离，我们留下来搏一搏好不好？我好不容易看着樊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我真的不想看见樊狱灭亡，给我个机会，求求你了，可以吗？瘸猴深吸了一口气，低下头，他也不想让樊狱灭亡。在场没人想，但这计划没有得到狱主点头，在座一众人从未执行过狱主未点头的计划。他看了眼天眼大屏上快速苏醒的鬼巢，没有狱主，谁打造天道炮和城墙？天道炮我们有库存，让扣扣运过去就可以了。城墙可以让我们这2年培养的建筑师打造，虽然没狱主打造的快，但只要小小一段便能搭建一座天道炮，稍微拖一点时间就够了。扣扣怎么过去？传送阵，这座大陆没有传送阵，用先锋通天柱派樊狱成员去，提前断腿，抵达第一时间部署大型传送阵，让扣扣和建筑和大批后勤阁成员通过大型传送阵抵达这座大陆。瘸猴默默地望向万岁，他听懂了这个计划，一个有些疯狂的计划。先锋通天柱落地后，散开的单体可在地面形成一个简陋的单人传送阵，只能容纳1人传送。这个时候派人通过这个传送阵过去，然后在原地打造大型传送阵，从而将后续大批人员和天道炮运过去。而最先传送过去的人将会面对的是大批正处于戒备性极强的鬼巢，几乎是必死无疑。还要在这种环境下部署传送阵，近乎天方夜谭。这是一个填战壕计划，但确实是他们的救命稻草。樊狱如今剩余鬼势不太够，我能想办法凑点。谁为先锋？我去！万岁声沙哑，有些焦急的偏头看了眼天眼大屏上渐渐苏醒的鬼巢，面目都有些狰狞的高吼道。只要大家配合我执行这个计划，我第一个去，我打头阵。瘸猴缓缓吸了口气，好，但需要同时启动大撤离计划，先将少爷送到天外天，哪怕这个计划失败，大撤离计划至少不会失败。没问题。在瘸猴敲下这个计划后，参谋阁内一众人对视了一眼，也都默认了这个计划。他们也不愿意看到樊狱灭亡，如果有机会，他们也愿意搏一搏。瘸猴的资历足够，他们也认瘸猴拍板，那就尽快。已经从稀有岛屿上归来的王麻子第一个站出来。小邱，你负责准备所有后勤，这个先锋就让我们商阁去吧。你们这些部门平时和鬼物都没打过什么交道，落地后肯定会被吓傻。商阁负责先锋，我打头阵。万岁你就别去了，你负责操控全局，给我们命令就行。狱主既然让你担任参谋阁阁主，那就是信你。狱主信你，我也信你。正阁去吧。正阁阁主也站了出来，声音有些低沉道：部署传送阵，还是我们正阁更快一点。别了！就在这时，站在人群角落里的齐月突然笑了出来，走了出来。你们正阁都没见过血的，怎么能去？商阁也别去了。商阁对于樊狱来讲极其重要，倘若狱主苏醒后看见虽然樊狱守住了，但商阁没了，肯定会心痛的。让我们战阁去吧，我们见过血，而且我们都是修行者，本身实力就不弱，在鬼巢袭击下也能多坚持几息，哪怕就这几息，也能多坚持一会儿部署好一个传送阵。而且战阁平日要经常奔波，对传送阵也熟悉，就别争了，这个机会就给战阁吧。战阁渴望这个机会许久了。齐月当着一众人的视线走至参谋阁门口，一直悬浮在身旁的袖珍清风此时正在疯狂站立，他缓缓伸出手，清风瞬间化作3尺清风，乖巧飞至他掌心中，青光闪过，参谋阁大门轰然倒塌，烟尘散去。而在门外是密密麻麻一眼望去看不到头的战阁成员。战阁成员不知何时聚集在这里，每个人眼里都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直视的炙热。平时在无名山极其少见的战阁成员，今日全都聚集在这里。在万岁阁主提出那个计划的时候，我便召集了战阁成员，也给战阁一个冲杀的机会。兄弟们已经等这个机会很久了。随后也没再看向瘸猴等人，只是转过身去。屋外不知何时黑云密布，明明是大白天，却暗如墨夜，狂风呼啸。这是极大暴雨的前兆，屋外人群密集，却无一人开口讲话，每个人的眼神中都透露着一种毅然赴死的决然，气氛显得压抑却又沉重。不远处，后勤阁成员已在不远处布好大量单人传送阵，并且位于无名山后方的先锋通天柱也在不断批量打造。齐月任凭自己衣衫被狂风呼啸卷起，站在黑云下的参谋阁废墟木板前，望向那一双双眼里满是决然的眼睛，笑了一声，才缓缓举起手中的3尺清风，将过往那种像是超脱世俗的淡然气质甩至身后，轻声道：谁为先锋？前方一众战阁成员稀稀散散的响起高吼声。我为先锋，谁为先锋？齐月猛然再次高吼道。战阁成员这次声音整齐了不少，整齐一致的怒吼着。我为先锋！轰！无名山后方，大量先锋通天柱已经升空，目标漆黑大陆。齐月深吸了一口气，脖梗青筋暴起，扯着嗓子高举清风大步朝不远处的传送阵走去。告诉老子，谁为先锋？我为先锋！老子赵山河为先锋，张二虎为先锋！一众战阁成员纷纷对视了一眼，咧嘴笑了起来，将身上的樊玉长袍猛地拽下扔在一旁，露出里面轻便的武服，跟在齐月身后，大步朝传送阵走去。从今天起，战阁的名声将被他们彻底改写。战阁不该默默无闻，前有周末，后有齐月，他们要让后世
是所有人知道，战阁里没一个孬种。嘿，齐越站在传送阵上，从一旁阵阁成员手里接过10几枚阵石，转身看了眼身后一众战阁成员，以及走出参谋阁望向他们的瘸猴几人，不舍得环视了眼四周，有些轻狂地笑了起来。谁为先锋？下一刻，青光闪过，双腿接断，白光浮现，身子已消失在原地，只剩一抹血雾和残缺双腿，以及一道微不可闻随着狂风快速逝去的呢喃声。当我齐越为先锋。砰！公羊月手里的饭盒无意识跌落在地上，整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身子微微发颤。今天是炖排骨，他炖了整整一个上午，把排骨炖得软烂脱骨，又加了几味齐越喜欢的香料。上次那个乌龟饭盒有点旧了，昨天特地去樊城集市上挑了个新的鱼形的，寓意年年有余。他不知道樊玉战况进展具体如何，但也知晓正处危难之际。他本想悄悄放在参谋阁门口就走，不打扰齐越处理公事。可当他走到无名山下时，看见的是密密麻麻的战阁成员，看见了站在废墟之上的齐越，看见了他举起那柄很久没有出鞘的3尺清风，也看见了他在青光中亲手斩断自己双腿的那一幕。饭盒砸在地上，排骨混着汤汁洒了一地，鱼形饭盒裂成2半。他张了张嘴，想喊他的名字，但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周围的后勤阁成员在快速跑动，阵阁的人在调试传送阵，先锋通天柱升空的轰鸣声从后山不断传来，所有人都在忙碌，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就那样站在原地，望着齐越消失的方向，那里只剩一滩血，一股前所未有的孤独感瞬间将他笼罩进去。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笑了起来，眼里带泪，笑声中带着一丝自豪，带着一丝痛苦。他不仅一次看见夫君对着那柄许久未出鞘的清风发呆，他知道夫君在想什么，他知道夫君想出鞘了，但他从来都当没看见。他想，如果夫君想要出鞘的那一刻，若是因为想到了他扰乱了心神，输敌一招就不好了。他想过会有一天，但没想过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夫君，这座大陆没有名字，漆黑大陆只是临时命名，没人知道这座大陆被天地认可的本名叫什么，但这不重要。齐越已抵达这座大陆，传送的晕眩感尚未消散，一股腥臭到令人作呕的气息便从四面八方涌来。他没有睁眼，身体已经本能地做出反应，手猛拍地面，整个人借力朝左侧翻滚，一根漆黑的尖刺擦着他的头皮扎进他刚才躺着的位置，入土3尺。失去了双腿反而让他身子更加轻巧，就是有点疼，但他没时间疼了。他下意识抬头看了眼头顶，数百根通天柱正在从远处袭来，轰向这座大陆。大部分通天柱都被岸边苏醒的荆棘鬼所拦截，剩余少部分突破拦截的先锋通天柱砸在岸边鬼巢。远处鬼巢边缘大批鬼物开始不断苏醒。就在这时，第2根骨刺来了，一只类似野猪的鬼物正在朝他狂奔而来。奔跑的过程中，身上的尖刺不断喷射着，齐越体内灵气不断喷涌而出，根本来不及过多思考，快速闪躲，避开这一击的同时，袖子轻抖，10几枚阵石散落出来，开始原地快速部署传送阵。这座大陆被黑暗能量所包裹，看不见太阳，宛如沙尘暴一般，空气里弥漫着焦臭和血腥混杂的味道，到处都是深坑和碎石，以及密密麻麻的鬼物。距离他最近还在沉睡的10几只鬼物已经睁开了眼睛，猩红的瞳孔里还带着刚从沉睡中苏醒的茫然，但他们看见了齐越，茫然迅速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本能的嗜血。齐越快速收回视线，闪躲骨刺的同时低头布阵，而在这些苏醒的鬼物身后，更远处的位置有阴阳鬼，有黄鬼，有更多他叫不出名字的鬼物，他们都在苏醒，像是被什么东西从漫长的沉睡中强行唤醒。身体的僵硬尚未完全褪去，但眼里的嗜血已经点燃。鬼巢中央那个巨大的鬼物还在沉睡，巨大的身躯远远望去像是一座黑色的山。轰！那头类似野猪的鬼物有些发疯般的将皮肤表面所有尖刺全都发射出来，速度之快甚至弹出阵阵音爆，将齐越笼罩进去，但已经足够了。他完全无视了耳边的音爆声，低头望向地面上那10几枚按一定规律所部署的阵石，此时已经彼此相连，泛出阵阵白光，感受到体内生命力的快速流逝，低声笑了起来，笑声很弱，近乎不可闻。他的任务不是杀敌，而是部署传送阵。布置一个大型传送阵需要数百枚阵石，他部署了17枚，剩下的就只能交给后面的战阁成员了。他叫齐越，樊玉第一个真正修炼到20级的修行者，樊玉第一个修炼到21级的修行者，第一个在樊玉崛起之前接触到狱主的人，曾拥有江北老魔的名号，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狱主的贴身侍卫，在樊玉走上正轨后担任过樊玉战阁副阁主，后周末阵亡，担任战阁阁主。这是他的前半生，也是他的一生，但他只是一个修行者，在这种战场上，一个修行者能起到的作用是很小的。他抬起头望向前方，数百根骨刺从不同方向将他笼罩进去，他已无处可避。下一刻，轰！齐越身上瞬间多出无数个血窟窿，整个人不受控制的朝后倒飞而去，直至重重跌落在一块巨石边。他就这样靠在巨石上，满是血污的脸颊上带着一丝笑容，望向不远处在漆黑地面上散发着白光的10几枚阵石。他看见了一根先锋通天柱落在他附近，通天柱炸开形成的短暂单人传送阵中，一个人凭空浮现，那是赵山河。第2个落地的是赵山河，落地的一瞬间，他便看见了齐越铺开的阵石，也看见了靠在巨
巨石上奄奄一息的阁主，但他没去帮齐越，他的任务不是支援，是布置传送阵。赵山河从怀里掏出8枚阵石，按照训练过的位置，嘴唇有些发颤的开始摆放。第1枚阵石刚落地，一只鬼物便朝他冲了过来，他没有躲，用后背硬扛了一记，身子猛颤，手里的第2枚阵石却稳稳地按在了地上，他没停。第3枚，就在他想按下去第4枚的时候，身后鬼物张开血盆大嘴，腥臭味瞬间传进鼻腔，眼前顿时黑如永夜。他隐约听见自己头骨被咬碎的声音，但右手还是艰难地将第4枚阵石按了下去。老子赵山河，他的声音含糊不清地在鬼物嘴里响起，嘴里全是血和碎肉。为先锋，身断，命绝。下一刻，轰轰轰，大量先锋通天柱开始不断砸在附近，大批战阁成员接二连三的落地。落地后的第一时间，无人去看同伴尸体，每个人落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向自己的位置。有人负责拼死部署阵势，有人负责冲击鬼巢，尽量减少那些已苏醒的鬼物干扰布阵。部署一个大型传送阵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只能用命去填。齐越奄奄一息地靠在巨石上，望向眼前这一幕，望向战阁成员前赴后继的以生命为代价。渐渐有了大型传送阵的雏形，原本只有17枚阵石，如今已有上百枚，每一枚阵石上都沾满血雾。一根先锋通天柱在他身边炸开，白光闪过，一个年轻的战阁成员站在他身旁，手里握着一柄崭新的清风，胸口的战阁徽章还在反光。阁主，年轻人咧嘴笑了起来，牙缝里全是血。我叫李青，我加入战阁较晚，修为尚浅，您歇会儿，该我了。他提着剑朝最近的那只阴阳鬼冲了过去。齐越靠在碎石堆上，望着那个年轻人的背影，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意识已经开始快速模糊，嘴角有些干燥。意识渐渐模糊的那一刻，他仿佛看见身穿白裙的公羊月正拎着饭盒，笑盈盈地站在战阁门口等着他。那个大家都叫他齐越阁主，唯独他私底下会叫自己江北老魔的女孩。他说江北老魔听起来就很酷，他喜欢，他也喜欢。而在齐越闭眼的那一刻，阵城数百枚阵石组成的大型传送阵，在这座漆黑大陆边缘绽放出白色的光芒。光芒闪过的那一刻，大批后勤阁成员和樊玉近些年培养建筑师，以及跟在魏魏身后的扣扣，全部凭空浮现。后魏魏落地的瞬间，先是怒吼一声，便朝最近的鬼物冲去。而扣扣眼里虽然有些恐惧，但更多的是快速张开大嘴，大批鬼石喷涌而出。一旁那些建筑师身子发颤的快速闭上双眼，伴随着鬼石化作液体，无数白色线条在空中开始凝聚，并渐渐组成一堵城墙。后勤阁成员则是开始部署鬼舞、红馆、噬魂雕塑等一系列建筑。鬼巢还在苏醒，冲击他们的鬼巢不算太多，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而在空中，大量先锋通天柱开始轰向其他区域。要想让天道炮的攻击彻底覆盖这座大陆，需要24门天道炮，也就要意味着这种级别的大型传送阵，他们需要24座，这里才仅仅第1座。他们现在要做的便是用命去拦住鬼巢。大批袖珍火炮开火的声音在建筑师身后不断响起。先别启动，别启动！樊玉破碎的参谋阁内，站在天眼大屏前的万岁，眼眶通红的紧紧盯着屏幕中的画面，手握传音符，声音沙哑的高吼道：不能启动，一炷香，再坚持一炷香，你疯了！瘸猴终于按捺不住内心情绪，冲到万岁身旁，揪起万岁的衣领，怒吼道：第1座天道炮已经部署完毕，附近近100个鬼物在冲击，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启动？由齐越先锋部署的大型传送阵已经部署完毕，而在旁边一堵石级城墙凭空升起，一座天道炮正矗立在城墙上，而与此同时，还有7座安置在城墙上的式神炮正在疯狂开火，数百头鬼物已经朝城墙冲来。如不启动天道炮，式神炮拦不住这些鬼物的。这里的每一只鬼物都是精英鬼物，虽数量不多，但威势可一点不少。不能启动！万岁迎上瘸猴眼神，眼眶通红的嘶吼道：我们只有一次出手机会，那就是24座天道炮一同启动。一旦现在启动一发，很有可能会加速鬼巢的苏醒。那鬼巢中央原本陷入沉睡中的巨大鬼物，也有可能因此强行苏醒。那他们怎么办？就算他们不启动，他们也会被这数百个鬼物冲垮。我已下令在附近区域发射先锋通天柱，让战阁成员前去布阵。我注意到他们更愿意冲击那些布阵的人，这些成员会引走这些鬼物，保护这座天道炮的安全。瘸猴刚准备再说些什么，便看见屏幕上已有数十根先锋通天柱突破防线，落在第1座天道炮附近，开始原地布阵。而在这批人出现的一瞬间，原本冲击天道炮的那批鬼物也瞬间掉头冲向这批人，近乎是瞬间洗刷干净。但架不住，源源不断的战阁成员如潮水般接二连三涌出。瘸猴看见这一幕，愣在原地，心里有些堵得慌。他呆呆的偏头望向万岁，只觉得万岁此时有些陌生的可怕。那是拿命去填啊！你疯了！瘸猴有些无力的正在原地喃喃着。万岁一把推开瘸猴，快速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语气急促且癫狂的继续不断下令。他现在不想考虑死了多少人，他现在只想一件事：如何快速部署好24座天道炮。在参谋阁外，大批战阁成员排成长队，不断进入传送阵。每一道白光闪过，都有一个战阁成员被传送着至漆黑大陆。他们丢下了樊玉长袍，但却没丢下樊玉勋章。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为何而死。
永业大陆樊城大撤离计划正在进行。护阁的人早就把所有百姓按照年龄和身体状况分成了3批，孩子和孕妇第1批走，老人和伤员第2批，青壮最后。没有人争抢，没有人插队，甚至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安安静静地排着队，沿着城墙下的通道走向江北港口的传送阵。他们知道这次离开意味着什么，不会再回来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襁褓里的孩子，走到通道入口时忽然停了下来，她转过身，望了一眼身后的樊城，那座她生活了数年的城池。她在那座城里结了婚，生了孩子，每天早上推开门都能看见街角的豆浆摊冒着热气。她男人在鬼矿上做工，每个月能挣好几千鬼币，够一家3口吃穿不愁。她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走吧。身后的护阁成员低声催促，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沙哑。年轻母亲收回视线，低下头，走进了通道，眼泪砸在孩子脸上。孩子醒了，迷茫地睁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通道两侧站满了维持秩序的护阁成员，他们的战友正在那座漆黑大陆上赴死，而他们只能站在这里，看着百姓撤离。没有人说话，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红的。就在这时，人群中忽然响起一道稚嫩的歌声：我和伙伴搭个小家，风吹不怕，雨也不怕。那是一个6、7岁的女孩，扎着2个好看的羊角辫，被母亲抱在怀里。她望着通道两侧沉默的护阁成员，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也不知道为什么母亲在哭。她只是想让大家开心一点。她记得这首歌是很久很久以前，她和一个很好的叔叔学的。那个叔叔说她唱得很好听，天黑就黑，有我守她。小小营地慢慢长大，第2个孩子跟着唱了起来，然后是第3个、第4个、第5个。那些被母亲抱在怀里的孩子，那些牵着父亲的手自己走的孩子，那些坐在骷髅马车上好奇的东张西望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的张开了嘴。他们没有排练过，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他们都记得这首歌。这是在永业大陆上流传最广的一首儿歌，每一个孩子都会唱。怪风来了，墙也倒了，躲进山里，再盖新家，一刀一刀打败鬼王，守着江北，筑到防线。永业再黑也不害怕，我弟樊玉最大最大。歌声从队伍的前端传到后端，从后端传到城墙上，从城墙上飘向更远的地方。那些沉默的护阁成员终于忍不住了，泪水从他们的脸颊上滚落，砸在胸口的徽章上。他们没有人去擦，就那样笔直地站着，听着孩子们的歌声，目送百姓走进传送阵。这是樊玉的孩子，也是他们的孩子。那个扎羊角辫的女孩唱完了最后一句，忽然朝通道旁一个年轻的护阁成员挥了挥手：叔叔，我唱的好听吗？那个护阁成员蹲下身子，用力点了点头，好听，比我听过的所有歌都好听。女孩开心地笑了，然后被母亲抱着走进了传送阵。白光闪过，她消失在了通道尽头。那个护阁成员站起身，抹了一把脸，把眼泪擦干。他转过身，望向远处那座漆黑大陆的方向，他的兄弟在那里，他不能哭。永业新历04年1月18日，樊玉战阁阁主齐越率战阁全员73842人为先锋。同日，樊玉大撤离计划启动。黑鬼大陆宫殿内，好猫正满脸焦急地不断踱步。这场战争发展的已经越来越乱了，他能做的仅仅只是尽可能再多挤出一点鬼石送给樊玉，但运输鬼石需要扣扣前来。樊玉那边回复说战事紧急，扣扣无法抽身，用我的吧。蜀国国王站了出来，身后手下送上来大批鬼石储物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回去后尽可能挤点鬼石凑一凑吧。没有过多言语，各个大陆之主各自拿走了一把鬼石储物袋，便大步走向一旁的传送阵，回家凑鬼石去。哪怕一开始那些出力不多的大陆之主，也不由不乏加快。这次和上次不一样，倘若企业人大陆赢了，他们或许还有活下去的机会。但要是这座明显就不对劲的鬼族大陆赢了，这片海域没有一个大陆活得下去。他们不仅仅是在救樊玉，也是在救自己。无名山内最核心的一处洞穴，这里安放着所有樊玉成员的命牌，而今日这里的命牌如多米诺骨牌般，正不断批量碎裂。不知过了多久，待在参谋阁里的万岁眼眶通红地望向天眼大屏上那24座矗立在漆黑大陆岸边的天道炮，那是由无数条人命搭建起来的最后希望。矗立在漆黑大陆岸边的24座天道炮，炮管上的纹路开始不断点亮。万岁低头望向手里的传音符，正准备下令开火，却突然僵在原地。不对，只有23座天道炮炮管上的纹路开始点亮，进入蓄力。一座天道炮哑火了，画面快速放大，这座哑火的天道炮和鬼火相连的一段铜管出现了碎裂，无法被启动。而此时这座城墙上已经只有一个后勤阁人员在坚守，准备负责启动。来不及了，万岁眼中闪过一丝绝望，他看见鬼巢开始大规模苏醒了。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再派出先锋通天柱去修复铜管了。狱主不在，他们没办法让铜管进入虚幻状态，而留守的那个后勤阁成员也已自断双腿，且奄奄一息，仅有启动的力气，再无余力前去修复铜管。这个奄奄一息靠在城墙边沿上的后勤阁成员，有些不甘地望向身旁那黯然无光的天道炮和不远处碎裂的铜管，挣扎地翻身趴在城墙表面，艰难爬去，就差一步，就差他这一步啊！只是他已经彻底虚脱，原本吊着的一口气，因这番挣扎，体内的生命力也在快速流逝。在即将意识彻底涣散时，他听见了一个声音，很轻很细，像是什么东西在碎石堆里滚动。那个声音越来越近，是轮子。他艰难睁开眼睛望去，想说话，但喉咙里只有血沫翻涌的声音。一辆近乎报废的后勤阁运输车从城墙角落推至天道炮旁，车轮每转一圈就发出一声刺耳的嘎吱声。推车的人是大鱼和公羊
医院。两人身子只有半人高，双手举过头顶才勉强够到车尾的横杆，脸上满是血，左腿一瘸一拐的，每走一步都在地上留下一个血脚印。但两人还在推，车上放着大量完好无损的铜管。大鱼稚嫩的脸颊上满是血污，看了后勤阁成员一眼，才踮起脚尖，将一根一根铜管从车里取了出来，递在公羊一月手里。公羊一月则是将破损的铜管全部拿开，将完好的铜管安了上去。下一刻，这座原本黯然的天道炮，在液体从鬼火顺着铜管流淌过来后，炮管表面纹路开，终于点亮。第24座天道炮成功被点亮。见状，大鱼笑了起来，踩在运输车上，在公羊一月的搀扶下，有些费力地爬上城墙，坐在城垛上，又将公羊一月拉了上来。鬼巢正在快速苏醒了，樊玉的通天柱终于停了下来。他看见了好几十个荆棘鬼蚁对准他俩，他没避，只是紧紧拽着公羊一月的小手，靠在其怀里，安静地望向这一幕，嘴里轻哼着从民间学来的童谣：永夜再黑也不害怕。刺耳的音爆声在耳边响起，数十根黑色荆棘朝他们覆盖而来。公羊一月低头望向靠在自己肩膀上的大鱼，眼里满是温柔，轻抚着大鱼脸上被血污所凝固的秀发，跟着笑着轻哼道：我弟樊玉最大最大，守夜人的宿命本是如此。他出生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的结局，但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遇见了大鱼。大鱼抬头迎上公羊一月的视线，笑了起来。